钱的男人叫余辉，因表姐飞往国外，让他帮忙照看房子，正好自己没地方住，也就答应了。打开门，一股奶香味扑鼻而来。怎么感觉这里好像有人住过？表姐没说她在这里住过呀。余辉看着阳台上晾衣架上挂着几个特大号的罩罩和蕾丝边的小内内，随手摸了一下，还是湿的。你谁呀？小偷、流氓！等等，你听我解释。还没等余辉反应过来，又从房间里冲出来2个身材可靠的人。别打，别打了！臭流氓，居然敢来偷内衣！难怪小区的人常说有猥琐男偷内衣。集美们，给我狠狠的打！等一下，你们听我解释，我不是什么流氓，表姐也没说这屋子租出去了呀，难道我进错盘丝洞了？快说你是谁，不然我们报警了。我是……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喂，娟姐，什么？你表弟？那个娟姐，你表弟是不是20来岁，1米8左右，长得跟吴彦祖7分像？他来过，我们正在聊天，很愉快，我们正在斗地主，3打1呢。那个表弟啊，我叫蒲美琪，刚刚不好意思哈，我不知道你是娟姐的表弟，你没事吧？美琪，他是……问这句话的这个美女叫苏小柔，不会真是娟姐的表弟吧？而这最后一位美女年纪最小，但是身材最为突出，叫包小小。屋子租出去了，还是3个女的，也不跟我说一声，这顿揍要多冤枉就有多冤枉，关键还没地方说理去。余辉此时此刻将自己家的表姐骂了一遍又一遍。那个表弟呀，我叫包小小，我去拿药酒帮你抹抹。一番介绍之后，几个人也算熟悉了。3个房间，蒲美琪1个，苏小柔和包小小1个，剩下1个是之前他表姐预留自己住的，所以现在就成为余辉的。看着这张比吴彦祖还要帅的脸被打得鼻青脸肿，余辉决定睡一觉，缓释一下疼痛。可就在这时，原本淤青带着血丝的双眼出现了变化，隐隐有电弧缠绕，随之而来的是脸上的伤也渐渐消失，就跟从来没有过一样。就在余辉睡得正香之时，房门被敲响了。表弟在吗？来帮个忙。余辉睁开眯眯眼朝着门口看去，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房门渐渐变得虚幻透明，然后就看到了下午打他最凶最狠的那个蒲美琪。鬼啊！然而再次朝房门看去，房门还是门。难道我出现了幻觉了？表弟在不在呀？来了。表弟，你发什么愣啊？我电吹风坏了，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这病西西买的东西真不靠谱。余辉一下子反应过来了，也终于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他可能真的会透视了。你给我看看，298买的，用了不到1个礼拜就坏了。余辉开始集中精神，只用了3秒，他就看清楚了电吹风里面的结构。发热管断了，电吹风没用了。你都没打开看，怎么知道的？余辉正想找个理由，就在这时手机的闹钟响了。那个琪姐，你这个真的坏了，能退就退了吧，我上班时间到了，不然我那个抠门老板周扒皮又要扣我工资了。余辉3流大学毕业，又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只能在古玩店拿着1个月2500的高薪打杂。一进来就看到周扒皮跟一个30多岁的人说着什么，应该是在讨论着某样物品。你这个是民国17仿北宋汝窑3族玄纹笔筒，而且还是残缺的，你还是去别家看看吧。民国仿北宋汝窑3族玄纹笔筒，价值低，内有乾坤。老板，不会吧？要不你再看看，随便给点就行。你这个还是去200块钱，卖不卖？周扒皮话没说完，余辉忍不住开口了。余辉这小子怎么回事？这么不懂事？余辉也知道自己坏了规矩，连忙解释起来。老板，过几天就是我老师生日，我想……余辉这小子这是没钱买礼物，所以想买下这个笔筒，然后充充场面。于是周扒皮点点头，也没再说话，反正只要不是他出钱就行。你能不能再加点？这200块是不是太少了点？你看我这就200多点，总得给我留个吃晚饭的钱吧？你要是不卖，那就算了。好吧，200就200。小余啊，一个残缺的仿品桥把你紧张的。对了，你搬家搬好了没？余辉简单的将事情说了一下，现在急着想回去将笔筒里面的东西弄出来。小青啊，今天没啥事，你要是有事就先回去吧，正好老李找我喝下午茶。那个，今天算请假1天，月底工资里扣除。最好出门踩了狗屎，将2个大金牙给磕掉。回到家后，余辉找到了一把小刀，开始顺着裂缝处开始撬。没一会功夫，磕巴一声，笔筒底部就掉了出来。一同掉出来的还有一块印章，上面写着紫毡印3个字。于是聚气凝神，开始查看信息。紫毡印章，北宋朝，正品，收藏价值高，市场价约300万左右，居然是苏东坡的印章，这下发财了。只是他没注意到的是，印章里有一丝金色的灵气顺着他的手被吸到了体内。下午2点半，余辉来到了聚宝斋古玩店。之所以来这里，主要是这家古玩店是这里最大最正规的。一进店便看到掌柜在和一个中年人聊天。掌柜的，麻烦你帮长长眼。
小伙子，你打算多少出手？掌柜的是识货之人，你给个公道价，如果价格合适我就出手。老钱，真假？能否给我一关？钱有才一听这话，心里就一阵苦笑。今天不管给什么价钱，估计都没用了，因为这个人叫黄光年。你自己看大，苏氏的印章。哦，小兄弟，你开个价吧，这个印章我要了。这位先生，我也不多要，300万。你要是觉得行，300万我要了。好家伙，价格这是开低了。那个小兄弟，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不好意思啊，不方便，我还有事。如果你真的要买，就付钱吧。黄光年一愣，主要是于辉拒绝的太干脆了。不过也对，是自己冒昧了。那好，老钱，你做个见证吧，帮忙弄一份合同。合同很快弄好了，二人签字画押。于辉确认了手机银行到款信息。有了这笔钱，就可以把周扒皮炒鱿鱼了。这个东西归您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注意看，眼前的小伙被3个美女当做偷内衣的流氓揍了一顿之后，竟然意外获得了透视能力。接上集。大明宣德青花百皱碗，真品，因保存不当，残缺，可修复。老板，这个破碗怎么卖？你想要的话，500块，要就拿走。行，我要了。等等，我说的是500块钱一块碎片。听到这句话，于辉都想扇自己的耳光，竟然犯了不砍价的大忌。老板，你这人真不地道。算了，我不要了。小兄弟，我开玩笑的，500块钱给你了。300块钱，你要是卖我就给钱，不卖拉倒。于辉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他现在就算回头赔100，摊主都不一定会卖，最终生意谈崩了。你不卖给我，我就换一个人来买。于辉想到了和他同居的3个美女，于是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回来家。表弟，你怎么买这么多好吃的？要不姐帮你分享一下？琪姐，我这不是第1天刚来吗？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些东西，晚上我们聚一下，彼此熟悉熟悉。表弟，你还买了这么多酒，你不会是想把我们灌醉，然后……表弟，这是我下午整理出来的10条合租协议。虽然你是娟姐的表弟，今晚又请我们吃东西，但是这上面的内容你必须得遵守。我先念一下，如果没问题，以后就这么办。如果你有啥意见，意见保留。第1条，不经允许不得进入我们的房间。这一条没问题，很合理。第2条，2个卫生间，一个用来上厕所，另外一个用来洗澡。每次洗澡必须等女士洗澡完了你才可以洗，并且要将卫生巾打扫干净。琪姐，这2个卫生间都可以洗澡，为什么不分开？你们3个女孩子用一个卫生间，我用一个，这样一来不就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吗？还有，万一你们回来晚了，难道我还要等你们先洗完澡吗？你的意见保留，请听第3条。以后厨房和客厅的卫生都由你来负责。如果你请我们吃饭，我们可以勉为其难的帮忙打扫一下。我不同意，你这写的除了第1条合理，剩下的9条都是针对我的。表弟，我们3个都是女孩子耶，而且都这么漂亮，你忍心让我们刷锅洗碗拖地吗？还有，这水电费我们按房间算不也是挺合理的吗？要不我们这样吧，我们民主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如何？同意以上条款的请举手。于辉也懒得说话，进了盘丝洞，这投票结果也显而易见。看你们得意的，真以为我会吃亏吗？于辉让一让也无所谓，但是该收的利息还是要收的，于是开启了透视能力。琪姐，我有件事情，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3女先是一愣，随即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于辉。于辉知道3个人误会了，连忙将刚刚想买陶瓷碗的事情说了一遍。就这点小事，没问题，小小交给你了。第2天，于辉一进店里，就看到了一个人，正是昨天周扒皮口中的那个老李。老李，你说的真嘟假嘟？老周，我骗你干嘛？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了那枚印章，确实是苏东坡的。当时你不在，你没看到黄光年那个嘚瑟劲。不过话说回来，也算他运气好。据说卖印章的人是一个小伙子，就跟小鱼差不多大年纪。这叫同人不同命，人家一转眼就成了百万富翁，而小鱼只能在这里打扫卫生，做个学徒。于辉没说话，他了解周扒皮，类似的话他听太多了，他懒得去计较。随后2人聊了一会，老李就离开了。老板，我要炒你鱿鱼，你帮我工资结一下吧。小鱼啊，现在工作并不好找，如今不是20年前了。20年前一个初中生都算是有文化的，现如今像你这种大专生到处都是，一抓一大把，你可要想清楚了。老板，我想清楚了，你给我工资结一下吧。周扒皮看了一眼于辉，于是拿起算盘噼里啪啦敲打。真是个铁公鸡，这还用算？于辉一阵补，他这个月一共上了15天班，2500一个月，对半开就是他的工资。小鱼啊，之前说好了你一个月2500。这个月你上了15天班，按理说我应该给你1250的，不过你这一走，我还要再招人，还要再培训，所以于辉听明白了，这是要扣工资了。那你说给我多少？我只能给你一个吉利一点的数字，888。于辉随意点点头，有了透视能力的他，现在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钱，就准备离开。就在这时，一个人走了进来，正是买了于辉苏东坡印章的黄光年。小兄弟，是你啊？先生你好，真巧啊。黄总，你们认识？周老板，这位小兄弟。黄光年将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什么？你昨天买到的苏东坡印章是他卖给你的？没错，那块印章其实在昨天我买的笔筒里面抠出来的，最近缺钱就给卖了。什么？昨天那个笔筒本来是卖给自己的，要是自己坚持买下来，捡漏的可能就是他了，这让他白白错过了300万。想到这里，周扒皮欲哭无泪。小兄弟，我叫黄光能，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还有什么东西想出手，可以给我打电话，价钱好商量。余辉接过名片，然后报上自己的名字，也就离开了。小小，等久了吧？来，冰镇西瓜汁。谢谢表弟。小小，琪姐比我大，她这么喊也就算了，你和小柔还没我大，不能这么喊。一个称呼而已。再说我又没看你身份证，也许我比较大也说不定。确实比较大。哼，你往哪看呢？买什么东西？快说，这天热死了。于是余辉开始说着物品的特征，最后给了包小小500块钱。记住，最多500，多了算你的。美女，你看中什么了？我送给你。老板，这个多少钱？包小小说话有点萝莉音，加上还有点轻声细语的，摊主都快酥了。美女，今年多大了？刚满18岁。美女，这破碗不值钱，要不你重新选一件，我送你。老板，这2样多少钱？美女，要不喊我一声哥哥，我免费送给你。表弟，搞定了。这个葫芦你买的多少钱？老板没要钱，免费送的。亏我还跟他砍价这么久，真是个老色批。表弟，这钱归我了，你说的。余辉现在哪里还有心情理会这几百块钱，和包小小随便说了2句，就回到了家，顺带买了1瓶502胶水。大明轩德青花碗破损，可修复。还是这句提示，问题是要如何修复？一直看到眼睛发酸也没变化，最后就这样抱着青花碗睡着。上集说到，我委托包小小利用美人计帮我拿下大明轩德青花百寿碗，可当我一觉醒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昨天还是支离破碎的碗居然变得完好无损了。这怎么回事？我就是捧着碗睡了一觉而已。大明轩德青花百寿碗，官窑制品，市场价10万到15万元，才10多万，还以为价值100万呢，白激动一场。吃过午饭后，余辉直接给黄光年打了一个电话。黄光年一听余辉手里有东西，连忙朝着约定地点而去。来到一家咖啡厅，一看到余辉，黄光年就有些猴急了。小姨呀，快给我看看东西。余辉也没废话，直接把碗递给了黄光年。黄光年拿起青花碗，这越看越喜欢。小姨呀，这碗可有出处？这个叫做青花碗，全名大明轩德百寿青花碗。你看这里有官窑专有的。小姨，你开个价，合适我就要了。黄董，这个青花碗市场行情在10到15万之间，你要是喜欢，就10万块好了。黄光年点了点头，二话不说，拿出手机转了账。小秦呢？以后有好东西就找我，价格好说。没问题。随后2人聊了一会，正打算离开。余辉，你怎么在这里？余辉一愣，说话之人竟是自己的前女友柳如梅。此时的柳如梅正挽着20多岁的男子，叫陈凯。当初和柳如梅分手，就是因为看到2人恶心的一幕。我在这里，你管得着吗？你的事我才懒得管，穷屌丝一个，也配来这里消费？就你那1个月1000把块钱的工资。柳如梅说话很难听，这让黄光年都听不下去了。这位小姐，人穷不会穷一辈子，稻草还有发热的时候，也许小鱼就发达了呢。再说，谁规定拿1000把块钱工资的人就不能来这种地方？这里很高档呢。切，就他还发达？他要是能发达，我直播吃奥利给。黄董，别跟这种到处骗吃骗喝又没素质的人一般见识，我们走吧。余辉懒得搭理柳如梅，他还有事情要做。站住！你刚刚说谁没素质？关你屁事！凯哥，你看他根本没将你放在眼里。柳如梅开始火上浇油。臭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家咖啡厅就是我家的产业。今天你要是不给我磕头喊3声爷爷，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让我喊你爷爷，你算什么东西？臭小子，你找死！陈凯直接一拳朝着余辉打去。看着基里外趴在地上哀嚎的陈凯，余辉自己也吃惊了。我力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刚刚那一脚明明没有用全力。一旁的柳如梅一看到他的提款机被人打，连忙大呼小叫起来：“嘎人了，快来人啊！”这时候，2名保安连忙跑了过来。程少，你没事吧？就是他，给我教训他，出了事算我的。 2名保安对视一眼，然后就准备朝着余辉冲去。都给我住手！就在这时，一个50多岁的男子急忙忙地走了过来。爸，他打我！陈凯准备告状，结果这男子理都没理，直接摆出一张谄媚笑脸来到黄光年面前。黄董，什么风把您吹过来了？真是荣幸之至。陈老板果然厉害，儿子更厉害，张口就要弄死我们，真是好本事。在金陵城，我还真想看看谁有这么大能耐。一听这话，陈子超吓得一个机灵。爸，你干嘛打我？ 你这个只会惹是生非的畜生，连黄氏集团的黄董都不认识，我打死你！好了，我没兴趣看别人教育儿子。小雨，我们走吧。
什么人不好得罪你去得罪他？今天要不是我正好有事赶过来，我就要被你给害死了。爸，我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不准说谎。陈凯也知道今天惹祸了，连忙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给我滚！以后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接近我儿子，我找人弄他你。柳如梅惊呆了，没想到他居然被打了，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可怜兮兮的看了一眼陈凯，后者假装没看见，无奈之后灰溜溜的离开了。另一边，余辉拿着包小小送一赠一的铜葫芦来到了聚宝斋。小伙子，又有好东西了。也不是啥好东西，就是一件乾隆年制的金童玉女铜葫芦，也就1-2万块钱。这个葫芦我要了，小兄弟也知道这行情，15000块钱，我不赚你也不赔，如何？没问题。昨天包小小可是帮了他一个大忙，这15000块钱怎么着也要分给包小小一部分才对。一出门口就接到黄光年的电话。小姨啊，听说你刚刚卖了一个葫芦给了老钱。黄董，那玩意不值钱，也就1把块，我寻思你也看不上，所以就没有通知你。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对了，今天有没有好宝贝出手？有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对了，黄董，金陵这边有没有可以玩石头的地方？小姨，你还会赌石？你告诉我地址，我去接你，我陪你一起去。半个小时后，两人来到了一家叫做点石成金的原石店铺。原来是黄董来了。小姨啊，随便挑，今天这算我的。黄光年倒是客气，余辉点了点头，然后来到了原石区，开始查看着原石。随着精神集中，石头开始慢慢的变得半透明，接着下一块，再下一块，一直看到了第7块。只见这块比足球稍小一些的一块石头，中间部位居然有拳头大小的一块东西，是一块翡翠。金老板，这块石头我要了。小姨，说好了算我的。黄董，我就买着好玩，玩石头自然要自己参与才有乐趣，不然就没意思了，对吧？那行吧。既然是黄董带来的朋友，零头给你抹了，就2000块吧。黄光年对赌石同样是非常感兴趣，其实就在刚刚他自己也选了2块。小姨，要不去解开试试？行，那我再挑一个，好事成双。那就我先来了。黄光年说完就开始切割起，看样子很熟练，之前应该没少花冤。一块没有，接着第2块。当2块原石被切的最大的一块碎片只有汤圆大小的时候，黄光年知道自己又白忙活了。小姨啊，我来帮你解。黄光年热心满满的说要帮余辉捡石头。黄董，我先画线，画好了你再解。于是余辉开始像模像样的画起了线路。这小子是第一次玩石头吧？如果这都能让他贴出翡翠来，我名字愿意倒过来写。黄光年没有犹豫，直接按着余辉画的线路切到绿，真的出绿，然后开始继续切割，越到后面越要小心。大概过了8个小时，一块拳头大小的绿翡出现在众人面前。卧槽，绿翡，这值不少钱吧？不对，你们看，这翡翠里面还有一丝紫色，这是春带彩。小姨啊，老哥，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看这块春带彩能不能让给老哥我？你放心，老哥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行，不过我们还是将这块石头先切了再说。于是黄光年连忙开始切第2块翡翠原石。有了上次的经验，黄光年这次更加小心了。绿了，又出绿了！我操，这是帝王绿，金陵城居然会切出帝王绿！一时间直接炸了锅，黄光年的手在颤抖，这是他10几年里第一次切到如此珍贵的翡翠。而一旁的金玉来嘴角直抽搐，这一块帝王绿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将他的店铺给买下来都没有问题。兄弟，你看这块帝王绿能不能让给我？我出500万。老陈，你也太小家子气了吧？这可是帝王绿，你居然就出500万？小兄弟，你卖给我，我出600万。我出800万。我出1000万。3000万，我要了。1000万，我要了。就在这时，一位美女走了过来。沈大小姐，今天这么有雅兴。原来是黄叔，您又来散财来了。思佳，有你这么来的吗？这位是？这位是沈家大小姐，沈思佳。金陵城最大的珠宝公司就是他们家的产业。思佳，这位是余辉，这块帝王绿翡翠就是他的。你这帝王绿卖不卖？恐怕除了我，整个金陵市都不会再有人出这么高的价格。可以，我只接受转账，支票啥的我信不过。沈思佳一愣，她堂堂的沈家大小姐居然还有人信不过，不过也没说什么，点头答应之后拿出手机开始扫码完成了转账。好了，转过去了，我们加一下好友吧。如果你再开出好的翡翠，可以随时联系我，我给你的价格绝对是最高的。没问题。随后两人加完好友之后，沈思佳和黄光年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小姨，这块春带彩就卖给我吧。说完，黄光年拿出一张支票递给了余辉。黄总，这个就当我送给你的劳务费了。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也根本赚不到这个钱。再说这些石头还是你帮我给解出来，说到底我还得好好感谢你才是。小鱼呢，你也别叫我什么黄董了，我看你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不如你就叫我一声叔吧。这个钱你拿着，改天我带你去滇南那边转转，到时候随便你再给我指点一下，或者帮我挑块帝王绿的石头，我就感激不尽了。最后余辉无奈收下支票，然后和黄光年聊几句也就离开了。
来到了银行，于辉需要将他的总资产分为2部分。当于辉拿出100万支票时，银行的负责人热情地找上了。全程都是在一个办公室里进行的服务，享受了 VIP 顶级待遇。临走的时候，还有送了一些小礼品。于辉，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正是前女友柳如梅。于辉，我们和好吧，我现在有钱了，我只花了1年的时间就赚到了你可能省吃俭用20年都赚不到的钱。只要你别计较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保证以后会赚得更多的钱给你花，给你买房买车。于辉听着这话就感觉到一阵恶心，用1年的时间就赚下了他20年的钱，怎么赚的？大家可以脑补。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柳如梅说的，以后还会赚得更多。这是要将绿帽子顺着脖子往下拉到底，比帝王绿还绿啊！于辉，我们要将目光往长远去看，如果不趁着年轻捞一点钱，将来我们拿什么过好日子？你看看那些发廊洗浴中心、KTV 里面的。柳如梅开始给于辉洗脑，大致的意思于辉听明白，那些所谓的有钱公子哥是不可能跟他结婚，而于辉长得高大帅气，对他又好，这确实是做老公的不二人选。所以柳如梅就想着说服于辉，然后留个备胎。柳如梅，你爱和谁睡觉那是你的权利，我也没有权利评价你的对错，因为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有，那也只不过是前女友罢了。饭里有个死苍蝇，如果你没看到，吃了也就吃了，可你明明已经看到，请问你还会去吃吗？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已经分手了，那就好聚好散。我不想将话说得太难听，装过屎的盘子，你洗得再干净，也不会有人拿它来盛饭吃。人们宁愿吃装了一辈子屎的猪大肠，都不会吃装过1次屎的碗里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于辉，你别再幼稚了，你看你现在还住在出租屋里，一个月拿着那丁点的工资，就你这样的收入，能娶到老婆吗？也就我这个小仙女不嫌弃你，我已经答应给你买房买车了，你别不识好歹，到时候你别……于先生，你也在这。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正是上午才见过的沈思佳。沈小姐你好，你怎么在这里？我来银行办一下业务。对了，3000万没问题吧？于辉知道沈思佳要帮他解围，所以故意提这个钱的用意。钱当然没问题，你看，这还是银行送给我的小礼物。什么3000万？于辉，你哪来的3000万？这位不会是你女朋友吧？你赚了3000万，难道没告诉她？她不是我女朋友，我赚了多少钱跟她也没关系。再说，她赚钱可比我容易多了。对了，于先生，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找你有些事情谈谈。没问题。柳如梅看着于辉离开了，她还愣在原地，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3000万。那个，于先生，我想聘请你做我们沈氏珠宝的顾问，你有没有兴趣？月薪多少？月薪30万，亏了算我的。我拒绝。于先生，如果你觉得低了，我们还可以再谈，50万如何？沈小姐，你的条件我是不可能答应的。如果你真的想合作，我倒是有一个方案，要不你听一下。你说说看。我的方案是，我可以做你的顾问，不过我不要工资。这家伙不会是想……于辉知道沈思佳心里想歪了，连忙说道：我的意思是，我帮你赌石，里面切出来的石头除掉你的本金，剩下的我要50%的利润，你觉得如何？那要是亏了怎么办？赌石玩的是运气和胆量，如果说100%能赚，我干嘛要跟你合作？我自己不会吃下100%的利润，为何要分给你一半？沈思佳脸一红，如果能100%的把握能赚，干嘛还要跟他合作？那么关键是，于辉到底有没有这个真本事？好，我同意。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到时候我再给你准备一份合同。明天下午吧，上午我打算去买一台车，下午的话时间正好。至于签合同，我看就不必了。我相信沈大小姐不会黑吃我那一点钱。再说，我也相信跟我合作之后，沈大小姐绝对会离不开我的。第二天，沈思佳坐着于辉买来的新车，来到了一家叫做玉满堂的原石店。沈总，听说你昨天买了一块帝王绿，赚了不少钱吧？沈思佳和这个陈老板在边上闲聊，于辉就开始一块一块的观察。这里的原石每一个都有标价，于辉就是要挑选那些比较有价值的，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于辉一共挑选了11块原石，这些原石个头比昨天要大多了。沈总，就这11块，付账吧。陈老板，算下多少钱？沈思佳没有过多的废话，陈老板开始拿着计算器算价格。沈总，11块原石，一共210万零1块，您给个整数就210万好了。还有，要不要在这里解开？沈思佳正准备点头答应，却被于辉给制止了。沈总，11块石头在这里解很费时间的，我们还是回去再解。于辉一边说着，一边还挤了一下眼睛。沈思佳顿时秒懂了于辉的意思。那行，回去再说吧。正好我公司还有点事情等着我去处理。陈老板，麻烦你找个车帮我送一下。于辉开车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来到了沈氏集团的分公司。与此同时，送原石的2名工人也离开了。于辉，你还会解石？以前没有解过，不过凡事都有第一次，所谓的经验就是从第一次开始积累的。沈思佳也没有再说什么，他就在一旁看着。于辉也没有挑选，就从第1个石头开始。随了切割机响起来，原石慢慢的被切开，差不多过了20分钟后，突然沈思佳眼睛一红，绿了，绿了！一块比成人拳头还要大的翡翠被切了出来。
不过品质也只能算一本。就在这时，一丝绿色气流顺着余辉的手指进入了身体，余辉毫无察觉。第二块原石开始，基本上是相同的操作。黄匪，居然是黄匪！余辉，你太厉害了！一向话不多的沈思佳今天变得特别激动。哇，这么大！黄翡很值钱吗？余辉，你不会不懂翡翠的价格吧？余辉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点点头。透视能力能看到信息，甚至有建议价格，但是面对翡翠，他除了能够看到大小和颜色之外，只能感受到一些灵气波动。这么跟你说吧，翡翠以绿为贵，而又以祖母绿为尊，但这也不是全部。就比如说这个黄翡，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品种，它的价格升值超过了不少绿翡。好了，这些东西以后再慢慢说，我们还是赶快解石吧。只要有刚才的1半大，我们今天就发了。又过了2个半小时，11块石头全部被解开。去找人来鉴定这11块翡翠的价格吧。余辉，11块翡翠经过几名师傅的鉴定，最终价格是3400万，去掉200万的本金，也就是说我们赚了3200万。按照之前的约定，我们一人1600万，这是现金支票，你可以直接拿去兑换。没问题。对了，明天一早你来接我，到时候我们再去。沈总，这玩意天天去的话，别人就会怀疑的。我们要学会细水长流，而且我还需要汲取一些对翡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另外，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行，我给你安排一个办公室，你没事的话也可以去那里上网，查查资料什么的都是可以的。第二天，余辉来到了一家古玩店，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测，然后来到一个梅瓶边上，伸出手去抚摸，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手。就在这时，一股透明的气流顺着他的手指进入了他的身体。终于明白了体内的灵力是哪来的了，那么可不可以主动的不去吸收呢？余辉又走向了另外一件古董，按照自己的想法不去吸收，然而一点反应都没有。果然，这个是可以控制的。哇靠，你在搞什么？你别买就不要碰，弄坏了你可赔不起。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传了过来，是这家店的掌柜兼老板。原来是小鱼啊，不在周老板的店里，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此人叫楚良，和周扒皮关系不是太好，所以顺带着也看余辉不顺眼。我就是来看看，我已经把周扒皮炒鱿鱼了，最近寻思着找份工作，所以就来到这里看看要不要学徒工啥的。就在这时，店里进来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老板，你帮我看看这个值多少钱？如果价格合适，我就卖了。可惜了，可惜了啊！你这幅画破损的都超过30%了，而且最重要的落款和印章部分都没了。这画肯定是古画，如果没有破损的话，卖个几万块钱是没问题的。不过现在嘛，我最多给你500块钱。正板墙、竹子、正品，破损严重，可修复。老板，你能不能多给点？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这学费还不够，要不您稍微再加一点。楚良正想拒绝，却看到余辉好像对这幅画比较感兴趣。小鱼啊，你对这个感兴趣吗？这幅画虽然破损严重，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和谁的画，但绝对是正品。要不你买下来碰碰运气，说不定是唐伯虎的也有可能。那时候你就发了。余辉当然知道这个家伙没安好心，不过这不重要。楚老板说的有道理，阿姨，这幅画我要了，你打算要多少钱？小兄弟，我也不多要，我儿子上大学还少5000块钱，你要是能给我5000块钱，这幅画你就拿走。行，这画我要了。给钱拿画，然后直接开着车子回到了家，就开始利用体内的灵气开始修复，然而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正板墙、竹子、正品，破损严重，可修复，信息内容还是没变，不会是这修复能力失效了吧？想到这里，余辉又拿出一个破碎的茶杯，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这幅画等级过高，或者自己体内灵力不够修复这幅画？正打算再去一趟古玩街，手机就响了，是沈思佳打来的。喂，行，我马上过来。辉接到电话，很快就来到了沈思佳的公司。这里除了沈思佳，还有沈思佳的秘书，叫李文静。找我有什么事？说吧。有一个做原石生意的老板，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想干了，所以打算低价出售这批原石。所以你找我是打算购买这批原石？毕竟对方开出的价格甚至比我去滇南那边购买还要便宜，而且价格已经谈好了，今天就是约定好的打款日期。为了保险起见，所以带你一起去看看，如果没问题就买下来。行。随后3人开着车来到了一间厂房仓库。沈总你好，你来了。陈老板别来无恙。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余辉，这位是陈老板。陈老板，这位是我的司机余辉。一个司机你给我介绍个啥？介绍你身边这位女秘书还差不多。陈老板，我想再确认一下货物，如果没问题的话，我这边随时可以转账。应该的，那我们现在进去看货吧。这个仓库的确很大，在中间位置放着一堆石头，这就是翡翠原石了。沈思佳偷偷的给余辉递了个眼色，余辉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于是来到这个原石堆，直接开启了透视眼。这批原石质量确实要比昨天去店里看到的那些原石质量好多了，出翡翠的几率非常高，最关键还这么便宜。看了大约10分钟，没有任何问题。就在他准备去跟沈思佳汇报工作的时候，无意中看到陈琦身边的这个女人仿佛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余辉顿时心里一惊。
难道自己看走眼了？或者说这里的原石真的有问题？于是余辉围绕着原石转了一圈，然后蹲下身子，将表面的2块原石给掰开，往里面一看，顿时明白了，这些原石都是黑蛋，而且还被开过孔，然后进行过伪装。所谓的开过孔，就是一种简单的检验一块原石是否有翡翠的做法。他们用一种很细的钻头从某一个点开始慢慢的钻下去，再将钻头看看钻头前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有翡翠的话，那么很容易就会被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发现到翡翠，他们就会将这些黑蛋重新伪装，就像现在这里面的翡翠原石一样。难怪会将原石放在这么偏僻的仓库，而且价格会这么便宜。余辉突然想报复他们一下，于是将自己的手掌贴在那块红翡的原石上，然后开始吞噬。这里面的灵气非常浓郁，甚至超过了那些古董不知道多少倍。大概吸了1分钟左右，这块红翡已经没有丝毫灵气可以吸收了。然后接着第2块，这次是2只手分开进行吸收的。大概过了2分半，余辉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块完好无损的翡翠原石。余辉，怎么样？没问题吧？没问题，这些石头拿回去建房子挺好。你别胡说八道，这可是正宗翡翠国买过来的老坑原石料子，年轻人不懂就不要瞎说。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用钻头开孔检查里面是否有翡翠，然后再进行伪装，上面再放一些没做过手脚的翡翠原石来一个鱼目混珠，想蒙混过关。陈老板，我说的没错吧？陈奇，亏我还相信你跟你做生意，没想到你这人这么坏，你这属于诈骗，我这就报警。沈总，我求你了，别报警，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我也是被人给骗了。余辉，你怎么看？这个小娘皮坏的，想让他来做恶人。沈总，我就是个小司机，我哪知道怎么办？对了，我去将车打扫一下。沈思佳最终还是没有报警，而是警告陈奇2句，也就离开了。回到了家后，余辉感觉小腹有一股热流，一泻千里，应该就是吸收进体内的那种灵力。于是拿出古画开始修复，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体内的灵力正朝着古画移动。过了半个小时后，正板桥、竹子、正品，收藏价值极高，市场价格1000万左右。哈哈哈！连忙收起古画，给黄光年打个电话。此时的黄光年正在和老丈人关玉和看着一件物品。光年啊，你这次又打眼了。这幅画是民国时期的仿品，也就值个18000块钱。公府，刚刚您手机响了，是一个叫余辉打过来的，我将地址告诉他了，可能等一下就会到。黄光年脸上一喜，余辉找他，8成是有好东西了。哦，谁说要来？他叫余辉，就是那个卖印章的人，还有第一次就切出了帝王绿的那个。很快，余辉按照地址来到了关玉和家。余辉呀，你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岳父他老人家。一番介绍，大家也算是认识。余辉呀，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也是一幅字画？余辉点点头，然后直接将字画打开铺在桌子上。关玉和只看了一眼，眼神顿时一眯，连忙拿起边上的放大镜，开始仔细的看了起来。爸，如何？郑板桥的字画，真品。我来看看。关静雅连忙拿起边上的放大镜，认真的看了起来。只不过他看的不是画本身，而是看下面的印章，或者说他只看个热闹。贺柔是谁啊？让你好好读书你不读，整天就知道玩。郑板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李安，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清朝人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关玉和这是对关静雅说的，顺便也是对黄光年说的。只是拿着放大镜看了一回，就这么笃定的说出了全部信息，这位老者不简单啊。余辉对吧？你这幅画是捡漏来的？是的，老先生，是一位。余辉没有实话实说，因为一旦说了实话，这件事情立马就会被人发现到问题。余辉，这幅画我要了，你说多少钱？余辉哪里好意思开口？关玉和看出了余辉的犹豫。这幅画保存非常好，按照郑板桥的名气和这幅画本身的价值，一般市场价在1000万左右。当然，这只是一个市场价，如果放在拍卖行的话，卖个1200、300万也有可能。如果遇到喜欢收藏字画之人，这价格可能还会更高。行，就1500万吧，我要了。皇叔，我们也算是熟人了，我哪能收这么多？正如刚刚关老说的，这是拍卖行的价，要不就一口价，皇叔给个整数就行了。行，就当我占便宜了。两人交易完成之后，余辉正准备离开，却被关玉和喊住了。小鱼呀，这里有一幅字画，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关玉和边说边把旁边的字画打开。其实这幅字画是黄光年今天被坑了50万买来的。余辉不太明白关玉和的意思，不过还是点了点头，于是直接开启透视，看了一会，基本信息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说出来，而是假装看了几分钟。此画从明面上看是一幅明朝的字画，落款仇英，但是问题就偏偏出在这儿。古代人都有字或者号之类的，一般不会将自己的名字直接留在字画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落款就能看出来这幅画绝对不是正品。从纸张来看也不像明朝的，而且画这幅画的人可能画工也是一般，模仿痕迹很重。最关键的还是落款这一块，仇英2字简直就是画蛇添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幅画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仿品。了不起呀，观察入微，分析透彻。像你这样心细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没错，这幅字画最大的败笔就是落款。小鱼呀，我觉得你心很细腻，
眼光也不错，但是我发现你缺少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不知道你这些东西都是跟谁学的？可曾有师傅？关老说的没错，我的确没有什么相关方面的理论知识，而我懂得这些其实都是在周老板店里做学徒偷学的。那你有没有兴趣拜我为师？关玉和突然的一句话，让屋里3个人都愣住了。小鱼，快答应下来！于辉终于反应过来了，连忙下跪行礼。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好，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关玉和第4个徒弟了。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如今你对古玩的理解缺乏的是经验，这本书你带回去先看一看，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于辉开心坏了，其实他一开始就想拜师的，结果没想到现在梦想成真了。上集说道，我拜了关玉和为师，还送了一本古玩秘籍给我。晚上7点，黄光年带着于辉还有一起跟来的沈思佳来到了古玩交流会。酒会在一个私人庄园，主人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叫蔡国权。黄董可把你盼来了，这不是沈总吗？没想到沈总居然也来了，真是荣幸之至。蔡国权一上来就很热情的和黄光年还有沈思佳打招呼，完全无视了于辉。蔡总，我就这点爱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于辉，是我岳。原来是于先生，欢迎欢迎。黄董，我们先进去说话吧。于辉穿着很普通，跟在黄光年后面怎么看都像是跟班和司机。于辉，你怎么来这里了？于辉很意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柳如梅，不过一想就明白了，肯定又是勾搭上哪个大冤种了。我知道了，跟那个富婆过来的对吧？看不起我，结果自己还不是这个德行。于辉，我能和你谈谈吗？柳如梅，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上次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我们已经分手了。我现在还能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话，那是因为最近我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小日子过得不错，我看你是被人家给包养了吧？还3000万，你骗鬼还差不多。你真有3000万，还会穿这种衣服？于辉，不是我看不起你，既然你现在也这样了，那我们谁也不要说谁了，我们一起努力挣钱，然后买房买车，等钱挣得差不多了，我们就结婚，到时候我们再做一些生意，这样我们也算是公平了。你觉得如何？搞了半天，柳如梅以为自己被沈思佳给包养了，也就是小白脸的意思。居然还谈什么一起努力挣钱？怎么努力？躺在床上叫亚麻爹吗？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就不妨碍你赚钱了。对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话，你以后也别来打扰我，最好我们就装作不认识。于辉，我们走着瞧。时间缓缓而过，转眼到了8点，人也来齐了，这时候也就是开始正戏。各位，首先感谢大家今晚来蔡某这里参加古玩交流会。这古玩交流会，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了。作为东道主，那就由蔡某来抛砖引玉。诸位，这件青花瓷梅瓶乃是蔡某不久前得到的，没有底价。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前一观。青花瓷梅瓶，民窑真品，价值约50万。于辉如何？民窑制品一般般。于辉的话不多，不过他要说的意思已经说明白了。这位小兄弟好眼力，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这件青花瓷是民窑制品。那不妨请小兄弟详细的说一下这件青花瓷梅瓶的特点，如何？转眼间，蔡国权已经将于辉的名字给忘记。于辉原本是不想出风头，不过一再被人无视，他也是有点小脾气。这件梅瓶为6棱梅半形，瓶身主画面为秀才在亭子中凭栏吹箫、看书2组画，附折枝栀子花等纹饰。这是典型的万历士官家明烧时期的青花瓷的典型器物。现场众人顿时想起了，不管于辉说的对不对，但就这份言论就值得众人哗众取宠，胡扯八道。就在众人鼓掌的时候，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过来。说话之人是柳如梅身边的那个人，叫强哥，全名刘传强。他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看来是被柳如梅怂恿，而且没少在刘传强面前说于辉的坏话。你是老刘家的小的吧？那你来说说，刚刚于辉说的哪里不对了？据我所知，他就是个穷小子，在古玩店里做了半年学徒。大家都知道古玩这一行博大精深，怎么可能只做过半年学徒的人能够看得懂？他这不是胡扯八道、哗众取宠又是什么？还别说，强哥这几句话说的真没毛病。一个干了半年的学徒怎么可能懂这些？我看八成就是在胡说八道。一时间众人开始窃窃私语，不过大家也看出来这个年轻人是黄光年带过来的，不管说的对不对，也不会有人像傻子一样站出来说话。简直荒谬！诸位，有件事情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于辉是我岳丈的关门弟子，之前在古玩店当学徒，只不过是出来历练一下罢了。至于说的对不对，这里大家都是内行人，一看便知，何来哗众取宠一句？蔡总，你是东道主，总得有个说法吧？这要是让我岳父大人知道了，恐怕……黄光年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都震惊了。黄光年的岳父是谁？这里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原来是关老爷子的高徒，我就说嘛，一般人怎么可能说得出这么专业的知识？对，没错，刚刚这位小兄弟说的真是令我心服口服。这件梅瓶我敢打赌，100%是万历年间民窑制品。一时间，所有的风向全部都变了。现场脸色最难看的莫过于3个人，一个就是东道主蔡国权，另外2个人自然就是柳如梅和被当成枪使的刘传强了。刘先生，关老先生的得意弟子，岂能容你在这里污蔑？
我这里不欢迎你，请你现在立即离开。滚蛋！刘传强此时的脸色非常难看，他怎么也没想到柳如梅口中的穷屌丝居然会是关玉和的徒弟，他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乔哥，别听他胡说，他就是个……闭嘴，还不都怪你这个女人！强哥，好了，各位，我们继续进行今天晚上的交流会。这件梅瓶正如于先生所说的一模一样。如果对这件梅瓶感兴趣的各位，现在可以出价了。我出20万，这可是于兄弟鉴定过的，我出30万。你现在出名了，人怕出名猪怕壮，乌龟壳硬怕水烫。出名不一定是好事，低调才好发财。接下来这件物品，说实话，我看不准，我也找人帮忙鉴定过，不过都看不太准确。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出手，先要做好打眼的准备，事后蔡某人概不负责。蔡老板，赶紧将宝物拿出来吧，规矩我们懂，打眼了那也是我们眼力不够。就是，赶紧亮出你的宝贝吧。诸位请看。众人抬眼望去，只见蔡国权拿出的这个瓶子个头不大，也没啥特别之处，和之前那个梅瓶的看相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顿时很多人都不太感兴趣。隐青瓷也称印青，隐青又名青白瓷，北宋，产地景德镇，真品，收藏价值极高，预估市场价200万。余辉，好东西。余辉点点头，然后将嘴巴凑到沈思佳耳边说了一句话。沈思佳脸一红，因为刚刚他误会了，还以为余辉要亲他。还有一个原因是沈思佳的耳垂特别敏感，被余辉呼出的气体这么一吹，顿时奇痒无比。那个，我出2万。沈总，这东西不太像真的啊。没事，我买回家插花。诸位，这个花瓶我是花了20万买的，如果没人继续出价，那这个花瓶就归沈小姐所有了。老蔡，既然沈小姐已经出价了，又没其他人出价，赶紧交易吧。我们还等着下一件物品呢。于是，这个隐青花就到了沈思佳的手上。余辉，好东西，回去再说。这时候，轮到其他人开始拿出自己的藏品。诸位，这是张老板前几日去京城的时候无意中捡漏的一件物品。这块玉佩据说是康熙皇帝随身佩戴之物，当时是花了80万买来的。一听说可能是康熙皇帝所佩戴之物，所有人顿时都很感兴趣。余辉，我打算出手了，你认为多少合适？80块可以出手。你的意思是这个玉佩可能是？不是可能，是一定，而且成本价估计也就100来10块钱。一种是水货，一种就是……我出100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所谓的康熙爷的玉佩已经被人200万了买走。等所有物品都已经交易结束的时候，黄光年一口气已经购买了5件物品，而余辉一共买到了3件。余辉，快跟我说说，你买这3样东西有什么出处？是不是大漏？皇叔，这个现在不好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3样东西你先拿回去放着，明天我再到你那里去，到时候我们现场研究，你觉得如何？没问题，明天正好我女儿她也回来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我感觉你们差不多大。登门拜访黄光年家，他女儿就嫌弃我送的兰花小气。然而当他们知道价格后傻眼了。第二天，余辉正打算去黄光年家拜访，发现这空手总归不太好，于是拿起手机开始问度娘，关于第一次去拜访有钱人带什么礼物比较好。看到这里，余辉眼睛一亮，盆栽。一进入花鸟市场，余辉眼睛都看花了，精挑细选之后买了2盆兰花，最后想了下，感觉沈思佳办公室里好像挺单调的，于是就多买了2盆。回到车上，几盆兰花都还不错，可总感觉缺少一些灵性。余辉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于是伸出一只手放在兰花的根部，开始调动体内的灵气，缓缓地朝着兰花输入。只见这颗兰花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之前那些斑点没了，但是现在整体颜色也变得鲜艳了许多。物品名称：春兰，价值10万。余辉终于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了，那就是开一个档次高一些的盆栽店。想到了这里，余辉连忙又将另外3盆兰花给改造了一下。静静啊，我听沈总说你有男朋友了，是不是真的？没有啊，我刚刚毕业才1年多，还没谈呢。静静啊，那你觉得我……余辉，你进来一下。干什么？余辉，这2盆兰花得不少钱吧？还行吧，你要是拿出去卖，这2盆兰花怎么着20万也是可以卖的。很快，2人来到黄光年的别墅。当黄光年看到沈思佳也跟着来的时候，顿时有些意外。难道他们2个真的？见面打招呼，再介绍等常规操作结束后，大家也就认识了。你就是我爸新收的徒弟余辉吧？师姐你好。光年，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声师姐叫的感觉我变年轻了好多？其实这声师姐余辉有些不好意思喊出口，毕竟关舒雅都50岁了，按照年龄就应该叫声阿姨。哟，思佳也来了，你们2个是在谈朋友吧？余辉，现在你可以跟我说说你昨天买了3件物品的出处了吗？年哥，这第一件物品叫隐青瓷，隐青瓷也称印青，初步估计市场价在200万左右。至于第2件物品，余辉口若悬河地说的他捡漏的3件物品。你是说你昨天晚上花了30万买来的3件物品，实际上价值超过了1000万？年哥，这捡漏也看运气，
就比如这次交流会来说。余辉，那你接下来准备做些什么？要不开个古玩店如何？到时候我照顾你生意。我要真开了古玩店，估计店里面几件东西全被你清光了。暂时还没有决定，不过我打算开一家盆栽店，到时候还要麻烦年哥帮忙给我照顾一些生意才行。黄光年一听，直接傻眼了。特么的，你有这个本事不去开古玩店，好歹也去玩玩翡翠玉是啥，去开什么盆栽店？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余辉呀，这盆栽店能赚几个钱？我跟你说，就开古玩店，这玩意儿绝对是暴利。黄光年直接给余辉做起了政治老师。思佳，你和这个余辉是怎么认识的？沈思佳回想下，然后开始简单的说起来这段时间的事情，当然这里面也是经过删减的。你别小看他这个人能耐大得很，不管是对古玩还是翡翠原石，至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失过手。不过他就是很好色。沈思佳有意无意开始败坏余辉的名声。好色？不至于吧？我听我爸说他挺正直的啊。黄英哪里知道沈思佳这是故意在给余辉抹黑。这你就不懂了，他可好色了。就他现在合租的房间里住着3个女的，每天给他们做饭、洗衣服、拖地。他要不是好色，干嘛做这些？还有就我公司的女秘书余辉，有事没事的就去跟他搭讪。还有他那个前女友。总之他这个人能力是有，但是缺点同样很多，以后你得防着他点。沈思佳昧着良心将所有的脏水全往余辉身上泼，还别说，黄英真的有点相信了。思佳，那你还和他在一起就不怕他占便宜？哎，这我也没办法，现在金陵城这边的生意都是我在打理，而最近的翡翠又比较短缺，只能和他合作了。而且他这个人还特别小气，上次让他开车送我一趟，结果你猜怎么着？还让我给报销邮费呢。沈思佳一通乱扯，反正就是要让余辉给黄英留下一个坏印象。但是说到小气，黄英确实是有点相信，因为余辉过来什么礼物都没买，就买了2盆兰花，这不是小气是什么？吃过午饭，余辉就带着沈思佳离开。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一张1000万的支票。其实余辉真的没打算出售那3件物品，但是黄光年死缠烂打，他也就没办法了。思佳，你是不是跟那个黄英说了我什么坏话？我怎么感觉到他对我好像有什么意见似的？没有啊，是不是你想多了？另一边，黄家，黄英，今天你是怎么回事？人家余辉过来吃个饭，你干嘛故意针对他？你爸说的对，余辉是你外公的弟子，按辈分你得喊他一声叔。人家第1次登门来吃个午饭，你这样太没礼貌了。爸妈，这个叫余辉的可能不是好人。黄英将沈思佳跟他说的事情以及自己猜测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次，黄光年顿时被气乐了。这小丫头还是太单纯了，怎么可能是沈思佳的对手？黄英，如果这个余辉真的是和沈思佳说的，他们2个会有合作关系。如果余辉的人品真的有问题，你外公会看不出来。我承认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是我不对，可是他也不尊重我们呀。第1次来我们家吃饭，怎么着也得买点礼物啥的。就算你不买礼物，哪怕空手来也不说什么。可是你看看，他就送了2盆兰花，这不是埋汰人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思佳说的对，余辉这个人既好色又小气。那你知道这2盆兰花多少钱？黄英摇了摇头，黄光年也没多做解释，他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话就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来了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老李啊，不好意思啊，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来的人姓李，全名李星河。这个李星河和黄光年不同，黄光年热爱古玩，而李星河酷爱盆栽，对盆栽有着相当的研究。老李，你先帮我看看这2盆兰花大概值多少钱？李星河点点头，然后端起1盆兰花，这一次脸色就是一盆，然后又端起另外1盆，同样如此。好吧，老黄，你在哪里搞来的宝贝？这是故意喊我来炫耀的吧？不对，你这家伙只喜欢古玩，啥时候对盆栽感兴趣？老李，你先别管我这盆栽是哪来的，你就告诉我这2盆如果拿出去卖，大概得值多少钱？你这2盆兰花，不管是看相还是品种都比较稀有，而且正好是2盆相对应，其价值还要升高一个档次。老黄，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2盆兰花，如果单独的去卖的话，最少也得10万块钱1盆。如果是2盆搭配着一起卖，这个价格还要再提高一些。此话一出，黄光年一家倒吸一口冷气。你说你不会看错吧？如果说是别的东西，我可能还会看走眼，但是对于兰花来说，我绝对不会看错。哼，黄英，你管这个叫小气？黄英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毕竟事实摆在眼前。不过这好像也证明不了什么，已经被沈思佳洗脑的他就是觉得余辉不讨喜。上集说到，登门拜访黄光年家，我送出价值20万的兰花，却被他女儿嫌弃我小气。离开黄光年家后，2人还是来到了之前那家叫做玉满堂的原石店铺。沈总，午饭吃了吗？要不我请沈总吃饭。午饭刚刚吃过，今天过来主要还是想买一些石头。余辉没有理会2人的谈话，而是开启了他的实验过程。他感觉透视能力升级了，今天就是想来试验一下能不能将翡翠原石的数据给读取出来。如果能够将翡翠数据化，那么所谓的专业知识将会变得一文不值。物品名称：翡翠原石，产地：翡翠国，价值5。果然如他所想的那样，全部数据化。抑制住激动的心和颤抖的手，余辉开始一块一块的看了过去。物品名称：翡翠原石，产地：翡翠国，价值300万。
只见在翡翠原石中间部位有一块约成年人拳头大小的翡翠，呈青绿色。只可惜不是帝王绿。挑选了1个小时后，余辉这一次没有挑太多，一共只挑了7颗原石，按照上面的价格，总共也就200多万。陈老板很是慷慨的将零头给抹去，然后装车送货。余辉，你觉得今天我们能赚多少？别看这次只有7颗原石，它的价格远远要超过上一次。余辉这可不是乱说的，上一次因为没有数据化，但是这次不同，他只看最终的价格是多少，少于300万的他绝对不会下手。一听说不会少于上次，沈思佳一脸兴奋，因为除了自己赚钱，余辉也会赚钱。那么余辉赚了钱，以后也就相当于是他的钱。随着切割机的轰鸣声响起，原石表皮被一点一点的切掉，当切面处出现了一抹红，沈思佳惊呼出声：哇，居然是红翡！余辉，你太棒了，这下我们发了。沈思佳高兴的趁着余辉不注意，还在他脸上嘬了一口。看到哥的实力了吗？你行吗？这一块红翡的价格给出的数据是8000万，就算对半分的话，他也能分到4000万。剩下的你就找个师傅来开吧，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余辉离开沈氏珠宝公司之后，他就想着开花店的事情，先搞一份稳定的产业，然后再将自己的父母还有妹妹接过来住，从头转到尾也没有一家空的门面房和房租转让、店面转让啥的。余先生，正想着怎么办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这是一个差不多30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这个人余辉见过，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正是之前古玩交流会上那些有钱人之一。你好，那晚人太多，所以……余先生，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方雅。方小姐你好。余先生，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面对方雅的询问，余辉也没有隐瞒，把自己想开一个盆栽店的想法说了一遍。余先生对盆栽还有研究？略懂而已，主要是我父母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开一个店给他们照看着。这年纪大了，在家里闲不住，让他们养养花草啥，我觉得倒是挺好。余先生，这个店面的问题我倒是可以帮忙。前面的那4间店面你看到了吗？这边都是我的产业。余先生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让2间出来。哦，方小姐，这不太好吧？没事儿，原本我也觉得想一次性租出去不太容易。既然余先生正好需要，我分2间给你正好，剩下的2间到时候也比较好出租。余辉点点头，他也不是一个太过于矫情的人。那行，方小姐，你这租金多少？我直接转给你。余先生，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钱不钱无所谓，你要是需要拿去用好了，再说姐也不差这点钱。余辉不是傻子，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个方雅和他也只不过见了1次面，现在上杆子送给他店面，如果说没有原因打死他都不相信。缠我身子好像不太可能，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己是关羽和徒弟这个身份。余先生，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只要你别将我这个店给拆了，随你怎么折腾都行，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那行，等我店开张了，我请方姐吃饭。就在余辉准备去买材料布置店面的时候，手机响了。余辉，你下午死哪去了？我给你打几10个电话你都不接。我下午在忙，手机放在车里没听到。那个，我下班了，你来接我吧，我们先去吃饭，我等你哦。余辉身子一颤，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余辉，你猜我们赚了多少？1个亿。错，我找人鉴定过了，最少有1.5个亿。怎么样，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也就是说，我们2个人每人可以分到7500万，我先给你转500万，剩下的我帮你保管着。1.5个亿，你就给我500万？我只是帮你保管着，怕你乱花，又不是不给你，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不是，这1.5个亿分给你1半，然后剩下的1半你还给我保管，这凭什么？你是我老板，又不是我老婆，这钱必须得给我，不然我们的合作取消。沈思佳很不开心，不过貌似余辉说的也没错，他们2个只是雇佣关系，不是那个啥关系。见沈思佳不说话，余辉也没办法了。500万就500万吧，你先给我，这2天我开店需要钱。你开店了？什么时候的事？你真打算开盆栽店啊？你有这个精力去赌石赚钱，速度不是更快吗？赌石总不可能天天去吧，我总归要有一些事情做的。目前开古玩店不太现实，现在哪一家古玩店不是开了10几20年的？你总不可能就搞一个店面在那里开着就叫古玩店吧？那你开这个店找谁来看？所谓开店容易守店难，你能保证每天都待在店里？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余辉早就想过了。现在合租屋里有3个女人，找一个帮忙看店应该还是可以的，大不了多给他们一点工资好，反正自己也不缺那点钱。最关键的是看着养眼。沈思佳一看余辉嘴上那个贱贱的样子，就知道肯定在想着什么龌龊的事情。吃过晚饭后，将沈思佳给送了回去。路过窜稀机的时候，他买了一个全家桶套餐，然后带了回去。他要回去找胡美琪3个人，询问一下谁愿意给他看店。表弟啊，你是不是又发财了？算不上发财，就是赚了一些。对了，你们3个人最近工作怎么样？余辉开始试探一下，如果3个人的工作都还不错，那他只有换别人了。还行，就是我那个老板总是色眯眯的。我也还行，工作不累，上班还可以玩手机，挺好的。别提了，我都不想干了。最近新来了一个经理，整天让我们做这做那的，今天晚上还拖班了1个多小时，而且他也是好色的要命。小小，那你现在1个月有多少钱？去掉5险1金，1个月拿到手差不多也就4000块钱。那你1个月能留下来多少钱？一提到这个，包小小有些不好意思。差不多1000块吧。这开销有点大了吧？
用不着吃惊好吧？女孩子消费很高的，每天坐车，还有零食、化妆品、衣服，我能留下来1000块钱已经很多了。琪琪基本上都是月光族，好吧？小小啊，我打算开一家花店，要不你去给我看店吧？每个月我给你6000，你觉得如何？余辉之所以给6000，其实这里面就包括了5险1金。表弟，你要开店，带上我一个行不行？最近我这工作也不想干了，都累死了。小柔，不对啊，你刚刚还说工作挺好的，而且还可以玩手机来着。我那不是报喜不报忧吗？还不是不想让你们担心。还有我那个经理也是一个色鬼，昨天还想占我便宜呢。不对啊，你经理不是女的吗？女的怎么啦？她是拉拉不行吗？那行，你们2个正好，顺便有个照应。那个表弟啊，他们2个你都要了，要不也把我要了吧？我跟你说，做生意这一块我可是老手，一个月最少给你多盈利20%。你看他们2个看店，总需要有个领导者吧？我去给你当店长，如何？胡美琪更干脆，直接连职位都想好了。余辉正准备答应下来，结果他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黄光年打来的。上级说道：“我利用透视能力秒赚1.5个亿，美女老板却只分我500万。为了摸清他奇怪的行为，我决定测试他。”半个小时后，余辉就来到了黄光年别墅。余辉，你总算来了。王英，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给余辉泡茶？哼！余辉，你来帮我看看这幅画，我感觉是真的，但是又觉得哪里不对。这幅画上面有山有水，小船上面还坐着一个正在钓鱼的人。余辉看不出来所谓的真假，所以直接开启了透视。民国仿宋垂钓图，内有乾坤，难道是画中画？于是用手捏了捏纸张，这厚度不像是画中画，因为厚度不够。奇怪，用透视眼看过去，这的确就是一幅明仿宋的垂钓图，但是这内有乾坤是几个意思？就在这时，黄英端了一杯茶递给了余辉，先喝茶。谢谢。也没在意黄英的不礼貌，直接喝了一口。这时候黄光年也看向了余辉的茶杯，顿时老脸一黑，然后狠狠地瞪了一眼黄英。余辉，这茶叶放多了，味道太重，我去给你换一杯。等等，太重，怎么了？余辉没说话，而是用手掂了掂这幅画的重量。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于是开始拆解画轴。画轴打开，没一会，余辉从画轴里面掏出来另外一幅画出来。这是画中画，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叫画中画。画中画的含义指的是用另外一幅画遮挡住想要遮挡的画才叫画中画。至于这个，那这幅画值多少钱？黄光年根本就没有要听的意思，而是直接问起了这幅画的价值。年哥，我还没看呢。晚清子真字帖，真撇，市场价200万左右。何绍基，字子真，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尤其是擅长草书。这幅字画就是出自何绍基之手的草书字帖，相当不错的。3言2语，余辉就将这幅画的来历和出处说了一遍。何绍基是不是和珅家亲戚？余辉，那你快说说这幅画值多少钱？这幅字体保存完好，市场价应该在200万左右。余辉呀，多亏了你，不然谁能想到这里面还藏了一幅画？所谓见面分一半，我给你转100万。在古玩界有个规矩，那就是找人来帮忙鉴定古玩是要抽成的。不过黄光年有的是钱，他所需要无非就是这种简陋的快感。至于见面分一半，那是分赃，不是抽成。年哥，你说笑了，这个钱我能要吗？再说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年哥在帮衬着我，我就更不能要这个钱了。只不过下次这茶叶少放一些就行了，或者是白开水也可以。哼，小气，开个玩笑都不能开。年哥，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把朋友圈装杯了。离开黄光年家后，余辉带了包小小买了种子，还有订了一些形状好看的盆栽，直接来到了他的门店，打扫一下卫生，开始布置店面。过了2个半小时后，整间店铺顿时有种4、5间大的拓展。表弟呀，这个是不是小了点？不小，一点都不小，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了。表弟，你往哪看呢？你真坏！沈思佳刚刚来到店里，就听到了包小小说的那2句话，哪里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这个臭流氓，你要看我的不行吗？随后不着痕迹的瞥了自己胸口一眼，虽然不小，但还是有些差距。沈总，你来了。我就来看看。余辉，你这里需要装一台中央空调，然后还有这个门要弄成移动门，另外你还需要做一个广告牌，还有名片。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思佳，可以啊，我感觉你当总经理屈才了，要不你来给我当店长吧？行啊，那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1个月工资6000，5险1金啥的，自理。余辉，要不我投资吧，我们一起开如何？你想都别想，这家店是以后留给我妹妹做嫁妆的。就在这时，余辉购买的货架也送来了。沈思佳看了一会也就离开了。表弟，这个沈总对你有意思。小小，屎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沈思佳是谁？沈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沈氏珠宝精灵分公司的总经理。要家世有家世，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他会对我这个穷屌丝有意思？如果他对你没有意思，这大下午的这么热，他跑到这边来干嘛？买花？还别说，包小小这么一分析，真有那么一点可能。这几天的相处，沈思佳确实有点怪怪的。
小小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上班了。这2天我有些事情，所以这边就交给你了。明天上午会有人过来装移动门和中央空调，到时候装好了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余辉决定试探一下，如果沈思佳真的对自己有意思，那自己还开什么店？吃软饭它不香吗？思佳，我订了个包间，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我请客。一听这话，沈思佳大吃一惊。平时吃饭都是沈思佳掏钱买单的，这家伙就会白嫖。今天居然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无缘无故的，干嘛要请我吃饭？这不今天下午你给我出了几个好主意，我觉得非常实用，所以我这不是感谢你吗？那你愣着干嘛？还不快来接我？测试第2步，找一家很普通的饭店，如果对方对你有意思，哪怕就是一个烧烤摊也不会嫌弃。所以余辉选了一家档次比较低的饭店，从面部表情观察没有明显的厌恶症。接下来就是测试第3个环节，让对方点菜，看对方是否记得自己喜欢吃什么。4菜1汤，2个菜是余辉平时喜欢吃的，还有2个菜是他自己喜欢的。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来，沈思佳还是比较细心的。接下来就是测试第4个环节。思佳，我觉得你昨天说的很对，这男人身上钱多了就容易学坏，所以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张卡还是由你来保管。这是我今天下午刚办的一张卡，里面有1000多万，等我需要的时候你再给我。沈思佳一听这话，心中一喜，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什么。那行，我帮你收着。不过先说好，我只是作为朋友帮你代保管而已，你不用告诉我密码的。测试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大半，余辉得出一个结论，包小小说的可能是真的了。至于最后几个阶段，拉拉小手，亲亲小嘴，打打扑克牌，暂时还不能操之过急。余辉，你上次不是说回老家去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你能跟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吗？你别误会，我就是随口一问。其实也没啥好说的，我的家庭很普通的，改天我介绍给你认识。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要准备什么礼品？毕竟这是第1次见面。还有，叔叔抽烟喝酒吗？阿姨喜欢什么牌子的化妆品？还有小妹。余辉有些跟不上沈思佳的节奏的变化，自己貌似只是随口这么一说，两人仿佛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仿佛又没有。吃过晚饭后，两人一路走一路商量着，很快也就来到了古玩街这边。思佳，等下如果遇到好东西，到时候你要配合我一下。没问题，怎么配合？比如我看到一件好东西，而摊主开价又特别高，这个时候会给你一个暗号，你就反对我买，甚至还催促我离开。看了大约5分钟，就看到这个摊位上有人正在谈价格。这个可是乾隆时期的真家伙，你给2万拿走。余辉瞥了一眼摊主所说的2万块钱的东西，这是一个笔筒，样子挺好看的。花了1000块买的笔筒，转手卖了50万，但下一秒就尴尬了。这东西还2万，你怎么不说是明朝的？500块钱，你要是卖我就拿走。500块，你打发要饭的？你要是诚心想要，1万块低于这个价格不卖。余辉有些紧张，他现在真怕这个男人答应了这个价格将这个笔筒给买走，因为这个笔筒是真家伙。1万块你怎么不去抢？我最多给你800块，你要是卖我就拿走，不卖就拉倒。就在摊主准备答应的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老黄，你又来扫货了，怎么样？有没有碰到好东西？开价800块，这个人回头一看，原来是熟人，于是连忙和那个人聊起来。古玩行当里有个规矩，那就是别人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你不可以去插嘴，更不可以去竞价或者是抢生意啥的，除非等这个人离开或者是放弃购买，你才可以出手。老板，这个1000块钱卖不卖？小兄弟，我看你也是识货之人，你给2000直接拿走。余辉摇摇头，这是在给沈思佳打暗号。老公，别买了，刚刚那个人只出800，而且你都买过好几个了，没一个是真的，还是省点钱给孩子买奶粉吧。沈思佳边说边摸着肚子，演得还挺逼真。行，那就不买了，走吧。等等，小兄弟，你是我今天第一个顾客，1000就1000吧，就当开个张了。于是扫码支付，拿着笔筒离开了。这个摊主一阵得意，开门大吉，今天就算一笔生意不做，他也够本了。与此同时，刚刚那个老黄也跟朋友聊完了，转身又回到了这个摊位。老板，800块你要是卖，我就……笔筒呢？余辉，这个值多少钱？这个是清初7时代的笔筒，按照如今的市场价，差不多值50万左右吧。就这么逛一下50万就到手了，古玩竟然这么赚钱。余辉，那我们继续。小兄弟，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叫喊声，正是之前的那个讨价还价姓黄的男人。难不成这个家伙是来找麻烦的？小兄弟，你手上这个笔筒之前是我看中的，只不过我和一个朋友说几句话，然后就……这位先生，古玩行当的规矩你应该懂的吧？小兄弟，请放心，这规矩我自然明白，只不过我比较喜欢这个笔筒，正好我打算去拜访一位故人，原本打算将这个笔筒送给他的，现在这个笔筒被小兄弟买走了，不知道小兄弟愿不愿意割爱？原来如此，那不知道您愿意出多少？只要价格合适就卖给你。小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10倍的价格，怎么样？余辉听明白了，这家伙肯定看出了这个笔筒的价值。现在他在试探自己认不认识这个笔筒，如果不认识，那么他出10倍的价格，自己多数是会卖的。不怎么样，我留着玩挺好。等等，那小兄弟说多少合适？主要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笔筒。
这样啊，你要是真想要，那就50万吧。小兄弟说笑了，一个笔筒而已，我给1万块已经算是很高的了，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吴帮所制作的笔筒，如果连50万都不值的话，这话说出去，您信吗？此话一出，这个姓黄的男人终于确定余辉绝对是个好人。小兄弟果然厉害。好吧，既然小兄弟已经知道了这个笔筒的出处，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就按照小兄弟说的，50万这个笔筒我要了。交易完成之后，姓黄的男人也就离开了。余辉，这件古董我也有功劳，你要怎么奖励我？沈思佳连忙开始表功劳了。余辉觉得沈思佳说的也对，毕竟刚刚还配合自己演戏，如果直接说分一半给他，可能还不太高兴。这样，下午我陪你去逛街，看上什么直奔买，所有的消费算在我身上，这总行了吧？这可是你说的，我要买包包，我还要买衣服鞋子，还有……就在这时，余辉的手机响了，是关静雅打来的。喂，好的，我马上过去。是女孩子。我师傅让我过去一趟，刚刚打电话的是我师傅的孙女，叫关静雅。与此同时，关玉和的家中此时正有一位客人，正是在余辉手里花50万买了一个笔筒的男子，全名黄云飞，也算是金陵城比较出名的一个古玩爱好者。云飞呀，等一下我新收的徒弟就过来了，以后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他是一个很好的苗子，现在缺少的就是一些理论知识，不过眼力劲还是非常不错的。耿老，您的眼光我还是非常相信的，我真有些迫不及待想认识一下您的这位关门弟子了。要说年轻人比较厉害的，今天我还真的遇到了一位。黄云飞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个笔筒，然后开始说了起来。哦，还有此事，就凭随便看几眼就知道这个笔筒的出处。半个小时后，关静雅就领着余辉两人来到了大厅。余辉呀，今天叫你过来是想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你们以后也要多走动走动。云飞，这位就是我新收的徒弟，他叫……是你。你们两个认识？于是黄云飞有些哭笑不得的开始解释起来。云飞呀，你这个亏吃的不冤。余辉，云飞带来了一件古怪玩意，你也来看看吧。所谓的古怪玩意，当余辉看到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真古怪，和宝莲灯里面杨戬还有沉香手里拿的宝莲灯有5成相似。余辉想，这肯定是关玉和想考验他的眼力，于是只能依靠透视能力才行。物品名称：宝莲香薰，又名青铜香薰炉，时代汉朝，价值10万，收藏价值一般。余辉看出来了什么？师傅，这个东西首先它是一件青铜器制品，物品看形状应该是一个类似于香炉的东西。不过青铜器这玩意出土的文物比较多，其本身价值并不是太高，因为它们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所以我断定这个东西的价格应该不会超过30万，甚至还要更低。不会吧？这玩意是香炉？原本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大漏，所以来这里是让关玉和鉴定一下，顺便还想炫耀一番。耿老，您说说呗。黄云飞最后还是将目光看向了关玉和，因为余辉实在是太年轻，再加上刚刚说的话基本上都是模棱两可。云飞呀，这件物品余辉刚刚说的已经差不多了，它其实就是一个香炉，或者叫香薰也行。不过你这一件香薰很显然是民窑制品，而且保存的也不是很完善，腐蚀比较严重。如果精心的修复一下，估计也就值个10万8万的。毕竟青铜器这玩意。关玉和滔滔不绝的讲解，黄云飞越听心越累。吃过晚饭后，二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之后，余辉带着沈思佳就离开了。离开关玉和家后，余辉的手机又响。妈，什么？腿摔断了？行，我知道了。怎么了？我爸不小心将腿给摔断了，我现在马上要回去一趟。等等，余辉，你不是说你爸妈老是催着你回去相亲？你想啊，如果你爸真的将腿给摔断了，应该第一时间送去医院才对，而不是给你打电话。不应该是送到医院后给你打电话才对吗？我说的对吧？有道理，那我现在先送你回去。之前你不是说带我回你家吗？正好这2天没事，我就跟你一起去吧。那行，不过我家里条件不好，你可别嫌弃。对了，思佳，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我的意思是，先假装做我女朋友，应付一下我妈那边。为什么要假装？难道我不够格吗？上集说到，家里打电话说我老爸摔断腿，可我回去之后发现被骗了。余辉的家距离金陵城不太远，开车2个小时就到了。此时的父亲余大富还有他母亲李桂兰以及妹妹余雨蝶正在家里吃着晚饭。你这样将哥骗回来，万一我哥猪脾气上来以后生气不回来了，我看咋办？不会的，你哥如果看到那个女孩子，估计高兴还来不及呢。李桂兰说的女孩子，就是打算给余辉介绍的对象。可是哥他……小蝶，听你妈的没错，你不用先操心，你哥都25岁了，你看看跟他一般大的哪个没结婚？就拿大强来说，他媳妇都……余大富说到一半时，院子外就传来汽车喇叭声。哥，你回来了。小辉，你怎么突然赶回来了？我不是告诉你明天再回来吗？余辉正准备打招呼时，结果看到余大富好端端出现在面前，顿时脸就是一黑，真被沈思佳猜对了。就在这时，沈思佳从副驾驶里面走了出来。余辉，这就是叔叔阿姨吧？叔叔阿姨好，小蝶好，我是余辉的女朋友。
沈思佳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都没有，大大方方的。于辉也不好发脾气，连忙介绍起来。爸妈，这是我女朋友，叫沈思佳，你们叫思佳就行了。老两口先是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原来是嫂子，嫂子真漂亮，快进屋。这个时候李桂兰也反应过来，对对对，快进屋。说吧，骗我回来干嘛？你都把对象带回来了，总不能当着人家小姑娘面说我骗你回来相亲的吧？于辉，你怎么说话的呢？你这都快小半年没回来了，叔叔阿姨想你，让你回来看看怎么了？瞧你摆了一副臭脸给谁看呢？叔叔阿姨别理他，于辉就这样，最近赚了一点小钱就开始嘚瑟了。沈思佳情商很高，还很会说话。首先给老两口找了一个合适的台阶，然后将于辉一番埋怨，这样一来，他这个孝顺的媳妇形象就树立成功了。对对对，思佳说的对，你这一出门就是半年，谈女朋友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做父母的容易吗？你看看你，叫你回来一趟还不乐意了，摆了一张臭脸，跟你外公一个德行。阿姨，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于辉的，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于辉太忙了。原本我们也打算这几天回来的，还准备将二老接过去跟我们一起住的。于辉现在买车也买房了，你们就等着享福吧。思佳，于辉最近在做什么呀？怎么连车都买上了？这车不少钱吧？我看估计得10来万。阿姨，我和于辉最近在做一些生意，另外还开了一家店。原本我们打算等过几天房子装修完毕再回来见你们老两口的，这不提前了吗？对了，我给叔叔阿姨买了一些礼物，于辉，快去拿下来。你知道麻将你骗回来干嘛的吗？是给你介绍女朋友的，这下子你完蛋了。你就幸灾乐祸吧，本来我还准备给你买一台笔记本的，现在嘛，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要遥遥领先的。那你先告诉我，妈给我介绍的对象是谁？你认识的，就是梁老师家的那个梁梦幻。既然是梁老师家的那个梁梦幻，那个女人还没结婚，还有，怎么爸妈突然会让她跟我相亲？这件事说来话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总之你自求多福吧。等于辉再回到屋里，手里的东西差点都掉了，因为沈思佳的称呼。妈，结婚的事情主要看于辉的意思，我没意见的。沈思佳简简单单不过用了2分钟时间，就把称呼从阿姨变成了妈，这速度简直比坐火箭还快。那个，我开车有点累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雨蝶，带思佳去洗澡，晚上跟你睡一个房间。妈，咱家有没有什么老物件，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咱家还老物件，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穷得叮当响，3间破瓦房，几个泡菜坛子，哪来的老物件？对了，有个鞋拔子，是你奶奶留下来的，你看看算不算？妈，那你说我们村上谁家会有老物件？小辉，我们这个村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搬过来的，基本上没啥好东西。不过我听说赵大爷家有2把椅子是老物件，曾经有人出2万，赵大爷没舍得卖，现在赵大爷去世了，说不定。赵叔在家吗？赵叔就是赵大爷的孙子，也就是赵刚的父亲赵小北。哟，这不是小辉吗？啥时候回来的？来，快进屋坐。婶子，我就不坐了，我是听说你们家有2把椅子有些年头了，所以我想看看。一提到这2把椅，王翠花就有些生气。前几年有人出2万，老太爷子就是不卖。现在倒好，老太爷子去世了，这椅子可以卖了，结果就没人上门收了，扔掉吧，又舍不得。婶子，我能看看吗？如果确实是好东西，我打算买下来。至于价钱好说。现在别说2万块了，就是给2000块钱他都愿意卖。你等着，我去给你拿。当于辉看到2把椅子的时候，眼睛都冒金光。物品名称：晚清黄花梨靠背椅，产地广州，价格200万。这是1把椅子的价格，2把加一起那就是套件，最低500万。婶子，这椅子我要了，你开个价。小辉，你看这个数行吗？王翠花伸出了一只手，意思是5000块，而于辉误会了，他以为王翠花说的是5万块。行，5万就5万，我现在就转给你。王翠花嘴巴张得老大老大，他明明说的是5000，结果于辉说的居然是5万。于辉刚刚回到家，沈思佳就开始发问：于辉，你在哪里弄来了2张破椅子？破椅子，我怕到时候会吓到你。小蝶，你今天什么事都不要干，就给我将这2把椅子给看好了。你要是办好了这件事，过年的时候哥送你一辆宾利。太好了，你可不能骗我。于辉再次来到王翠花家里的时候，顿时吓了一跳。一时间，于辉被一群女人给围住，估计是黄翠花管不住的，把收购椅子的事情传开了。当然，这对于辉来说是一件好事，他还正愁着没办法开始收购工作。各位大妈大婶不用急，是不是老物件你们说了不算，得让我看到才行。等吃过饭以后，你们将家里认为是老物件的东西全部拿到我那里去，我来鉴定一下，如果确实是好东西我就要了。众人一听这话，那也是相当合情合理的，没一会功夫这些人就散去了。那个小辉啊，实在不好意思啊，都怪我这个嘴巴太碎了，给你带来麻烦了。婶子，
我怎么会怪你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对了，婶子，你能不能帮宣传一下？只要成功收购一件物品，我给你好处费，如何？思佳，我可能这几天回不去了。我收购古玩的事情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了，接下来的几天可能会有许多人上门找我，我估计差不多得3、4天时间。等下我去叫一个车，正好将这2把椅子给送到金陵去城去，你跟车子一起回去吧。沈思佳没有理由不答应，因为现在于辉赚的钱以后都是他们2个人的钱，这自然要尽一份力的。不知不觉，沈思佳已经将自己和于辉绑定在一起。吃过午饭，于辉包了一辆小货车，然后将2把椅子和沈思佳一起打包送回了金陵。下午2点半，村民们来了很多，他们排起了长龙，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于辉就在院子里一件一件的看着，原本是热情高涨的，可是连续看了10几件物品之后，他的心越来越冷了。就在于辉有些失望的时候，一个香炉映入了他的眼帘。花50万买了一块带柳的翡翠，众人都想看我笑话，下一秒他们傻眼了。物品名称：大明宣德年制香炉，破损可修复。一般破损的东西，透视眼是看不到其他信息，不过既然能修复，应该挺值钱的。孔大妈，这个香炉我要了，你看多少能卖？小辉，你看500行不行？孔大妈，您这个香炉虽然破损了，但是还是有些价值的，我给你1000吧。哦，那行。2个小时后，人越来越少，东西收的差不多了。虽然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还是收了不少，起码有几样东西还是值个18000的。正准备离开时，小辉，你看看我这个能卖钱吗？说话之人是村里的一名60多岁老教师，姓蒋，全名蒋业仲。读小学的时候没少被这个蒋业仲责罚。蒋老师，您还记得我呀？小辉啊，我哪能不认识呢？对了，你看看这些东西，你要不要？蒋业仲说完，就打开了麻袋，里面装着许多小人书。小人书一般70后、80后的人见过，再往后几乎很少见。这些东西不用看都是学生的，然后被蒋业仲给没收上来，再然后就出现在这里了。拿到市场上去卖，估计也就10块、20块一本。于辉看了一下，打算给个几百块买下来，就当照顾一下蒋业仲了。就在这时，于辉看到了一样东西，邮票。物品名称：大一片红8分钱邮票，收藏价值非常高，市场价1000万。没想到就这小小的邮票，居然这么值钱。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邮票还不止1整，都在其中一本小人书里面夹着。稳定了下心情，这时候不能激动，要淡定从容。蒋老师，这些东西我要了，正好我对这东西比较感兴趣，你打算要多少？小辉，要不你也给我1000吧？刚刚那个破香炉你都给1000，我这么多小人书要1000不过分吧？如果没有这些邮票，就是给200块钱都嫌多。行，那就1000块。谁叫你是我老师呢？我现在给你转账。回到房间后，先是将破香炉放在一边，他现在也没有多少灵力来修复这玩意，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邮票。轻轻的打开之后，顿时几张邮票就展现在于辉的面前。除了那张大一片红之外，还有2张G9 14梅兰芳小型邮票，另外还有一些有纪念意义的邮票。就这几张邮票，总价格已经破1000万了。哈哈哈！血赚。时间一晃过去了2天，沈思佳以公司缺少翡翠原石为借口，硬是将于辉给召唤了回来。于辉，我怎么感觉你像是个要饭的？这个你别管，你不是说去赌池吗？我们走吧，下午我还要去店里看看，我要准备开张的事情了。还是那条街，还是那家店，不过店里现在有几个人，而且正在对着一块翡翠原石在进行考虑。可惜了，陈老板，这么一块漂亮的石头，居然有了。俗话说，不怕打猎，怕小柳。可惜这块品相如此好看的原石了。陈老板也是一阵苦笑，这块原石是他前天才买回来，直到今天才被人发现了。10柳9亏，就算里面是帝王绿又如何？一旦有柳，基本上也就废了。各位，这块原石我是200万买回来的，如果谁愿碰碰运气，算我倒霉，50万谁要谁拿走。陈老板打算止损，能收回一点成本也算是赚了。不过这些人都不是傻子，没有人愿意了，因为这就是10赌9亏的事情。50万我要了。看到沈思佳来了，陈老板心中就是一喜。看来今天这块亏损的石头可以赚回来了。原来是沈总来了。于辉，这块石头有柳，要不……沈思佳毕竟是懂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虽然说这块石头只值50万，但是过日子总归要精打细算的。你不相信我，那你自己买吧。没有，我的意思是50万太便宜了，我们要了。沈思佳话锋一转，于辉这才满意，这女人就不能惯着。这块石头我要了。陈老板一听有冤大头要买这块石头，那感情好吗？这位小兄弟有魄力，所谓赌石赌的就是个运气，说不定这块石头只是表面有问题，运气好，说不定能够开出一块帝王绿也是很正常的嘛。于辉示意沈思佳付账，只有给了钱了东西才是他的，否则很容易出现变故。沈思佳付了钱开了票，于辉正带着石头准备离开，不过他要离开，别人却不同意。小兄弟，不如就在这里解释吧，也让我们大伙开开眼。是啊，我们真想看看这里面能不能接触帝王绿。一时间吃瓜群众开始怂恿起来，于辉明白这些人并没有安什么好心，大多数人只是想看笑话。那行，我们就在这里解吧。于辉先都懒得话，
直接开始解释。随着切割片快速的旋转，所有人眼睛死死的盯着这块原石。我去，这是块帝王绿。我听说前几天有人在这边解出来一块帝王绿，没想到今天又解出了一块。是啊，这件事情我也听说。难道现在帝王绿都这么不值钱了吗？沈思佳也是被震惊到了，这块帝王绿比上次的那一块要大3倍不止。如果说上次的价值大概在3000万以上，那么这次的价值就不得了。小兄弟，这块翡翠出手吗？我出1个亿。小兄弟，我出1.5个亿，转账、现金支票都可以。一时间，几个人开始相互竞争起来。各位，不好意思，这块帝王绿不对外出售，我们沈氏集团内部消化。你是？各位，这位就是沈氏集团的大小姐沈思佳。沈总经常来我这店里购买原石，而且每次都是大涨。今天，陈老板一边给众人介绍着沈思佳，一边顺便开始给自己的店里打广告。毕竟帝王绿是从他店里切出来的，一旦消息传出去，那么接下来的生意会非常火爆。余辉，你真厉害，太棒了！不就是帝王绿吗？要学会淡定，等以后帝王绿开多了你就麻木了，到时候用帝王绿将你包起来都没问题。淡定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又没有那玩意。对了，这块帝王绿你说大概值多少钱？你拿回公司去找人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还有下次我买原石的时候，你只能在边上看着，不要给我捣乱，知道吗？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黄光年打来的。余辉，快将你的邮票拿过来给我看看。对了，我在你师傅这里，快点过来，我等你。昨天晚上黄光年给他打电话，让帮他鉴定一件东西，不小心就提到了邮票，结果这下子就捅了马蜂窝。没一会就来到了关玉和家。师傅，年哥，余辉，快给我看看邮票。余辉也没有矫情，直接把几张邮票摊在桌子上。关玉和顿时眼睛一眯，连忙看了起来。关玉和看得非常仔细，正面看完看反面，就连邮票边上的毛角毛刺都没有放过。余辉就在一边看一边学着，不过黄光年却没有耐心的。爸，怎么样？是真的吗？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急什么？就你这样还玩古董？这是大一片红邮票，可不是瓷器啥的，要轻拿轻放。不过你看看就行了，别用手去摸，反正你也看不懂。爸，那这个值多少钱？这张邮票按照现在邮票的收藏价值市场价，应该是在1000万左右。尤其是像这一张邮票一直是夹在书里面的，所以保存的是相当完好。总之1000万肯定是值得。哦，余辉呀，我想要。年哥，其实我是打算开一家古玩店的，所以这张邮票我不打算出手。我的意思是将它当做一个招牌。如果年哥想要，这里面还有几张邮票，虽然它的价值没有这一整值钱，但是加在一起来，我计算了一下，差不多也值个200-300万。如果年哥喜欢，我就送你了。你小子终于开窍了，早就应该开古玩店了。到时候你店里要是缺啥东西，可以将我家里的收藏拿过去，一部分冲门面啥的。那就多谢年哥了。嚣张的富二代想让我的美女老板陪酒，下一秒他吓尿了。离开黄光年家后，余辉就来到花卉店，打算开始培育一些花卉。此时的花卉店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包小小正在打扫卫生。表弟，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这个店你不要了呢。我这前几天不是有事吗？店里面都搞好了吧？都搞好了，现在就等着你的盆栽呢。对了，盆栽在哪呀？这个你不用担心，等开张那一天自然会有的。今天6月29号，7月1号正常开张就行了。现在这边也没什么事。小小，这几天你也累了，我给你放2天假，然后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放心好了，工资不会少你的。包小小离开了，余辉正准备开始弄这些盆栽，手机来了短信，打开手机查看信息，果然有转账记录。不过这个数字有点不对，这里一共有2笔转账，第一笔转账金额是今天上午的2.5亿，后面还有一笔5600万。第一个2.5亿自然是今天那块帝王绿的价格，那么后面的5600万也就是上2次余辉和沈思佳分红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笔钱是沈思佳的。把这些钱全部转给我是几个意思？难道是嫌钱多？猜不透的余辉连忙给沈思佳打了一个电话。喂，思佳，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钱？我身上装太多钱不好，毕竟我现在的身份是沈氏珠宝精灵分公司的总经理，如果我的个人账户上有这么多钱，到时候不好解释，所以就暂时放在你这里了。对了，晚上别忘了来接我。行吧。余辉也没在意，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培育盆栽。先是将他前几天买的那10几盆花卉灌输，10几颗盆栽全部弄完，差不多花了他1个多小时时间，最便宜的一颗也要值个7、8万。接下来就是自己培育了，之前买的花卉种子有很多，给每一种花卉都播种了一些，然后开始浇水、灌输灵气，一直到这些种子生根发芽为止。接下来就是让它们自己生长了。不过今天是不能够继续输入灵气了，因为它的灵气已经快枯竭了。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灵气，看来还是要尽快的提升才行。晚上，余辉和沈思佳要了一间包间吃饭，而沈思佳就上洗手间去了。等菜点好，余辉也打算去一趟卫生间，结果就在这时听到了沈思佳和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你这人怎么这样？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样？美女，相识就是缘分，不如你陪我喝一杯，弄我身上的水就算了，怎么样？沈思佳看着眼前这个醉醺醺的恶心男人，没打算搭理他，准备绕开回包间。就是，我们凯哥有的是钱，只要你陪凯哥。
后面的话是越说越难听。沈思佳脸气得通红。陈凯，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余辉，是你。要说余辉，陈凯以前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可是上一次就是因为余辉，他不仅被他父亲给打了几个耳光，还丢了面子。臭小子，凯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余辉，算了，我们走吧。沈思佳并不是怕事，可对方有3个人，余辉肯定会吃亏。陈凯，养狗也要养条泰迪，别什么疯狗都养，说不定哪天给你招惹了麻烦，你后悔都来不及。陈凯脸色变了变，最后还是没敢吱声，主要是他不确定余辉跟上次那个黄光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陈凯不说话，并不代表身边的2只疯狗不会惹事。臭小子，你找死！其中一个小混混一边骂着，一边抡起拳头就朝着余辉的脑袋砸去，另外一人也连忙冲了过来。只听砰砰2下，刚刚2个疯狂乱叫的混混就被余辉一脚一个踹翻在地。其实余辉也是有些懵，他知道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可是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强。陈凯，看来我的警告并不管用啊，那就别怪我了。你别过来，我没让他们动手的，是他们自己。余辉一边擦着拳头一边走过去。救命啊！打人了！一向嚣张跋扈的陈凯，此时就像一个过街老鼠一样，抱头鼠窜。哇，余辉，你刚刚的样子真的好帅啊！我再给你加一个职位，赌石顾问加司机再加保镖。好像到现在你连1分钱工资都没发。对了，这个人你认识？柳如梅就是跟他鬼混过。好了，不说了，我们换一家店继续吃吧。吃过晚饭，余辉将沈思佳送回了别墅，然后就准备离开。余辉，我这里这么多房间，要不你就在我这里住算了。你别误会，你把那些古董放到我这里，我是怕你那些古董到时候丢了找我赔。说起古董，余辉想起来了，他还有一个香炉没有修复。于是余辉点了点头，跟着沈思佳进了别墅。上次赶上超市清仓大处理，有许多男人的衣服挺便宜的，就准备给我爸买几套，最后发现尺码不对，所以就放在那个房间里。你要换洗的话，自己进去拿吧。沈思佳说完，拿着换洗的衣服，红着脸走进了卫生间。接下来是 VIP 内容，大家不喜欢看，所以直接进入主题。洗完澡回到房间，随手拿起那件破损生锈的香炉开始修复。主要是今天他的灵力用的有些过度，差不多用了2个半小时才把这件香炉修好。物品名称：大明宣德罗，年代：明朝，收藏价值：正品，极高，市场价格500万左右。没想到这件香炉这么值钱，貌似他只花了1000块钱买来的。就在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妹妹于雨蝶。原来于雨蝶知道余辉的花店要开张了，现在正好暑假，她要过来打零工，于是跟父母说了一声就坐车过来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想过来薅余辉羊毛了。第2天，余辉直接来到了车站。想我没？我想死你了！你少来，我先跟你说好，1个月3000块钱，多1分都没有。一听说1个月才3000块钱，于雨蝶就不乐意了。不过他也没反驳，毕竟还有嫂子沈思佳那里可以薅一些羊毛。想到这里，于雨蝶就果断的答应了。余辉，你怎么又迟到？雨蝶，你怎么过来了？你哥也真是的，都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嫂子，我是临时决定过来的，到了车站才给我哥打电话的。行，嫂子带你去吃大餐。嫂子，我哥让我给他看店，3000块1个月。余辉一听这话就知道不好，自家这妹子又开始作妖了。3000块，余辉，你也好意思说出口？自家人谈什么钱？雨蝶是为了钱才来的吗？她是来体验社会的，不能给钱。这剧本不是这么写的，不应该是将我哥骂一顿，然后3000后面加几个零啥的吗？哈哈哈！吃过早饭，3个人就来到了花店。今天花店新开张。小小啊，这是我妹于雨蝶，现在是暑假，她是来店里帮忙的，有什么事情你就让她去干。余辉，你这价格也太贵了吧？我们走的是高端路线，有句话叫做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哪怕1个月只卖出1盘，我们都算是赚了。8点1到，店里就来了第一位客人，正是这里的房东方雅。于先生，恭喜啊！原来是方姐，多谢方姐破费了。余辉打过招呼之后，就开始介绍起来。介绍完毕，方雅这才开始看向了盆栽，这一看吓了他一大跳。要说这些盆栽，方雅就没见过这么漂亮，而且便宜的一盆兰花居然标价8.8万。就在这时，又有人过来，正是余辉的同学梁梦幻。老同学，恭喜恭喜啊！余辉偷偷的瞥了一眼沈思佳，然后也是客气的和梁梦幻打了招呼，然后就开始介绍。余辉，可以，你的古玩店开张要是有这个速度那就好了。说话之人自然是黄光年了。黄光年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后面跟着好几个人，比如关玉和、关静雅、黄英，还有一个中年人就是李星河。李星河酷爱盆栽，所以黄光年就故意将他给忽悠过来给余辉介绍生意。一番介绍之后，大家也就认识了。好了，各位，今天我这个店开张，多谢各位捧场。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已经在同心楼订了一个包间，我请诸位吃个饭，就当是感谢各位了。上集说到，我的花店新开张，众人都来祝贺我，而且还照顾了我的生意。请了众人吃完午饭后，余辉将梁梦幻的钱给退了回去，也就是梁梦幻买盆栽的钱。他毕竟不是大老板，根本没必要花大几万去购买盆栽。余辉同学，你为什么要骗我？
于辉自然知道梁梦幻说的是什么了，那就是之前回老家相亲的时候说自己是1个月3000的事情。梁梦幻同学，我并没有骗你什么，就在半个月前，我的确还是在一家古玩店里当学徒，1个月真的只有2500，只不过后来我辞职罢了。你女朋友很有钱吧？这家店是她帮你开的，还有你这车也是新买的吧？梁梦幻这3个问题比较犀利敏感，一般人根本就不会这么询问。于辉也听出来了，梁梦幻这是在说他吃软饭。没错，他很有钱，这家店他有过帮忙的，车也是他带我去买的。于辉不知道为何他会这么回答，可能就是不太想和梁梦幻牵扯太多。那恭喜你了，你比别人最少要少奋斗20年。于辉笑了笑，没过多解释。我店里还有事先走了，改天再聊。梁梦幻就这么愣着，他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于辉回答的太干脆了，就算一般人吃软饭，那也是多少会有些难为情的。可于辉并没有。难道里面有什么内幕？哥，你猜猜我们一下午赚了多少？于辉开始心算，方雅差不多花了17万，黄光年花了22万，李星河花了19万，就连师傅关玉和也花了20万，加上梁梦幻的8.8万，总计80多万。当然，梁梦幻那里的钱是要退回去的。而包小小高兴坏了，今天所有卖出去的盆栽按照盈利的10%，最少有2万多的收入。雨蝶，今天这不算，都是熟人捧场而已，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店能不能吸引其他人了。于辉刚说完，店里来人了。欢迎光临，你们这家店新开的？这是一个20多岁的女，叫林千寻，因为她外公就喜欢这些花花草草，而且后天生日，所以准备买2盆盆栽送给外公当寿。这位小姐你好，我这店今天刚刚开张，请随便看。林千寻点点头，然后开始找寻自己最满意的盆栽，最后选定了2盆橡皮树。这些都是你自己培植出来的？没错。那这2盆我要了，你们帮忙送货吗？送货没问题，不过我们只负责在本市范围内。另外您看一下价格，确定购买吗？于辉这是提醒林千寻，林千寻这才想起来看盆栽价格，18万8一盆，全场最贵。不过就这品相值这个价。行，没问题，刷卡吧。这位小姐，我觉得你应该需要一张会员卡，因为有了我们店里的会员卡，首存50万可以享受8折优惠。会员卡？那行，我先充100万吧。没过一会，于辉将2盆橡皮树送到了林千寻家，正打算离开。等等，还不知道老板怎么称呼？相互介绍之后，林千寻点点头，然后指了指旁边的2盆山茶花。于先生，你看看我这2棵山茶花，还有没有的就……于辉这才注意到林千寻的旁边也有几棵盆栽，其中2棵山茶花有些萎靡不振。于辉直接开启了透视查看了一下。林小姐，你这2盆山茶花是因为水加的太多，导致了一部分根茎腐烂掉了，而且还出现了霉变。如果想要救活这2盆山茶花，并不是不可以，只要给我个3天时间，我可以让这2盆山茶花恢复如初，甚至比以前更加的旺盛。不过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因为这个价格甚至比你去重新购买2盆山茶花还要贵。于辉后面的那句话直接被林千寻给无视了，他只关心前面的话。你真的有办法将这2盆山茶花给救活？没错。那行，这2盆山茶花交给你了，只要你将它救活，多少钱你说了算。于辉点点头，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有钱不赚那是王八蛋，于是就将山茶花带回了花店。另一边，包小小和苏小柔、蒲美琪2人正在聊天。原本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麻烦来了，包小小就将今天店里的事情告诉了2人，这下子直接捅了马蜂窝。表弟啊，你看我们也算是同居关系，再说上次你也答应过了，你看我什么时候去店里帮忙比较合适？表弟，我也要去，我那工作又脏又累的，早就不想干了。于辉哪里还不知道他们2个的小心思。那个，我那个店就那么大，暂时有小小和我妹妹在那里已经够了。不过你们不用担心，等过段时间我可能还会再开一家古玩店，到时候你们再过去。另外在年底之前，我可能还会考虑开一家原石店，这都是需要人手的。蒲美琪和苏小柔听到于辉这么说，也算是放心了下来。小小，思佳和雨蝶呢？他们2个去找人定做会员卡去了，好像就是去找那个梁梦幻去了。来到培育室，于辉把2盆山茶花给弄了出来，重新换上新的营养土，再将山茶花给栽种进去，然后开始输送氧气。不过这次他没有一蹴而就，他打算按照3天的步骤来对这盆山茶花进行救治和改造。第2天，于辉来到了聚宝斋，他今天来主要是来吸收灵气的。他体内的小鼎自从上次进化过之后，几乎一直没变化。小鼎内部的红色液体只有1/3左右。小兄弟，又淘到了什么好东西了？钱老板，看看多少合适，给个合理的价。任由老钱看着，也不怕对方贪墨，自顾自地开始参观店里的古玩，简单理解吸收。等于辉吸收完之后，老钱也鉴定完了。小兄弟，这枚母钱正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一枚铜钱样板，真挺。你打算多少出手？钱掌柜，这枚母钱按照市场价的话，应该在10万到15万之间。当然，这15万肯定是出售的价格，所以我也不贪，您给10万就行。如果你想压价的话，最好不要开这个口。行，就按照你说的。交易完成之后，于辉正准备离开了，却被老钱给叫住了。我能问一下，你这枚母钱是多少收上来的吗？当然，如果不方便回答也没关系。
余辉笑了笑，伸出一根手指，然后转身离开了。没有明说，主要是怕老钱心里不平衡，因为这枚母钱他只花了10块钱。一根手指是几个意思？1万还是1000？出了门口，手机响了，是方雅打来的。余先生，我今天下午遇到了一天宝贝，不确定是真是假，又不太敢下手，所以想请你帮忙鉴定一下。方雅之所以又是示好又是送店面的，他的目的不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吗？余辉自然是满口答应。半个小时后，来到了方雅的别墅。余辉，麻烦你了。方姐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此时客厅里还有2个人，一男一女，看向余辉的眼光顿时充满敌意。不用问，这2人就是卖主。一番介绍之后，余辉看到了方雅需要他帮忙鉴定的东西，是一件美品，于是直接开启了透视。物品名称：青花梅瓶，又名金瓶，年代元末，因保存不当，底部破裂，用特殊手法重新粘合而成，可修复。余辉眉头不禁一皱，这个细微的动作自然被方雅发觉到。余辉，如何？这件美品是真的。此话一出，2人脸上就是一喜。不过余辉接下来的话让他们脸色一变。不过这件美品有破裂的痕迹，而且还找人重新修复过，不仔细看的话，还真不容易看得出来。2位，我说的没错吧？伙计说道：“我帮美女房东鉴定美品，却不知里面破损的，还得我当场揭穿。这件美品有破裂的痕迹，而且还找人重新修复过，不仔细看的话，还真看不出来。2位，我说的没错吧？”难怪这件美品会这么便宜。你胡说，这件美品一直放在我的书房间，从来没有摔过或者磕碰过，这底部怎么可能会有问题？苏先生，余先生刚刚好像并没有说底部破裂吧？你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300两了？我只是碰巧说的，你们爱买不买，不买就算了，我们走。等一下，宋先生，您这件美品确实挺不错，只可惜因为底部被摔坏了，不过还是有点收藏价值的。如果您打算出售，我愿意以10万块的价格买下来，怎么样？这时候方雅想提醒余辉，余辉自然知道方雅是什么意思。一件再好的古董，一旦被摔破，无论怎么修复都不会值10万块。这个宋先生脸上还有些犹豫，不过身边的女人却有些着急了。行，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这件美品有问题，还愿意购买，这说明你有能力将它给修复好，那我就承认之美，卖给你了。余先生，先说好了，一旦交易之后，我不会再承认这件美品有问题，我们得立下字据。余辉点了点头。交易完成后，2人就离开了。此时方雅有些不解了。余辉，这破损的花瓶就算修复水平再高，那它的价值，我想说的是10万块钱倒不打紧，主要是不值得。方姐，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绝对有把握将它修复的完美无缺，到时候我再送给你，就当是感谢你将店面租给我了。你这么说姐就要生气了。别的不说，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如果不是你，我今天就要白白损失60万了。这一将美品送给我，我看还是算了吧。就算修得和以前一样，那也改变不了曾经它破碎过的事实。我这人对有瑕疵的古玩不太喜欢。原本是想着还方雅一份人情，竟然对方不要，余辉自然也没再推辞，而是想起了自己过来的第2个目的。方姐，我能不能参观一下你的藏品？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他的收藏品不在少数，谁知道有没有看走眼的？让他帮忙鉴定一下，绝对是有好处的。最关键的是还不用付劳务费。那太好了，我带你去2楼收藏室，姐的宝贝基本上都放在那儿。来到2楼储藏室，余辉眼睛就是一亮，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古董，于是从第一件开始看起，一边吸收着里面的灵气，一边说着古董的信息。方姐，这件你打眼了，是一件仿品，民国时期的，也就值个2万块钱左右。还有这一件。方雅不停地在点头。这些物品余辉说的几乎只字不差，遇到有仿品或者是假，他也会毫不犹豫的输出。等将所有的物品看完，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总共挑出来7件仿品和赝品。余辉，你真厉害，这么年轻就懂这么多。对了，你先慢慢看，我去给你泡杯水。余辉这次没有用透视眼，而是伸手去摸，是不是真的古董，他基本上一摸就能确定，因为真的古董上面会有灵气波动，他能够感受得到。就在余辉摸到第 N 件古董时，他愣住了，这是一件蟾蜍，口里含着1枚铜钱。物品名称：土宝金蟾，赝品，内有乾坤，居然又是内有乾坤。就在这时，余辉手机响了，是沈思佳打来的，可话还没说出口，说下去泡完茶上楼的方雅却开口：余辉，下面没水了，要不你就忍一忍吧，等有水了我再给你。方雅说到这里就止住了话语，因为他看到余辉正在打电话。原本这些话也没啥意思，就是自来水停水，你要是口渴了就先忍一下，等有水了我再给你泡茶。可是这些话全部被沈思佳听到了。那个方姐，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改天我再来继续看。这个蟾蜍你将它砸开，里面会有惊喜。思佳，刚刚你别误会，事情不是那样子的。听到这里，沈思佳其实已经相信了余辉的话，因为余辉手里此时正捧着那件美品。你说这么多干嘛？我可什么都没说。当然，如果你真的要表示什么的话。还没等沈思佳话说完，余辉就把花递给了沈思佳。思佳，我喜欢你，这是我精心为你培育的黄色妖姬，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沈思佳的小心脏就跟小鹿一样乱跳。这家伙终于开窍了。等等，我要是这么快答应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女孩？我是答应他呢，还是不拒绝他呢？能不能答应？赶紧的，我还要去修复花瓶呢。我愿意，不过以后你要按时接我上下班，还有我不高兴的时候你要哄我开心，还有……余辉哪能给沈思佳说那么多话的机会？这说的越多，以后限制就是越多，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接下来的画面有点引人不适，所以帮大家直接跳过。回到了花店，林千寻一看到2盆山茶花，不仅生机旺盛，而且比之前好看的太多。于先生，你真有本事，我差点都没认出来这2盆山茶花就是我的了。林小姐，这是上次你办的会员卡，今天办好了，正好我顺带送给你。这2盆山茶花的养护费用就算了，就当是林小姐第一个在我们店里办理会员卡的福利了。行，那就多谢于先生了。对了，玲玲，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于辉。于先生，这位是我的同学兼好闺蜜，叫高亚玲。于辉这才注意到林千寻身边还有一个美女，这是一个有些时尚的女孩，年龄和林千寻差不多大。高小姐您好。于先生你好，我听千寻说你会治疗盆栽，这是真的吗？高小姐，我这么跟你说，只要这个盆栽还没有死，我都能够将它给救活，不过这个费用可能有点高。这个你放心，只要你能够将我家里的盆栽救活，价格随你开。高小姐也有雅兴养花弄草。我要是有这个雅兴就不会出问题了。盆栽是我爷爷的，前段时间身体不舒服去京城治疗了，所以就委托我帮他照看那些盆栽。可是我一忙就给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有几个都快要死了。我爷爷身体现在好的差不多了，这几天可能就要回来，所以你懂的。也就是说，这个盆栽被他给搞荒废了，现在盆栽的主人要回来了，所以高亚玲急了。那行，不知高小姐现在方不方便？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一起去看看。高亚玲点点头，然后指了指2盆君子兰。这2盆我也要了，我听千寻说这里办会员卡有优惠，那给我也办一张吧。一听说办会员卡，包小小连忙开始招待起来。于先生，这可是一个有钱的主，你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的了。快，3人就来到了高亚玲爷爷的小区别墅阳台。于辉就看到阳台边上有着许多盆栽，用他半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些盆栽都是非常值钱。于先生，这2棵已经死了，还有这几棵也快要死了，你有没有办法救治？于辉明白了，为何高亚玲会买2盆君子兰了，因为死掉的那2棵正是君子兰。这死掉的我没有办法了，不过这2盆我倒是可以救活，而且会比之前更加漂亮健康。那大概需要多久？我爷爷对这些盆栽可宝贝的紧，而且个把礼拜就会回来了，这时间来得及吗？时间急是急了一点，我想想办法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不过这价格……你放心好了，玲玲是个小富婆，有钱你就说多少吧。既然是林小姐介绍的朋友，我也不多收，这2盆加一起，高小姐给20万吧。于先生，您说的是2盆一起20万吗？高亚玲有些不太确定，毕竟林千寻跟她说过这个治疗花卉是非常复杂，而且这收费非常高的，甚至高亚玲已经做好了被于辉狠狠宰一刀的准备，结果加一起才20万。主要是高小姐是林小姐的朋友，我总不可能认钱不认人吧。再说高小姐这么爽快好说话，我也不能昧着良心乱要价是不是？所谓山不转水转，金陵城就这么大地方，只要高小姐以后帮我宣传宣传，照顾一些生意，这钱不都回来了吗？于先生，你不会是看上我家千寻了吧？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于辉和林千寻变得尴尬了起来。玲玲，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高小姐说笑了，我就是一个种花匠，开一个小店赚点辛苦钱，能和林小姐认识都是缘分。再说我有女朋友的。好了，这2棵盆栽我拿走，差不多5天后我再给你送过来。有意思，千寻，我觉得这个于辉挺不错的，你不考虑一下？好男人多的是，我总不可能看到一个就考虑一下吧。再说他刚刚都说了有女朋友了。有女朋友咋了？他有你漂亮，有你有钱吗？回到了花卉店，于辉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这2棵盆栽重新换土、施肥、浇水，然后开始用灵力治疗。等一切做完，已经是下午3点了。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黄光年打来的。好，我马上过来。古玩痴迷的黄光年竟然在盗墓团伙手中买走2件物品，然而警察叔叔竟然找上我。半个小时后，于辉就来到了黄光年家。于辉，你来了，你快来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昨天买来的，当时我也没在意，所以……原来黄光年昨天碰巧遇到2个人正在买东西，一个麻袋鬼鬼祟祟的，而黄光年就看到麻袋里面有好东西，于是讨价还价之后，黄光年就将这2件东西给买了下来，主要是便宜，加在一起才80万。可是今天看新闻才知道，最近有一个盗墓团伙挖了一个墓道走不少东西，现在叔叔正在追捕，如果追查下来对他也是有很大影响，所以黄光年为了保险起见，他想让于辉帮忙鉴定一下，而于辉直接开启了透视，就确定了这2件物品的出土。年哥，报警吧，明朝的，出土时间不超过1个月。黄光年点点头，然后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打完电话，闲聊了几句，于辉就溜了，主要是他怕麻烦。
对了，余辉，你啥时候搬家？搬什么家？此话一出，沈思佳就不高兴了。他的意思是余辉什么时候搬离3个女人那里，然后住他那边。毕竟那间屋子里可是有3个大美女的，这要是有个万一可咋整？余辉想了想，觉得沈思佳说的也对，毕竟2人都交往了，住在那里确实有些不好。于是回到了屋子，然后开始收拾东西。他打算搬出去了。表弟，你这是干嘛？我打算搬出去住，毕竟这里有些不太方便。哎，表弟，你不用离开的，我觉得我们住在一起挺好的。再说之前洗手间发生那些事情只是个误会，而且我是有穿衣服的。吴美琪一听这里有瓜，连忙开始追问起来。苏小柔这才支支吾吾的将之前发生的误会说了一遍。切，我以为多大的事情，表弟是自己人，咱不吃亏，对吧，表弟？琪姐、小柔，你们误会了，主要是我现在有地方住了，而且这边有点远，不太方便，所以你妹！吴美琪直接爆了一句粗口。不准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现在色狼这么多，你让我们3个女孩子住在这里，你放心吗？我还听说最近有很多色情狂，他们晚上会拿着望远镜在别的楼层里面偷窥。你要是走了，谁来保护我们？余辉这下子更无语了。要说偷窥，好像这事情余辉之前就经常。表弟，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喜欢看，我不介意的。苏小柔这句话最具有杀伤力，余辉这下子直接没了搬家的理由了。好吧，不搬家就不搬家吧，反正也没啥东西，大不了隔3差5回来看一下拉倒。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喂，公安局，行，我这就过去。看来黄光年的事情还是躲不掉。等余辉来到局子里，已经快11点了。这里有3个人，其中一个男人50岁不到的样子，看起来一脸正气，还有在他身边的一男一女2人。余辉余先生对吧？我是张广华，这位是我们局里的刑侦队队长张杨果，这位是治安大队队长宋超。原来是张局和2位队长，我就是余辉。余先生，这次麻烦你来，主要是想请你帮忙鉴定一些古董。你也知道破案子我们行，这鉴定古董我们是一窍不通。原先我们是打算找关玉和关老爷子的，可是关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就举荐了余先生。听关老爷子说，您是他的高徒，不知是真是假。张局长客气了，什么高徒不高徒的，主要是师傅他老人家不嫌弃我余拙，破格收我做弟子罢了。余先生谦虚了，是这样子的。目前根据群众举报和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可以断定的是，这些人是来自陕省那边的。正巧那边发现了一个古墓被盗了，而这边正好出现了一些新坑的古董。根据举报人所描绘这些人的样貌，很可能跟陕省那边盗墓团伙是一伙人。张局，我就是一个古玩爱好者，懂一些古玩方面的知识。至于抓坏人，那是你们的事情，好像跟我没多大关系吧？这件事情确实和余先生没多大关系，只不过我们除了想让余先生帮我们鉴定这些古董之外，另外还要去陕省那边一趟核对一下这些物品是不是出自那边，还有这些被盗的物品绝对不止这些，到时候可能还需要余先生帮忙进一步的鉴定。余辉听到这里脑袋都大了。张局，配合协助你们警察办案，我有这个义务，但是也要看我们个人的能力。首先，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帮你们鉴定一下古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还要去其他地方，这个恐怕不行。张广华可能预料余辉会这么说。余先生，这件事情先不急，我们可以缓一缓，以后再说。现在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些物品的出处和年代。余辉点点头，关于这一点那是没问题的。张队长，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带余先生去吃饭，至于鉴定物品，等吃完饭再说。余先生今年25了。余辉点点头，算是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余先生接触古玩有多长时间了？不到1年，有问题吗？余辉对这个张杨果不太喜欢，也说不上来怎么回事。不到1年，你别误会啊。我听说这古玩讲的是扎实的基础和眼力，还有一定的天赋。可你这时间……听了张杨果的话，余辉这饭都不想吃了，这是被看不起了。张队长，首先我没说我行，是你们非要让我来的，我这是无偿协助你们办案。如果不相信我的能力，我现在就离开。余先生别误会，张队长也就是好奇问一下而已，他可能不知道，有些人天赋异禀，天生就是吃某一碗饭的。就比如余先生你，就像太极张三丰一样，别人一生悟道不如他一朝悟道，这很正常。说话之人自然是宋超了，他就是过来打圆场的。既然有人打圆场，余辉自然不会跟一个女人计较。吃过午饭后，来到了库房。此时库房的桌子上放着几件古董，都是真的。如果黄光年过来，一定会认出有2件是他花钱买的。拿起一件物品开始鉴定。掐丝珐琅缠枝耳炉，正品，属于明朝早期物品，按照市场价约300万到380万左右，出土时间不足1个月。余辉从拿起来到放下总共没超过2分钟。就在他伸手拿第2件物品的时候，他发现宋超和张杨果呆住了。你们看着我干嘛？记录啊！余先生，这就好了。宋超有些不太相信，别人鉴定一件古董怎么着也要半个小时甚至更久。可是余辉倒好，拿起来看一下就说出来了。这不会是胡扯的？余辉笑了笑，他就是故意的。你们不是看不起我吗？那我就让你们大吃一惊，按我说的记录就行，错不了。宋超和张杨果对视一眼，然后开始记录。
五彩鱼纹盖，市场价200万左右，其他内容一样。就在余辉拿起了第3件物品的时候，他有些疑惑了。不是他看不出来，而是这件物品和之前的有些格格不入，不是新坑，甚至不是一个年代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当余辉瞥了一眼张扬国2人的时候，顿时明白了，这件东西可能是他们故意放进来，目的就是试探一下余辉是不是真的有本事。想到这里，余辉有点想笑。吴二凡贴身囚服上衣，真便宜，价值1到3万，拿回去拖地还不错。不过也不知道被哪个笨蛋收藏过的，给弄成这个样子，上面还有一股腥臭味。与此同时，张广华的办公室里，他正在看着监控。身边还有一人，如果余辉在这里，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这人正是关玉和。张局长，这下你信了吧？我这个小徒弟的眼力甚至比我另外几个徒弟都高，你还不相信？现在好了吧？被他骂了一句笨蛋，满意了吧？其实一开始张广华的确是找关玉和的，但是张广华不太相信一个20多岁的人能有多么专业的古玩知识，毕竟这可不是普通的案件。可现在张广华相信了，余辉的确是有着真本事的。都记录下来了吧？直接上报就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如果有需要鉴定的物品，可以给我打电话。不过下次请不要在中午或者是晚上给我打，因为这会影响我约会。余辉说完，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这是不是在做梦？这就完了？对一下关老爷子的鉴定报告，不就知道了？不用对了，丝毫不差。果儿，以后说话做事注意一下，不要以貌取人。今天你可是把他给得罪了。有真本事的人，他都是有些怪脾气的。你可以说他年轻，但不能怀疑他的鉴定水平。如果他没有一点本事，关玉和会收他为徒。这件案子就交给你来办。还有，你要和这个余辉多走动一下，将关系搞好，将来说不定还能利用一下。张扬果其实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听着叔叔张广华的话，傻傻的点了点头。嚣张的富二代想为了在我女朋友面前装 C， 买走了我手中带柳的翡翠，结果悲剧了。第二天，余辉和沈思佳2人来到了卖翡翠原石的地方，没有去之前的那2家店，而是去了另外一家。一进入店里，余辉就有些愣住了，因为这里的翡翠原石品相特别好。余辉怎么说？我先看看。翡翠原石，产地翡翠国，价值5。翡翠原石，产地。一连查看了10几块原石，全部都是黑蛋。这批原石不是之前沈思佳在陈庆那里差点购买的那批翡翠原石吗？余辉没有说话，对着沈思佳使了个眼色，然后2人就离开了这家店。余辉，石头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你还记得那个陈奇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店里的8成原石都是陈奇上次准备坑你的那一批。听余辉这么一说，沈思佳也想起来了，顿时就反应过来。怪不得这店里的原石卖相这么好，这个该死的陈奇，良知都被狗吃了吗？原本我打算给他一次机会，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死性不改，我还以为将他的良知给唤醒了呢。思佳，首先在认知上你就犯了一个逻辑性错误，良知这个东西一生下来就定性了，要么有要么没有，根本不存在唤醒这个说法。就像狗吃奥利给一样，无论你拿棍子打它多少次，只要你一转身，它立马就会跑过去继续吃。它不知道你是为它好，因为它认为你在跟它抢。那现在怎么办？报警吧，因为这已经存在了诈骗行为，而且这个数额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不是我有点本事，那么上当受骗的就是我们了。那行，上次已经给过他机会了，居然他不珍惜，也就别怪老娘我不客气。打电话报警的是余辉，这倒并不是他喜欢多管闲事，主要是这件事情影响太大。要知道陈奇手里的那批原石他是见识过的，总价钱是按照1来计算的，一旦投入市场，到时候原石市场很可能会被他搞崩溃，这对余辉以后开原石店是没好处。10几分钟后，几辆警车开了过来，余辉一愣，因为看到了熟人。余先生，是你报的警。张扬果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余辉，原本他也打算这2天给余辉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和余辉搞好关系。张队长你好，是我报的警，事情是这样子的，大概在半个月前左右。于是余辉将之前的事情原本的说了一遍。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余先生配合录一下口供。没问题。只见张扬果手一挥，10几个警员就冲进了那家翡翠原石店，再然后店老板中奖，喜提一副银色手镯和同款囚服一套。走吧，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赶紧去下一家。余辉说完，拉着沈思佳又去了另外一家新开的叫做思晴原石店。一进店就看到一个身高约1.7米出头的大美女。欢迎光临。你好，请问老板娘贵姓？我叫海思晴，我也不是老板娘，这店是我爸开的，我来打工的。我先去看看原石。海小姐，你这店刚开的吧？是的，今天是第3天。2人就这么闲聊着，没一会就混熟了。那个是你男朋友？余辉不知道2个女人聊天将话题已经扯到了自己身上。此时的他正在看着一块原石发呆，不为别的，因为这块原石有柳。这是一块难得一见的红翡，而且块头还不小，只可惜柳已经皲裂到里面去了，透视眼给出的数据价值却是0。余辉怎么样？这块翡翠原石有柳，可能已经影响到里面的鱼肉了。余辉没有将话说死，反正他又不买，得罪人干嘛？先生，这块原石的确有柳，不过这价格也不贵，是可以碰碰运气的。
原本按照这块原石的品相，怎么着也要值个200-300万，但是这块翡翠原石只标价100万。沈思佳想开口，他的意思是反正也不贵，不如赌一把。可是他想起来余辉曾经跟他说过赌石的时候别插嘴，于是就忍住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兀的传了过来：赌石赌的就是运气，有柳的原石往往里面都是极品翡翠，你要是不敢要，我就要了。说话的正是那天晚上和黄光年参加酒会，跟柳如梅一起的男人，叫刘传强。是你。刘传强刚进店的时候就看到了沈思佳，这女人太美了，和自己身边的这个女朋友比起来，一个就是白天鹅，一个是农村养的土鸡。于是刘传强准备将装 C 进行到底，博得美人青睐。怎么区区100万都不敢买？美女，看来你男朋友也不怎地嘛。这块原石我要了。余辉无所谓的耸耸肩，没有搭理这个家伙。喂，你叫于什么来着？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哦，有意思啊！你想怎么赌？先说好，太小我可不感兴趣玩。你说怎么玩就怎么玩。那就赌这店里的10块最贵的原石吧，谁输了谁掏钱购买，赢的拿走原石，怎样？什么？这小子疯了吧？这里最贵的10块原石的钱，怎么着也要2-3千万吧？要是万一输了可咋整？就在刘传强有点犹豫的时候，沈思佳开口了：海小姐，这店里最贵的10块原石大概多少钱？沈小姐，我刚刚算过了，这里最贵的10块原石总价值2856万，去掉零头就算2800万吧。哦，那好像也没多少呀。就是这句话让刘传强老脸拉不下来，只能赶鸭子上架了。算了，不能总想着输，万一赢了呢？再说，就算输了我不认，他也拿我没办法。行，玩就玩，开始吧。等等，万一你输了不承认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这样，你我各自给海老板转过去2800万，输的一方就当购买翡翠原石的钱，赢的一方退回2800万，另外获得所有原石，怎样？刘传强犹豫了，他不确定余辉是不是在诓他。余辉，要不算了吧，毕竟2800万也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你别为难人家了。沈思佳突然又来了一句：玩就玩，谁怕谁啊？这点钱对我来说就是毛毛雨罢了。我跟你说，这前段时间就在前面那家店，有人开出了这么大一块帝王绿，而那块帝王绿就是从一块不看好的有柳的原石里面解出来的。没问题，那就开始吧。海老板，如果我赢了，可不可以不要这10块其中的几块原石？我的意思是挑选其他的来买。总之我会将这笔钱全部消费掉。可以的，这里的原石可以任意挑选。两人先后转账结束后，刘传强就开始解释了。随着石片与灰尘纷飞，刘传强正在聚精会神的切割，突然切割机一颤，随即有种不着力的感觉。难道是切到了玉肉？这不应该啊，玉肉也不是这种感觉。别怀疑了，里面是红翡，不过全是碎的。放屁！你怎么不说是帝王绿？哼！刘传强反驳了一句，然后继续切着，反正已经切成这样，就算切到了玉肉也来不及后悔，只能一刀两断。突然，众人傻眼了，红翡的确是红翡，而且这块红翡个头不小，起码价值几千万。可是，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不可能！刘传强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些碎片，这块原石100万，加上赌注2800万，差不多近3000万就这么没了。装 C 是需要实力的，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吧？啊，忘了告诉你了，之前你说的那个解除帝王绿的那个人就是我。什么？余辉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又仿佛在刘传强的伤口上狠狠地撒了一把。好，很好，姓余的，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这事情我跟你没完。哼！刘传强撂下一句狠话后，灰溜溜地离开了。余先生，恭喜你了。运气好罢了，不值得一提。余先生，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之前的时候你就说是红翡，你是怎么知道的？道理很简单，当时那个人解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红色的粉末伴随着石屑飞了出来，所以我才这么说的。海思晴点点头，他不知道余辉说的是真是假，因为自己刚才没注意这些。好了，余先生，我先将你的钱原路退给你。另外，如果你不想购买石头，我也可以将他的2800万同样转给你。余辉有些错愕，他没想到这个海思晴居然会这么做。而海思晴看到了余辉的疑惑，笑了笑。其实我看好余先生，就凭余先生的眼力和魄力，将来必定前途无量，说不定将来还能得到余先生照顾一下。那行，海小姐，希望我们下次还有合作。对了，海小姐，33号那块原石你最好别卖，自己解开，多了不好说。让你买一辆法拉利绝对没问题。余辉说完这句话就跟沈思佳离开了。算扩展花店的我去斗南采购盆栽，高亚麟却透露消息给林千雪，第2天他就跟来了，而且还被骗了500块。余辉，这里的盆栽还是有点少，你还得再进一些货才行，尤其是那个橡皮树，多弄一些回来，挺赚钱的。余辉自然知道自己店里的花卉盆栽还是有点少，可是整个花卉市场稍微有点看相可培养的盆栽就那么多，已经全部都被他买过来。思佳，你知道哪里有比较大一点的花卉市场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在昆明斗南那边。思佳，我打算去一趟斗南。
行，你决定好了哪天去就跟我说一下，我安排一下工作，然后陪你一起去。思佳，我这一来一回最少得好几天时间，你跟我去了公司怎么办？另外，我也没打算坐飞机去，我的意思是弄一辆厢式货车自己开车过去。你也知道花卉这种东西，找物流公司托运肯定是不放心的，还是得自己运输好一点。余辉，这么远的距离你一个人开车能行吗？思佳，先帮我买一辆厢式货车，蓝牌的，还要带空调的那种。至于司机，我再想办法找一个人。两人聊了没一会，高亚玲也就赶过来了。高亚玲看到沈思佳的第一眼就是惊艳，而沈思佳也差不多。一番介绍之后，两人也算是认识的。高小姐，你看一下是否满意？于先生，比我预期的好太多了，要不你帮我家里的几盆也……高小姐，要不过一段时间吧，最近几天我可能要去斗南那边一趟，差不多要4、5天的时间。你要是等得及，那就等我回来再说。接下来就是转账了，沈思佳就是来收费的，所以这种事情自然是他来负责。高亚玲离开没多久就来到了林千寻的家，她来这里纯粹的是为了无聊打发时间。玲玲，你说那个于先生要去斗南？是啊，他是这么说的。咦，你问这个干嘛？我最近不是正好没事嘛，所以我打算找地方去旅游一下。斗南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千寻，你不会是想跟他一起去吧？我可告诉你，他是有女朋友的。他女朋友我见识过，叫沈思佳，是沈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论财力，论长相，你和我加一起都比不上他的一根手指头。到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万一发生点什么，最终吃亏的可是你自己。你想哪去了？我和于辉总共才见过2、3次面，说话次数加一起还不到100句，我就是觉得无聊，纯粹的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罢了。高亚玲一想也对，按理说真有这个可能性。第二天，于辉正打算开着钢提厢式货车去斗南，然而这里多了一个人。于先生，我听说你打算这2天要去斗南是吗？于辉一愣，不知道林千寻怎么知道的。林千寻仿佛看出了于辉的疑惑。是这样子的，我最近打算去旅游一下，正好听高亚玲说你要去斗南一趟，我就随意的一搜，觉得那个地方还不错，而且一个人也没多大意思，所以这不赶巧了嘛。林小姐，一起倒是没问题，不过我是自驾过去的，你能坚持得下来吗？这没问题的，以前我也经常开着车子四处跑的。对了，你还是叫我千寻吧，林小姐这个称呼不喜欢，我们也算是朋友了，我就喊你于辉吧。两人就这么顺着高速公路一直行驶，等车子到了城洞县城已经是下午了。这个时候去花卉市场显然不是时候，于是找了家酒店住了下来。于辉，时间还早，要不我们去逛逛街吧？于辉其实是不太喜欢逛街的，不过考虑到自己难得出来一趟，另外回去总要给沈思佳和妹妹买一些礼物，所以也就同意了。逛完街已经差不多天黑，正准备回酒店吃晚饭，就在这时，街路口有几个人很热闹。来，我要500块买这个。简单的看了下，于辉就明白，这些人在开设赌局。其实这种局以前是很常见的，简单的拿3张扑克牌，其中有1张是花人，然后设局的人变动3张扑克牌的位置让别人来猜，而这个人却怎么也猜不中。周围旁观的人很明显就知道是哪一张牌，可是他就是猜不到。那么这时候旁观的人就有些按耐不住，于是也参与进来，结果可想而知了。一般这种设局的会有2到3个人相互配合，就比如这个刚刚输了500的人，一看就是托，目的自然是吸引于辉和林千寻了。于辉，这个人好笨哦，刚刚我都看到了，明明是中间1张是花人，这个人却猜不中。没错，林千寻就是那种旁观者，而且已经成功被吸引的旁观者。美女，你别吹牛，有本事你来。我来就我来。林千寻他可不在乎这几百几千的，主要就是不服气，于是拿出500块放在桌子上。我来猜。哦，这个摆摊的人脸上一喜，连忙开始转动3张牌。林千寻眼睛有点花，因为这次转动的速度比刚才要快不少，但是他还是看清楚了。美女，请猜。就中间那张牌。美女，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确定？于辉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是他没有阻止。几百块钱能够上一课长一点记性也不是坏处。别啰嗦了，快开牌。怎么会这样？刚刚我明明看到就是这张牌，你们不会把牌给调包了吧？美女，吃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不信你自己看。不行，再来。好了，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这时间不早了。听到于辉的话，林千寻只能无奈点点头，他就是纯粹好玩而已，转身就要离开。小妹妹，俗话说，输钱不搬家有金山，说不定这一把就可以连本带利的捞回来，也说不定啊。要不我们这次一起压，一人压一个，我就不信压不中。就是啊，美女，你看我都赢了好几千了。边上刚刚输钱的那个男人开始劝说，一边说着，一边又拿出了一沓红票子，目测得有2、3千块。于辉原本是觉得输了500块钱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当是给林千寻上了一课，结果这几个人居然还不知好歹。我来吧。小兄弟，别眨眼了。这个设局之人顿时开始转换3张扑克，然后让于辉猜。于辉笑了笑，然后猛然按住左边的1张扑克。我就猜这张是花人。此时于辉将左边那张扑克给按住，那么他想偷换位置就做不到了。小兄弟，行家。以前跟我3大爷做过这一行，
所以懂一点。原来是同道中人，失敬失敬。既然是同道中人，那多有得罪，还望小兄弟见谅。一边说着，一边拿出500块钱放在于辉那边。于辉没想到这家伙还挺讲道义的，他也没再为难对方，也没去开那张扑克牌。三位，现在时代不同了，能转行就转行，不然迟早得出事。我还有事，再见。于辉，你怎么知道他们3个是一伙的？还有，你是如何？答案很简单，你有没有注意他交叉换牌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手拿了2张，关键就在这2张牌上了。拿牌的手势就是食指和拇指卡住1张，中指和拇指卡住1张。在交叉换牌的时候，他扔出去的牌视觉上告诉我们是下面1张，其实他扔出去的是上面1张，这样你认的那张牌的位置就变了。那如果我没看清楚，胡乱的猜了1张，正好又被猜中了，怎么办？如果不小心真的猜中了，他们就会以最快的手法将纸牌给换掉。他们属于专业的老千，几乎每一天都在玩这种游戏，所以他们的手法会非常熟练。就算被别人发现了，他们也可以不承认。总之，这种小便宜以后不要去占就行了。于辉一边说着，一边将500块钱还给林千寻。林千寻没有接这个钱，他有些郁闷，居然被于辉认为她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女人。于辉，你误会了，我就是好玩而已。于辉也知道自己用词不当，毕竟林千寻也是个小富婆，自然不会去占这种便宜。行，我说错话了，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你去吃饭，总行了吧？千寻，你干什么？我有女朋友的。我知道你有女朋友啊，挽一下胳膊都不行嘛。再说你又不吃亏。上集说到，林千寻死皮赖脸的要跟我去赌南盆栽，还被骗了500块。次日一早，于辉和林千寻就来到了斗南花卉市场，没一会将整个厢式货车装满了。按照今天这个购买量，我们明天一上午差不多就买够了。对了，现在我们去哪？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古玩市场，我打算去看看。于辉，你还懂古玩？古玩和翡翠我都略懂一些，所以我还打算开一家古玩店。于辉，你开古玩店要不要我投资？开古玩店并不是很赚钱的，主要是想多一份事业罢了。至于投资还是算了，一个店面而已，要不了几个钱。于辉，你对外贸投资感不感兴趣？我家主要就是经营这方面的，如果你感兴趣，我们可以合伙开一家工厂做外贸生意，我保证订单做不完，而且有利润。林千寻现在就在找一个能够和于辉扯上关系的理由，可是于辉还是拒绝了，主要没那个精力。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我现在有些应顾不暇，首先得将盆栽店给搞起来，稳定之后就是古玩店。等这边的事情结束，我会考虑经营翡翠原石生意，到时候你要是感兴趣。我感兴趣啊，只要是和你在一起做生意，我都感兴趣。于辉话没说完，直接被林千寻打断了。林千寻这话说的有些露骨了，于辉听出来了，林千寻也反应过来了。那个，我的意思是我看好你，我觉得跟你一起做生意绝对能够赚大钱的，你别误会。两人吃了中午饭就来到了昆城这边的古玩街。千寻，我教你的东西你记住了吗？一定要跟我配合好。于辉说的交代，就像之前他交代沈思佳那次一样。放心吧，揉鼻子是劝你离开，揪耳朵是撒娇卖萌让你买，不就是一个托吗？于是两人开始逛起了地摊，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运气好，还是林千寻给于辉带来了好运。才看了2个摊位，于辉就发现了一件宝贝。紫金印章，真品，年代清朝，市场价300万。老板，这个破印章怎么买？小伙子，什么叫破印章？我跟你说，这可是宝贝，唐朝的宝贝。于辉一听唐朝的宝贝，就知道这个老板不懂。老板，你就别忽悠我了，你就说多少钱吧，我就买着玩。这名摊主也不说话，伸出了一只手。5毛，那行，我要了。小伙子，你不买就别捣乱，我说的是5万。多少？5万，500我都嫌贵。小伙子，你要是真心想要我给你打个折，就这个数，你看如何？这个摊主这次竖起了2根手指，这2根手指可以是2000，也可以是2万，就看于辉如何理解。2000太多了。于辉一边摇头晃脑，一边摸了摸鼻子，这是给林千寻递暗号。老公，就这破东西还2000？昨天我让你给我买个2000块的包包，你都不愿意，现在居然要花2000块钱买这个破东西。你今天要是敢买，晚上你休想上我的床。那个千寻啊，我也没说不给你买不是，回头我就给你买包行了吧？老板，我最多给你600，你要是卖我就拿走，不卖就算了。行，600就600，就当开个张了。交易完成后，老板又开口了：小兄弟，我这里还有一块砚台，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摊主一边说着，一边从身边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块椭圆形的砚台。这块砚台同样的有着缺陷，甚至缺陷比之前那个印章还要大，因为这块砚台边缘已经缺了一块，而且同样的磨损严重。一个透视丢过去，信息自然就出现在于辉的眼前。宝物名称：砚台，主人赵南星，朝代明朝，价值未知，可修复。于辉不认识赵南星，不过既然是明朝的，怎么说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老板，这个砚台你打算多少出手？小兄弟，这块砚台我找人鉴定过，是明朝的物件，甚至可能是宋朝的。你要是想要，给2000。于辉一听这话就好笑，又说找人鉴定过，又说可能是宋朝的。老板，你看这破砚台都缺了一个口子了，同样的600块我要了。于辉，这2个都破了，会有人要吗？
我听说古玩这东西一旦有破损，基本上就不值钱了。多了不好说，赚个180万还是没问题的。破损的那也是古董。对了，千寻啊，你不会是喜欢我吧？你胡说什么呢？那你总是挽着我胳膊不放是几个意思？而且还越来越顺手了。鬼才喜欢你，你少臭美了。没有就好，吓我一跳。怎么，我很差劲嘛？感觉你很嫌弃我一样。余辉正准备开口说话，手机响了，看了来电显示，居然是张扬果。喂，张警官。先生，文物走私犯嫌疑人和翡翠原石造假案子的嫌疑人已经抓到了，请问于先生什么时候来我们这边？顺便确认一些物品。现在不行，我在昆城，估计3、4天时间就回晋宁市。行，没问题。你认识张扬果儿？认识没几天，怎么你也认识？张扬果儿的妈妈和我妈妈是表姐妹关系，这下你明白了吧？明白是明白了，不过这跟我有个昆毛关系。对了，他打电话给你有事。另一边，张扬果挂了电话，居然这个时候去了昆城，真是的。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等等，前几天好像听千寻说他要去昆城那边游玩，还发了朋友圈，这事情不会这么巧吧？张扬果很想打电话问问林千寻，最后只是发了一个信息。林千寻和余辉吃完饭后，此时正回酒店的路上，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是张扬果发来的，自然是在询问他是不是认识余辉了。而林千寻就鬼使神差的拿起手机对着余辉开始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张扬果打开一看，好家伙，真的是余辉。我记得他有女朋友的，现在居然偷偷的跟着千寻去昆城，还脚踏2只船。原本就对这家伙没啥好感的他，顿时更加没好感了。千寻，你不会告诉我这个酒店只有1个房间了吧？不是你说的让我来这里订1间房的吗？现在却来质问我，你什么意思啊？自己确实说过这话，不过根本不是一个意思。这就好比去饭店吃饭点菜一样，说随便点2个菜就行，你总不可能真的就点2个菜。当车子驶入金陵市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的上午了，于是直接将林千寻先送回家。不过此时的2人很尴尬，因为昨晚发生了点小误会。千寻，谢谢你，这一路上如果没有你，我一定会感觉到很无聊，所以我必须得谢谢你。改天我请你吃饭。余辉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林千寻就这么看着，没想到余辉这个榆木疙瘩终于发现到了他的价值。到接盘侠的柳如梅对我还有一丝挽留，我果断拒绝。回到了花店，余辉就给众人分配礼物。这是给你们的礼物，思佳，这个给你。余辉分完了礼物之后，开着车就离开了。好漂亮的芭比娃娃，嫂子，看看我哥给你买了什么。沈思佳也想知道余辉到底给他买了什么礼物，结果这一打开，小脸顿时红了。包小小和于雨蝶也好不到哪去。嫂子，我哥这品味有点独特哈。那个小小姐，我们干活吧。沈思佳说不尴尬那是假的，他要是知道是这种东西，打死他也不会当着于雨蝶的面打开。我今晚就穿这个缠死你这个老色批。另一边，张扬果就约了余辉来到了一家饭店。其实张扬果对余辉是有些内疚的，因为他不应该将余辉的资料信息透露给林千寻，毕竟不合规矩。再加上昨天他去找过林千寻，林千寻将事情的情况一说，张扬果也知道了是自己误会了，但又不好道歉，所以思来想去，他打算给余辉打个电话，顺便说一下其他事情。一进入店，余辉一愣，只见柳如梅正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余辉假装不认识柳如梅，而柳如梅也有些不好意思。正打算进电梯时，余辉，等一下。余辉，你怎么会来这里？柳如梅语气改变了不少，不像以前说话那么尖酸刻薄了。我有些事情约了人，你有事？那个，余辉，我要结婚了。余辉一愣，他真没想到柳如梅会这么快结婚。玩的那么花，也舍得结婚那么快，看来钓到了一条很不错的鱼。是刚刚那个男的吗？那恭喜你了。他叫张树全，离过婚，不过对我还不错。余辉，如果你愿意接受我，我立马拒绝他，以后我都听你的，我本本分分的跟你过日子。我信你个鬼！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不可能了，而且我有女朋友了，你见过的，我很爱她，她也一样。柳如梅不甘的咬了咬嘴唇，最后点了点头。行，余辉，对不起，打扰了，再见。太好了，这个麻烦终于走了。包间内，张扬果今天没穿制服，而是穿着一身休闲服饰。刚刚那个是你前女友？这个张扬果居然在门后面偷听。张大美女约我出来，所谓何事？别放文绉绉的屁，我听着别扭。我就是想约你出来吃顿饭，不行吗？你和林千寻是表姐妹关系？准确点来说，千寻的母亲和我母亲是表姐妹关系，反正多少带着一点血缘关系吧。余辉，你看什么时候有空跟我去局子里一趟，有一些东西还需要你帮忙鉴定一下。张扬果将称呼给改了，之前喊余先生。那就明天上午吧，明天上午我正好有空。等等，你不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特意请我过来的吧？你不会打电话吗？张扬果自然不会说，其实他是想来道歉，只不过不好意思说出口。请余辉吃顿饭也算是道歉的一种。
今天发工资了，我又没啥朋友，找你来庆祝一下不行吗？对了，张杨果，你这个名字好奇怪，还有那个张局长是你爸吗？我爸姓张，我妈姓杨，所以我叫张杨果。至于你说的张局长不是我爸，他是我爸的弟弟，也就是我叔叔。对了，余辉，你是怎么做到随便看了一下就将那些古董给鉴定出来的？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说出来你一定要保密。张杨果眼睛一亮，这里有瓜吃，于是连忙点头。其实我有特异功能，我的眼睛会透视，可以看穿一切，而且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看到余辉在见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你这人怎么这样？没一句实话。你要是有透视能力的话，还会待在这里？你直接去买刮刮乐不就行了？好了，我还有事，今天就到这里了，改天请你吃饭。那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余辉只是随口说的一句客气话，没想到张杨果居然当真了。等我的古玩店开张了再请你。回到了花店，把买好的盆栽整理好，差不多忙了1个小时，然后标价就交给包小小。咦，这些都是你最近买回来的盆栽吗？就在这时，高亚玲走进了店里，她是知道余辉回来了，毕竟和林千寻关系可不一般。原来是高小姐，看上哪个我给你打8折。真是个小气鬼，我可是充值了100万的会员卡，本身就享有8折优惠的，好吧？对了，于先生，我今天来呢是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自然是购买盆栽，至于第2件事吗？就是我爷爷回来了，他想见见你，不知道于先生什么有空。关于这件事，余辉听高亚玲说起过，包括高亚玲上次让余辉救治的几颗盆栽都是他爷爷的。这2天恐怕不行，你也知道我刚回来这边事情挺多的，你看这样行不行？过2天我过去一趟。高亚玲点点头，算是同意。对了，于先生，你和千寻出去这么久，这孤男寡女的就没发生点什么事情吗？高小姐说笑了，我和林小姐是普通朋友，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普通朋友会在酒店住同一个房间吗？高小姐，屎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和林小姐是清白的，我是个男的无所谓，可林小姐是个女孩子，你可不能坏了她的名声。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了。行了，这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记得过2天来我家见我爷爷。最后高亚玲挑选了2盆多肉，结完账就离开了。高亚玲离开没多久，店里又来人了，是梁梦幻，身边还有一个女的，20多岁的样子。老同学，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啊？对了，我今天来是给你介绍生意的，我先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叫阚佳琪。佳琪的外公前不久生病了，最近才恢复过来。关键的是佳琪的外公也喜欢盆栽，所以佳琪就打算买2盆好一些的盆栽，于是想到了你，就来到这里了。你就是梦幻初中的那个同学，对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那个。此话一出，2人顿时一脸尴尬。阚佳琪好奇地打量着余辉，这个男人很帅，跟阿祖有7分像，和他们差不多年纪，能自己开一家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看小姐看中了哪个盆栽，我给你打8折，毕竟是老同学介绍来的嘛。我看好了，就这2盆栀子花吧。另外，我听梦幻说你这里办理会员卡对吧？你给我也办1张吧。欢迎光临。你这店很不错，如果让他外公知道了，一定会经常来的。谢谢你，老同学。梦幻，你是不是喜欢你那个同学？你说的没错，我是挺喜欢他的，可是那又如何？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沈氏集团的大小姐，论身材论样貌我比不过，论家世背景他能够甩我一条长安街。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大不了换一棵树再吊。佳琪，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外戚得知我开古玩店，打算离职，却遭到油腻上司的百般刁难。下午，余辉就来到了高亚玲家。是你，你好啊，没想到这么巧。阚小姐，你好。余辉，你来了。对了，刚刚听你们的口气，好像之前认识。面对高亚玲的好奇，阚佳琪直接将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余辉也明白了，阚佳琪说的外公自然就是高亚玲的爷爷。来到了阳台，就看到有一位老人正在拈花浇水。一番介绍过后，高本英率先开口了：“小鱼啊，原本我是打算亲自到你店里去找你的，不过亚林说跟你很熟，而我这腿脚又不太方便，所以就麻烦你了。”高爷爷没事的，我和亚林是朋友，就是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情。高本英也没废话，指了指边上的一棵盆栽：“就是它，你能看出是什么品种吗？”余辉确实不懂，但是他有外挂。植物名称：桂兰，目前状态：生病枯萎，价值：珍贵兰花品种之一。这次透视眼给出的信息非常详细，接下来就开始装丝了。高爷爷，这是桂兰，是非常珍贵的兰草之一，它主要生长在林地沼泽中，依靠吸收树木的养分维持生长。其外形怪异，如同幽灵，而且数量稀少，价值昂贵。世界上最贵的一颗桂兰，曾经价值高达上千万。您这个桂兰虽然达不到这个高度，但是价值100万毫不为过。只可惜根茎大多数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估计很快就会枯萎。
厉害厉害，难怪亚林说你很厉害有本事，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小鱼啊，那你有没有办法救治这颗鬼兰？只要你能帮我救活，价钱不是问题。实在不行，我将亚林介绍你做女朋友。此话一出，余辉顿时尴尬起来，同时尴尬的还有高亚林。爷爷，你再胡说，我不理你了。高爷爷真幽默，这颗鬼兰我可以试试，不过我不敢肯定一定能够治好，就怕万一给我折腾死了，到时候就可惜了。余辉这是在打预防针，毕竟这颗鬼兰不便宜。小鱼啊，你尽管拿去试，反正这盆鬼兰迟早也会死，死马当活马医吧。就算死了，我也不会怪你。那行，我先带回去研究一下再说。等过几天不管好坏，我再给您一个准信。余辉说完，带着盆栽就离开了。外公，万一这个余辉他将你的兰花救活了，到时候不给你，说死了怎么办？你别把人家想的那么坏，一个爱花懂花之人，他们想的是将好东西与人分享，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占为己有。再说，就一盆鬼兰而已，放在我这里迟早也是枯萎，他要是真能救活，也算是一件喜事。给不给我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就是余辉才不是那样的人。回到店里，先将这颗鬼兰给拔了出来，用剪刀将坏死的根部给剪掉，换上新的营养土，准备栽植。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鬼兰边上又长出了一颗新的嫩芽。余辉心中一喜，连忙将这颗嫩芽连同少许的根部给分解了出来，然后将之前的那颗鬼兰和这颗嫩芽分别种在花盆里。余辉的灵气现在已经升级，所以像治疗这种鬼兰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没一会功夫，原本有些萎靡不振的叶子顿时挺直了不少。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林千寻打来的。之前委托林千寻帮忙购买古玩店店面的手续已经办好了。之所以开古玩店，就是想让自己多一份产业。店员的话，之前蒲美琪和苏小柔都说要来的，这个还是要确认一下。至于掌柜，不说对古玩多么精通，最起码要懂一些才行。想到了这里，余辉还真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关静雅。于是余辉就来到了关玉和别墅。小师叔，你来啦！黄小姐也在啊。黄英点了点头，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的，就想起了昨晚的误会，俏脸一下子就红了。静雅，我今天来是找你的，想请你帮忙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师叔，你说吧，叫我做什么？只要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关静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静雅，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这不是打算开一家古玩店吗？缺少一个掌柜的，不知道。好啊好啊。余辉话还没说完，关静雅就开始表态了，主要是她刚毕业，也正在找工作，当然感兴趣也是有一方面原因的。一家古玩店，她是掌柜的，这说出去多有面子。我还没说薪资多少呢。师叔，就凭我们这个关系，你还能亏待了我？一个月你随便给个10万8万的就行。师叔，我开玩笑的，不用10万8万，有个3、5万零花钱就行。一个月8000，其他的按照销售提成来算，5险1金，其他福利暂时无，爱干不干。成交。那我什么时候正式工作？等这个月结束，下个月1号正式开业。另外，我再给你找一个帮手。什么店开业呀？就在这时，好几天没见的黄光年又来了。爸，你怎么来了？余辉，我刚才听你说什么店开业，是不是古玩店？是的，我准备下个月1号开业，这不还缺一个掌柜的，所以就来找静雅了。你小子有魄力，我喜欢。对了，静雅你都要了，要不你将我这个丫头也要了吧？梁哥，我这么一个小店，黄英一个海归去了，简直就是屈才，对吧？我觉得我可以，你给我交5险1金就行，工资有没有无所谓。行，这事就这么定了。另一边，蒲美琪看到了余辉的信息之后，眼睛就是一亮，立马带着准备已早的辞职申请去找自己的老板去。蒲美琪的顶头上司，一个30多岁矮胖的，还顶着一个啤酒肚的男人。如果余辉在这里的话，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男人正是前几天和柳如梅一起的那个张树群。张总，这是我的辞职报告，麻烦你签个字。美琪啊，这做的好好的，干嘛要辞职啊？是不是嫌工资低了？要不下个月再给你涨1000。张树全其实追求蒲美琪很久了，只不过蒲美琪怎么会看上这个油腻男？多谢张总的好意，不过我还是要辞职，麻烦您签个字。美琪，我们公司可是有规定的，辞职要提前1个月申请，你这不合规矩呀。张总，主要是我家里面有急事，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再多留3天，然后你找一个人过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再跟他交接，再带他几天。至于工资，您看我是个打工的，也不容易，您是大老板，也不在乎这几千块钱，您觉得如何？胡美琪，这里是公司，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说走就走，那我这公司还要不要？要么你现在将辞职报告拿回去好好做，我给你加1000块钱1个月工资，要么你就给我做满1个月。胡美琪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就算自己留下来1个月，估计这1个月肯定会百般的刁难自己。好，我工资不要了，行吧？胡美琪说完就离开了张树全的办公室。胡美琪，你走可以，不过东西我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私人物品。你说是你的私人物品就是你的私人物品，万一你将我们公司的机密文件带走怎么办？必须得检查。
你看好了，这是手机，这是数据线，这是我的水杯，这是……这个是什么？打开看看。吴美琪看着不怀好意张树全，她的脾气终于爆发。看清楚了，这是你们用的创口贴。你要是看不清楚，回家去看看你们用的。行了吧，这下我可以走了吧？你要是还不放心，我可以打开一个给你看看，让你看看是不是跟你们用的一个牌子。对了，这个我不用了，送给你了，你拿回去送给你，你一定会夸你是个好大。吴美琪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留下一个脸都黑成锅底一样的矮冬瓜在风中凌乱。看什么看？还不赶紧工作！如果不想干了，都给我滚！沈思佳和多年未见的老同事暧昧动作被我顿时怒火中烧，失去理智的我出了车祸。姐，想死我了！思瑶，你看看你这什么打扮？女孩子家搞成这样成何体统？姐，我在家里就是不想听爸妈唠叨才来这里的，你能不能少说我2句？再说我就不喜欢你了。思瑶，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姐夫对不对？姐夫好，我叫沈思瑶，请多关照。你好，思瑶对吧？挺可爱的。姐，你听到了吧？我姐夫都说我挺可爱的。思瑶，你来这里打算上哪所大学？姐夫，你是不是被我姐的河蚌夹傻了？我来金陵自然是在这边上大学啊。这成绩还没下来吧？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考上金陵大学？这一点倒不用担心，思瑶学习成绩很好的，清华北大不敢说，这金陵大学应该没问题的。思佳，雨蝶成绩一般，估计2本没问题，但是上金陵大学恐怕不行。你看能不能找找关系让雨蝶也上这个金陵大学啊？余辉，这个我真没办法，不过这件事有一个人绝对可以。谁啊？就是你师父关玉和，你师父名声很大的，而且在金陵大学还挂着一个名誉教授的闲职。看来明天还得过去拜访一趟。第二天，余辉刚刚从关玉和那边出来，搞定了于雨蝶的事情之后，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李文静发来了一条短信。打开一看，余辉脸色顿时一变。此时沈思佳的办公室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捧着一大捧玫瑰花。思佳，好久不见。老同学，3年不见，你变化挺大的。思佳，每个人都会有变化，我也一样。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变，那就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的。武少军说完这句话，伸出手就想搭在沈思佳的肩膀上。沈思佳眉头一皱，正想躲避，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余辉走了进来。然而武少军的手还保持着伸出去的那个动作，沈思佳也还没来得及退让，就这样，时间仿佛定格了。余辉，沈思佳知道这下子误会大了。余辉，不要，你听我解释。文静，快带我去盆栽店。余辉确实很生气，柳如梅的背叛带给他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但随着上头的情绪缓和，余辉觉得他需要冷静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不是那样的。所谓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耳朵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一边开着车子的余辉，脑海中胡乱的想，结果就忘记了看红绿灯。另一边，沈思佳和李文静来到了盆栽店，可是余辉并没有在这。掏出手机，第 N 次的拨打余辉的手机，这次电话被接通了。余辉，你听我解释，真的。你好，我是金陵交警队大队的，请问你是手机机主的什么人？你好，我是他女朋友，请问他是不是违规了？是这样的，手机的机主也就是你男朋友，没系安全带，然后闯红灯，发生了车祸，刚刚被送上了急救车，你赶紧去第1人民医院吧。小子，这到底咋回事啊？我个很守交通规则的，还天天告诫我以后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不能闯红灯。可是雨蝶，这事情都怪我。姐，只有历经磨难，经受得住考验，才叫真爱。放心吧，就姐夫这人凭死不了的，最多也就是脑震荡过后变成白痴植物人啥的。小英，你知道的，那个武少军我对他没感觉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想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还没反应过来，余辉就进来了。我想解释，可是他不听。思佳，我知道你对武少军没有意思，可是武少军对你有意思啊！你明明知道武少军对你有那种意思，你就更应该避讳一下，起码去会客厅或者让你秘书陪在你身边也行啊。我听你说过余辉的过去，他在感情上面受过重伤，心里有阴影，那么你就应该避讳这种事情发生的。余辉被送回病房之后，身体里的灵力就开始自行运转，修复着体内的伤势。其实早在半个小时前他就已经醒了，只不过当时人很多，余辉怕尴尬，所以就装昏迷。听到了两人谈话，余辉都想扇自己2个大耳刮的。柳如梅能跟沈思佳相提并论吗？看来得好好道歉才行。不过这黄英再肯定不行，多尴尬啊！就在余辉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病房走进来一个人，过来的正是武少军。武少军，你怎么来了？黄英，我们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啊！黄英对这个武少军可没啥好印象。武少军，你害得人家还不够吗？又跑过来干嘛？这事情跟我好像没多大关系吧？我去公司看望老同学，这哪里有错？思佳，你没事吧？武少军，不管你是有心也好，无意也罢，
今天这误会都是因你而起，这是我男朋友，今天因为这是误会才会导致现在这样，我也不说怪你之类的话，我只希望以后还是不要来往了，我不想我男朋友再误会。还有以后请你喊我沈思佳，也可以喊我同学，谢谢。武少君脸色变了又变，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思佳，这恐怕不行，因为我现在是金陵沈氏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兼任市场部顾问，这是总公司那边的任命状，你可以看一下。沈思佳狐疑的接过所谓的任命状，武少君说的都是真的，文件最下面还有他父亲的签名。余辉此时也是一顿我靠家卧槽，心里不停想着，最好这家伙出门摔死。思佳，我还有事先走了，明天早会见。武少君说完，还露出一个迷之微笑，结果一转身，被黄英故意伸出的一只手绊了。哎呀，不好意思，我同学，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武少君很想骂人，最后狼狈的离开了。思佳，这下子你麻烦了，这个家伙进你们公司，这以后难免天天碰面。余辉这边，小英，你帮我照看一下余辉，不要给我爸打电话，我不要这个武少君进我们公司。而此时余辉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刚刚那个武少君摔跤跟他诅咒到底有没有关系，所以他决定再试一次，毕竟透视这么离奇的事情都存在，这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看到了黄英，心里默念一句对不起了黄英大侄女，之后就开始实行诅咒计划。黄英，给我一屁股坐地上。黄英等沈思佳离开之后，就回到了床边，准备坐下来休息会。特么的，这第一人民医院的凳子质量这么差，疼死我了！这难道是新颖的吗？男人吃了1000块钱的早餐，竟然在会议室放了屁，然而他却不知道是我的异能感动。余辉，你怎么出院了？还有你脸上怎么一点伤疤都没有？我记得你这鼻梁是骨折的，我怎么感觉……此时的余辉通过凌厉的治疗已经好的差不多，为了掩人耳目，余辉头上还贴着一个医用胶布。我这不是怕我家小宝贝被别人抢走吗？讨厌，我懒得理你。我现在有一个会议，你在这里等我开完会之后，我们一起去吃饭。我陪你一起去。不行的，这是公司高层会议，你的级别不够，进不去的。余辉并不是要参加什么高层会议，他去的目的就是要整一整那个武少君。昨天他试过了，诅咒技能超过一定范围就不起作用。没事，我是你的保镖，我在会议室外面等着就行。沈思佳点点头，只是在会议室外面等一下确实是没问题。今天开会的目的主要是2件事，不过在说事情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武少君，是一名海归，他是总部派过来的，主要负责。此时的余辉就在外面听着，不过他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某人出头。好在透视管用，这扇门简直形同虚设。看到武少君站了起来，余辉笑了。大家好，我是武少君，刚刚一些简单信息已经介绍过了，那我再说一下我的简历，这样一来主要是方便大家对我的了解。武少君一边说一边吹嘘着自己在海外留学，上的什么学校，做的什么贡献。当然，这些事情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希望……武少君话说一半，突然开始放屁，这屁又响又臭，扩散范围还大。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李文静，第二个倒霉的就是武少君周围的人。武少君此时这叫一个尴尬，而坐在主位上的沈思佳，因为距离也不算远，自然也就受到了波及。各位，不好意思，我刚刚来金陵这边，可能早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所以这肚子刚刚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各位，我们继续。众人再次用手捂肚子，真的是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清洗。李文静此时已经快窒息缺氧。你这是什么？继续放屁吗？真恶心！你放屁就放屁，还打招呼，特么的！那个，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会议先暂停，散会。沈思佳说完，起身就走，其他人也是如释重负的连忙跟着。怎么这么快？别提了，臭死了！你都不知道，如果沈总再晚一会说散会，我估计得进 ICU 了。会议室里，刚刚缓和一些的武少君听到这话，脸色顿时又变得难看了起来。沈思佳，你们都给我等着！回到了花店，此时店里来一个人，正是这家店面的房东方雅。方姐，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转转？余辉，那天你走了之后，原来那天在余辉离开之后，方雅就在琢磨余辉说的话，最后一咬牙将这颗金蝉给打碎了。结果他发现金蝉的肚子里装了一只玉蝉。方姐，恭喜你啊，捡漏了。余辉，我真打算是捡漏啊，如果不是你发现到了，说不定哪天我将它当成工艺品送给人了都有可能。你跟我说一下这个玉蝉的出处呗，还有价格。方姐，这个玉蝉为两汉时期特有的一件物品，两汉时期的玉多用新疆和田白玉、青玉雕成，用料讲究，而你这个玉蝉正是用和田玉雕琢而成。你看这包浆，说明年代久远，市场价应该不低于500万。方雅越听眼睛越亮，这个金蝉是他前年花了5万买的，没想到里面居然还藏着一只玉蝉。余辉，你人品真好，我方雅佩服。如果换成别人，估计直接私吞了都有可能，可你却直接告诉我了。俗话说见面分一半，这你可不能拒绝。方姐，你这话说出来就见外了。所谓钱好还是人好，方姐把我当朋友，就这店面都是白做给我的，我还没来得及感谢方姐，何况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方雅被余辉情真意切的言语打动，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行，姐就不矫情了，反正姐记着就是了。对了，今天过来还有件事情，顺便找你帮个忙。什么事您只管说。我有一个熟人也是古玩爱好者，前2天他的孙子不小心将他最珍贵的一个花瓶打碎了。听你之前说过你会修复花瓶，所以就过来找你帮个忙。修复花瓶？你上次不是修好了那个美瓶吗？所以我就是过来问问。不过修不好也没关系，毕竟花瓶摔得挺惨的。芳姐，我现在跟你去一趟吧，正好我有空。先不管事情成不成，到时候我欠你一个人情。随后来到了方雅的别墅，此时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已等候多时。经过一番介绍，余辉也算是认识了。老人姓刘，全名刘保国。老人打开盒子，里面果然是一堆碎片，这是一件陶器无疑了。物品名称：唐三彩花瓶，物品产地：洛阳，损毁严重，可修复。这居然是一件唐三彩花瓶，刘老，这是一件罕见的唐三彩花瓶，对不对？刘保国有些诧异。首先，这件唐三彩方雅是不知道的。仅凭这些碎片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件唐三彩，不愧是关玉和的弟子。没错，这的确是一件唐三彩花瓶，是我早年间一位老友放在我这里保存的。结果这一放就是30多年，这位老友音讯全无，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刘老，这件花瓶我可以修复，而且能够修复到跟之前一模一样。你真的可以修复，只要你能将这件唐三彩花瓶修复回来，多少钱随你开。刘老，您是芳姐介绍过来的，我哪能收你的钱呢？不过这种花瓶修复起来很麻烦，我需要几天时间，所以没问题，小兄弟尽管拿回去修好了。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关静雅打来的。和2人聊了一会之后，余辉就拿着盒子离开了。小雅，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外公，我和他是在一次朋友举办的古玩交流酒会上认识的，那可真的是唐三彩，你怎么不告诉我？眼力劲有了，人品应该也没问题，毕竟他是关玉和的弟子。现在我们就看他的本事了。师叔，等一下你可要做好被刁难的准备哟。原来关静雅的父亲回来了，按照辈分来算，他就是余辉的大师兄，而这个一脸严肃的中年人正是关静雅的父亲，关玉和的儿子关文康，也是齐大弟子。师兄好。不错，很精神。余辉呀，你大师兄今天可是要来刁难你的，你可别给我丢脸啊！师傅，师兄，我尽力。关文康也不废话，直接拿出一幅画，然后示意余辉去看。余辉自然明白，这就是测试。一般拿出来测试的东西不一定很贵，也不一定很有名气，但是肯定很难断定。说说这幅画的出处。这幅画叫做《火系余影图》，为明代4大冷门画家之一丁云鹏所画。丁云鹏，字南宇，号圣华居士。当然，这些只是我的猜测。一直古井无波的关文康终于有些动容，然后看了关玉和一眼。关玉和也是有些意外，他以为余辉最多能够鉴别出这幅画的年代，然而没想到余辉可以说得这么详细。我师叔说的对不对？岳辉，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罐子，瓷器罐子。关文康将小罐子放在桌上之后，就示意余辉去看。开启了透视装模作样，看了大概有5分钟之后，师兄，这个罐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叫歌釉青花罐，也叫明朝歌釉青花罐，或者叫清朝歌釉青花罐。首先这一个罐子很可能是清朝中后期的，因为它的包浆实在是太少了。你说的很对，但是还是没说到重点。为什么明朝的罐子配清朝的盖子？这里面有什么讲究？这是关文康在引导，他更希望一个全面的答案。应该都不是这些原因，因为2个朝代的东西，无论你怎么搭配，他们都不可能做到像这个罐子和盖子这样的高契合度。据我猜测的话，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什么答案？你快说。这个罐子可能在制作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要配盖子，到了清朝有人仿造这个罐子的时候，觉得这个罐子配个盖子可能会更好。打个比方吧，就像2战时期一样，我们缴获了某个国家的一把好枪，枪是可以用的，但是适配的子弹数量很少，打着打着就没了。那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枪给扔掉，所以我们就会针对这把枪来做上配套的子弹。这样一来，枪还是原来的枪，子弹是后来配置的。虽然2样东西不属于一个工厂生产，但是又能够达到如此契合，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哦，厉害厉害啊！实话跟你说吧，就因为这个罐子和盖子的事情，我们好几位老专家足足研究讨论了很久。现在听你这么一解释，感觉应该就是这样。因为类似的罐子，我们一共发现了5件，而5个盖子和罐子本身都不是一个年代。罐子清一色的明朝早中期，而盖子清一色的清朝中后期。除了你这么说法，我实在找不到第2种更合理的解释。宇辉啊，你啥时候有空去京城一趟？到时候我让你加入国家文物局，凭你的本事通过考核应该是没问题的。余辉哪有时间加入什么文物局？他要搞钱，搞大钱。那个师兄啊，我恐怕没有太多的时间，毕竟我这边有自己的生意。如果说加入文物局的话，我恐怕……余辉呀，国家文物局没你说的那么复杂。你大师哥的意思是给你一个虚职挂着，也算是有个拿得出手的身份，这对你以后是有好处的。这么一解释，余辉算是明白了，有便宜不占不是王八蛋吗？但就算是王八蛋，该占的便宜还得占。刚想买的原石却被狡猾的刘传强截了胡，下一秒他傻眼了。余辉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吸收灵气了，
今天过来不是为了赚钱，他就想买2块原石回去吞噬一下。于先生，好久不见。你好，海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海思晴正想说话，就看到余辉旁边的沈思瑶，心里顿时一阵疑惑。难道这个家伙换女朋友了？不应该呀，那位可是沈氏集团的大小姐，还有什么样的女人能比她更优秀？余辉一看海思晴的表情，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了。海老板，我来介绍一下，她叫沈思瑶，是我女朋友她妹妹。一番介绍过后，海思晴一听解释，顿时明白，沈思瑶不缺钱，但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昨天重新买了辆新车之后，沈思瑶就担任余辉的助理兼司机。卧槽，怎么又是你？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来人正是上次跟他打赌亏了几千万的刘传强。刘先生，真巧啊，我们又见面了。看到余辉，刘传强算是有些害怕了，上次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他刘传强准备认怂了，正准备离开，突然看到了余辉手里捧着一块石头，然后放在一边，于是他眼珠子一转，截胡，于是趁着余辉去挑石头的时候，他直接快步上前，拿起了余辉刚刚放下的那块石头。海老板，这块石头我要了。刘先生，这块石头是我挑中的，这块石头里面的玉肉起码价值300万左右。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又没付钱，现在我看中了这块石头，你就要跟我抢，这话可说不过去啊。所谓流氓打架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还别说，刘传强说的这些话真的有一定的道理。余辉看着刘传强无赖的样子笑了笑，心中已然有了计划。刘传强看到余辉这样，还以为是认怂了，顿时一阵得意。刘先生，要不我们再打个赌如何？一听说打赌，刘传强心里就是一突，他有点害怕，但是他又不愿意认怂。你想赌什么？我就赌他一文不值，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这块原石切出来只要超过1万块，就算我输。另外，我再给你1000万。那要是我输了呢？此时的刘传强全神戒备，尤其是注意着余辉接下来说的话，防止里面有陷阱。如果刘先生输了，我挑选一块不超过100万的原石，刘先生帮我买单就行。当然，如果刘先生经济不方便的话，想故意用打赌这种方式来刺激我，然后让我犹豫害怕，最后放弃这块原石。哼，这小逼想的真美啊！行，不过我们得和上次一样，先将钱打给海老板，不然到时候你不承认我找谁去？于是二人将上一次的步骤重新做了一遍，只不过这次余辉转的是1000万，而这个刘传强只是转了150万。100万是打赌的资金，50万是买他打赌的这块原石。姐夫，你信不信我回去告诉我姐，你偷看别人？别胡说，你姐夫我是那样子的人吗？信不信我扣你工资？小子，看好了，我要开始捡石了。于先生，里面真的没东西吗？放心吧，等下有好戏看的。绿了，出绿了，看到了吗？就是橙色，肯定是大涨。看来之前自己的猜测完全正确，这个余辉就是想用高额的赌注将自己给吓死，然后得到这块翡翠原石，结果没想到被自己识破了。继续啊，你不会就切出一个面就来说你赢了吧？小子，你还死撑呢？行，等我切开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1000万啊，等一下我要多买几个石头切着玩。随着石屑脱落，没一会功夫，这块翡翠的基本形状就已经被掏出来。余辉，看到了没有？这是块绿翡，怎么样？愿赌服输，你那1000万，本宴赌就笑纳了。就在这时，他猖狂的笑声戛然而止。只见眼前这一块翡翠开始由内而外延伸出许多裂缝，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开始延伸扩大，慢慢的连整个翡翠面都已经出现了裂缝。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可能！这一块翡翠原石最少得值1000多万，再加上赢余辉的1000多万，这样一来，上次输的2000万基本上能回血了。可是，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看出这块翡翠原石有问题，所以我打算单独将它挑出来。结果刘先生非要跟我抢，这就没办法了。是你，一定是你搞的鬼！刘先生，你要是输不起就直说，这100万我也可以不要，但是屁可以乱放，话不可能乱说。刘传强敢肯定这件事情绝对跟这个余辉脱不开关系，但是他又没证据。我们走着瞧。哼！刘传强说完这句话之后，灰溜溜的跑了，貌似上次离开时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于先生，到底是不是你搞的鬼？其实就在刚刚他和刘传强说打赌的时候，他把手放在了原石上面，然后将里面的能量全部给脱离，所以才会导致后来石头解开时出现的那种情况。内视了一下自己体内一小点的能量，像刚刚那样的翡翠再吸收个2、3块就差不多了。我要是有这个本事还在这里混，早就去翡翠国那边做翡翠王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100万我再挑选几块石头吧。一番挑拣，余辉没有将这里最好的翡翠原石给买下来，因为他想等2天和沈思佳一起过来，那样他可以装逼。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想办法对付武少君那个家伙。会议室里，此时的武少君就像一个指点江山的人一样，手里拿了一份报告，滔滔不绝地说着。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根本就没必要自己一家一家的去找，更不能因为某些走运气的人赌涨了几块翡翠原石，就相信什么所谓的以小博大去赌。我们是大公司，我们需要稳定的供货来源，靠那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只能治标不治本。我们完全可以和别人合作，批量的进入翡翠原石，
这样一来，既便宜又能解决我们的原材料紧缺的问题，而且云石公盘也快要举行了，我们可以自己成立一个采购小组，带上几名资深专家。沈思佳就这么听着这个武少君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只不过这个某些人，沈思佳听起来就是非常刺耳，什么以小博大、投机取巧等等，暗戳戳的分明就是在指于辉。此时的沈思佳眉头微蹙，很显然这个武少君说的话让他非常反感。此时在外面的于辉嘴角微微上扬，心里面开始了盘算。各位，今天的会议时间因为我个人原因拖得比较长，耽搁了大家午饭和休息时间，所以我真诚的邀请大家中午去吃。武少君本来的意思是想请所有人吃饭，毕竟他单独请沈思佳肯定是吃不到的。可是这话刚刚说一半，卧槽，这家伙不光放屁，竟然还崩出屎来！快跑，毒鸡蛋又来了！武少君此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就算是放屁也会有，多数情况能控制，上次纯属意外。可是他今天放的这个屁竟然连屎。对于自己不小心把会议室变成了公厕这个事情，武少君彻底的绷不住。我的妈呀，熏死我了！沈总，下次开会这个座位能不能调整一下？我坐你左手边可好？不行。静静，我给你出个主意，要不要？辉哥，那你快说。下次开会的时候你就戴个口罩，这样不就行了？这主意不错，我们去买口罩去。不对，我们吃饭去。吃过午饭后，于辉就回到了沈思佳别墅，将这2块原石吸收之后，体内的小鼎能量已经满了。现在就开始拼接这件唐三彩花瓶碎片，透视眼扫了过去，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些碎片上面，几乎每一块都有一个数字，或者说是编号。难道透视能力又晋级了？有了编号就不一样了，只要找到相连的编号就可以了。至于最后一块没吸的原石，于辉打算给黄光年。上次听他说过想给他老婆，也就是他师姐弄一套好一点的翡翠首饰，所以就带着石头来到了黄光年家。于辉，我跟你说，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马不停蹄的赶回了家。年哥，上次你不是说给我师姐做一套翡翠首饰吗？所以我就给你送了一块石头过来，绝对100%出率。那太感谢了。于辉，今晚有没有空？年哥，有好事。有一个村庄在挖墙角地基的时候挖到了一些东西，所以我打算今天晚上去看看。你要是去的话就一起。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法？万一要是被人知道了会很麻烦的。你放心，我们又不是盗墓，估计是这一家的屋主他的钱被埋下去的，可能后来去世了，也可能是忘记，现在被挖了上来。听说是有不少好东西。年哥，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昨天我去古玩街那边瞎转悠，路上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男子，手里拿着几块银元，看样子是准备出售的。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最后才得知就是他家的老房子拆了。挖地基的时候挖到了一些东西，据他所说，除了银元之外，另外还有一些物品。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好，他的东西我都要了，所以打算今晚。于辉点了点头，只要不是盗墓那就没有问题，就算那些古董不合法，他们去看看也没事。真要是有问题，只要他们不去购买就行。年哥，银元能让我看看吗？接过银元，透视眼扫了过去，这银元的确是真的。于辉，我是这么想的，你这古玩店不是马上要开张了吗？所以我就琢磨着，如果这些东西没问题，你就将它吃下来，然后放在你的古玩店里，这样古玩店里的东西也就多一些。那行，今天晚上我就跟你一起去一趟。吃过晚饭，两人开着车就来到了目的地乔林镇。此时的房子已经拆完了，地基也挖了一半，暂时停工了。黄总，你来了，这位是……一番介绍之后，于辉得知这个家伙的名叫陈刚。黄总，明人不说暗话，如果东西没问题，我只要现金。这是自然，不知道我们现在能不能看看东西。箱子打开，于辉顺眼望去，里面的确有不少东西，有几十枚银元，还有一些铜钱，另外就是笔筒印台，还有2枚印章，剩下几个叫不出来的名字。这些东西毫无意外都是真家伙。你开个价吧，价格合适我就要了。黄总，我也不多要，一口价20万。这不是老黄吗？你怎么也来了？于辉循声望去，此人50多岁，个头不高，很像一个暴发户，身后跟着一个人，手里提着密码箱。李大富，你怎么也来了？于辉从2人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很不对付。老黄，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李大富，你也看中了这些东西，这总归有个先来后到吧？我们可是先来的。你以为是车站买票啊？还先来后到？再说你们可没有交易，所谓价高者的，我说对吧，陈兄弟？陈刚眼睛一亮，他巴不得来个10个8个人，人越多对他越有利，这样成交价格就会卖得更高。这话自然，李老板来的正巧，你要是再来晚一回，这些东西可就被这位黄老板给买走了。陈兄弟，这你可有点不地道了。刚刚你自己都说了，这些东西你要20万，我的钱都准备好了。黄总，这话不能这么说，东西是我的，而且我们也没有进行交易。再说李老板大老远的过来，总不能让人白跑一趟吧？你看这样行不行？东西就在这里，你们2个谁出价格高，这些东西就归谁，如何？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听得出来，
陈刚就是在想坐地起价了，因为陈刚说的也没错，他们没有完成交易，这自然就不存在什么毁约的事情，只能说这个人有点不厚道。我出20万，30万，我出40万。老洪，你别这么小气嘛！你要是出200万，我就让给你。陈大富今天晚上就带了200万过来，所以他才说出来刚才那段话。他的意思我带了200万，你要高于我这个价，这些东西你就拿走。就在这时，余辉有股变异袭来。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在那边。正准备上厕所的时候，无意中瞥了一眼厕所边上的一堆瓷器碎片，顿时被惊住了。四下看了看没人，连忙将这些瓷器碎片给捡了起来，然后放到车后备箱。我出200。等一下，年哥，算了吧，我们不要了。这些东西我算过了，拿出去卖的话也就是180万，我们出200万根本就划不来。既然这位李老板这么喜欢，不如我们就成人之美吧。哈哈哈，这位小兄弟说话敞亮，我喜欢。我叫李大富，小兄弟，改天有空的话去我那里坐坐，我请小兄弟喝茶。年哥，这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余辉和黄光年离开没多久之后，这里瞬间被警察包围。起因是陈刚挖到了东西之后，被另外一个人看到。所谓见者有份，陈刚应该分他一些东西，但是就陈刚那个德行，肯定是不愿意给，所以那个人一气之下就选择了报警，可谓是钱也没赚到，东西也被没收，另外还有可能会面临着罚款和拘留等一些处罚。至于那个李大富，估计也没啥大事，不过这钱款肯定是要没收的，另外可能还要面临的一些罚款，当然这对他也不是啥大事。回到沈思家别墅，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余辉就开始拼接在厕所捡的花瓶碎片，顺便将那件唐三彩也一起给修复了。物品名称：黄大清粉彩瓷器，年代：清朝同治，真品，市场价300万。哈哈哈！没想到拉了一炮时就白捡300万。余辉猜测，这件瓷器估计是那个陈刚不小心打碎，又或者当时挖地基的时候就砸碎，所以就直接丢到了一边。余辉还不休息？就在这时，穿着睡衣的沈思佳推开门走了进来。余辉敢肯定，他是故意的。那个，这不是古玩店准备开张了吗？所以我想将我的收藏给整理一下，过2天就要拿过去了。余辉，我有个店面，但是这最近资金有点短缺，所以我就想来喊你加入。你投资多少我接多少，到时候股份啥的你说了算。等以后万一投资有了成果，你就赚大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投资？你说的资金短缺的门店是这里吗？不是的，是这里。我投资多少你就接多少吗？余辉，我能接下你的全部投资。放屁的武少军竟然在缅北请了个赌石高手来对付，还要跟我打赌一个亿。武助理，公司的翡翠又不够用，这是下面的采购计划申请。这件事情以前一直属于采购部门完成，不过既然现在你来了，这件事情自然由你来负责。当然，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到时候我再帮你介绍一个专家。沈总，这没问题，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能够完成这批采购计划。行，不过有句话我要提醒一下武助理，采购是有风险的。虽然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次采购回来的翡翠原石都能赚钱，毕竟翡翠这种商品存在着不可确定的因素，所以我建议武助理直接购买成品。虽然这样利润会小一点，但是风险也相对来说小一些。沈总请放心，公司的制度我是懂的。这样以后只要是我负责采购的原石，如果解出来的翡翠的价格低于我们采购价格，那这个差价由我个人来补。此话一出，沈思佳直接被惊到了。这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按理说武少军是不可能做的，就算是一个傻子，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武助理，你确定？武少军露出一个迷之自信的微笑。为了让武少军在金陵分公司站稳脚跟，武家花了重金从缅北那边请来了一个号称点金值的赌石高手。沈总请放心，如果沈总不放心的话，我这里可以签订一份保证书。这个家伙身后到底站着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可没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反正对他又没损失。文静，按照刚刚武助理说的，明天弄一份协议。武助理，你别介意哈，毕竟这个翡翠原石采购是有极大的风险。总之我的建议是购买成品翡翠，既然你执意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去购买原石的话，公司是不能全部承担这个责任的。不过毕竟你是在为公司采购，就算有损失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负责。这样吧，公司帮你承担0.0001%责任。沈总，那可不必如此，我对我请的专家非常有信心，别说是亏2成，就是保本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好了，这事情就这么定了，3天之内我保证能够采购一批极品翡翠回来。武少军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此时的余辉通知了方雅过来取这件唐三彩花瓶，今天他不仅要将花瓶还给别人，还要将制好的那一盆鬼兰给送回去。余辉，你这也太快了吧！方姐，这不得看什么事吗？您交代的事情我还不是第一时间帮您解决。我跟你说，我可是为了你这个花瓶操碎了心，不知道方姐怎么感谢我。余辉，那你说姐该怎么感谢你？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姐跟你当女朋友怎样？姐那个东西还在哦。方雅也是极为的大胆，余辉这下就尴尬了，没想到居然被方雅给反调戏。至于那个东西到底是哪个东西，大家大可不必去深究，你把握不住。方姐，您就别拿我开心了，这东西在这里，你看一下。
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有一种超能力，只需要我的手上去一摸，这件花瓶就能够修复。行了，不说拉倒。这是姐给你的附属金卡，里面有200万，拿去开心一下，算是你帮忙修复这件花瓶的酬劳。芳姐，我帮你那是因为朋友关系，怎么能收钱呢？如果当初没有你，恐怕现在我这个盆栽店还开不起来。再说有时候我感觉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你说呢？于辉，你不会真的看上姐了吧？看上姐的男人可不少，不过姐会给你开绿色通道的。于辉也是配的，这女人要是耍起流氓来，男人有时候很难接得住。那个芳姐，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改天请你吃饭。送完鬼兰后，于辉就来到了沈氏集团。此时沈思家的办公室里多了2个人，一个是集团股东的儿子武少军，还有一个就是武少军今天带进公司的一名所谓的赌石专家，也就是他聘请的赌石顾问，人送外号点金手坤巴。沈总，您放心，别说是金宁城，就算是在瑞城，也没有几个人不认识我坤巴的。坤巴40多岁，长得其貌不扬，总带着一副猥琐的样子，让沈思家很不适。行，这事你不用跟我说，你只要对武助理负责就行了，我只要结果，不看过程。沈总，我听说于辉对赌石很有心得，之前也算是咱们公司的赌石顾问，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们组织一场友谊赛如何？沈思家心里一突，看来这武少军真的在调查公司的事情，不然他根本就不会知道于辉担任过公司的赌石顾问。武助理，于辉他只是我的司机和保镖，并不是什么赌石顾问，这一点你要搞清楚。咦，这么热闹啊！于先生，我听说你对赌石很有心得，我今天刚刚请到了一位赌石高手，所以想找机会跟你切磋一下，不知道于先生有没有兴趣？武少军可不会放过这个让于辉出丑的机会。没兴趣，我还要打排位呢。年轻人，所谓玩物丧志，游戏玩多了可不好。这个猥琐男士，辉哥，这位是武助理花重金聘请过来的高级赌石顾问，叫坤坤。我叫坤吧。原来是高级赌石顾问坤先生，失敬失敬，我叫于辉，你叫我辉哥就行。哼，听说你赌石的水平有2下子，要不要我们来比一比？不好意思，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赌，尤其是没有赌注的那种，简直跟小孩过家家似的，没有任何意思。此时的沈思家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他听出来了，于辉这是要玩赌注了。但是这个叫坤巴的肯定是有点本事，不然武少军也不敢这么嚣张。和沈思家不同的是，武少军和坤巴此时的眼睛却亮了起来，他们2个又不是傻人，怎么可能听不出来于辉这是在约战了？于先生说的对，既然是比试，自然就要有彩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谁输了，谁给对方1000万。不知道于辉先生的存款是否有能力？1000万，武助理，原来你这么穷啊！不好意思，武助理，我没笑你。那你说多少？宝贝，我那张卡上还有多少钱？沈思家白了于辉一眼，具体的不记得了，好像有3、4亿吧。3、4亿，那就当他3亿吧。1个亿给我家宝贝这个月消费，还有1个亿，我打算做点小生意，那就赌剩下的1个亿吧。武助理，你要是没这么多钱的话，少玩一点也行。不过话先说好，我这个人对1、2千万不太感兴趣，主要是我有点嫌丢人。武少军这脸上有点火辣辣的疼，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好，1个亿就1个亿，你想怎么玩？明天早上我们几个一起去翡翠原石街那边各自买5块原石，你们说出我选的5块原石里面的翡翠品种以及价格和大小，反过来也是一样，最后再将原石解开，然后再根据我们所说的答案进行对照，最后谁说的最准确谁获胜，赢的一方获得1个亿的赌资，再加上所有的翡翠，怎么样？武少军听明白了，然后与那个坤巴对视一眼，后者点点头，没问题。那么谁输了不履行赌约怎么办？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这件事情我可以担保，武助理不会信不过我吧？怎么会呢？那就这么说定了。此时，武少军带着坤巴回到了他的别墅。岂有此理！这个于辉太可恨了。武少爷，你放心好了，依我看来，那个叫于辉的小子，无非就是哗众取宠罢了，还身价3个多亿。你听说过谁身上有3个多亿，居然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吗？如果于辉真的有3个多亿，他怎么可能还会去问沈思家？之所以沈思家那么说，肯定是在维护于辉的面子。也就是说，这1个亿的赌注，最终还是要沈思家来做。想到这里，武少军就更生气了。我武少军要长相有长相，要家世有家世，要学历还是海归，不管哪方面比，都甩这个于辉好几条街。这样一个穷屌丝，凭什么能够得到沈思家的另眼相看？坤巴先生，你对明天的赌约有信心吗？武少爷，这个你放心，别的地方我不敢说，但是在你们这边，我敢称第2，没人敢称第1。明天我一定要让这个狂妄的小子付出代价。哼，你们给我等着，沈氏集团早晚都是我的。坤巴先生，我们现在去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好好的去潇洒一下。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遇到了几个小哥哥，特别正点，还有2个我还没碰，我特意留给你的。北过来的点金手要跟我打赌1个亿，而我却利用异能教他做人。次日一早，一行5人就来到了武少军挑中的一家原石店，而且好巧不巧的就来到了海思晴的这间店。海思晴想上前打招呼的，却被于辉的一个眼神给制止了吗？海思晴秒懂，装作不认识就对了。按照昨天说的，
不论价格，每个人掏钱购买5块原石。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坤巴给了武少君一个放心的眼神，然后也去挑原石去了。整个挑选原石的过程并没有浪费多长时间，只用了半个小时。余辉买了5块料子，最终价格300多万。但是坤巴选的料子就不一样，他选的5块料子价格都是固定的，整整花了800多万。然后经过李文静一次确认之后，2份答案就摆在了一起。规则都懂了吧？各自买5块原石，谁说出对方选的5块原石里面的翡翠品种以及价格和大小就算赢。那么先从谁的开始？我看于先生自信满满，不如就先揭晓于先生的答案吧。于先生，你说我们这1块原石里面的是1块高绿翡翠，体积约拳头大小，价值280万元，对吧？你这不是废话吗？都写在纸上，你还问？武少君眼睛一眯，他们是玉石世家，从小和翡翠玉石打交道，就这块翡翠几乎和余辉说的一般无二。有点本事，不过这才刚刚开始，现在该我了。接下来就由坤巴来解余辉的第1块原石。坤巴的速度非常快，很专业，不得不说这个家伙确实很厉害。于先生，你看这块石头和坤巴先生说的是不是一样？差不多吧。那么第1局就算打平，我们继续第2块。虽然坤巴说的有点偏差，但余辉根本就没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于是直接解第2块石头。第2块石头解开，余辉猜的完全正确，而坤巴的猜测已经有了少许的偏差。这一个回合也算平手吧。说话之人是坤巴，也只有他有这个脸皮说这句话。沈思佳想反驳，却被余辉制止了。行，那我们继续。第3块、第4块，其实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余辉几乎说的每一块翡翠上下浮动都不大，但是坤巴和武少君却开始了脚步，很快就来到了第5块。现在是最后1块原石了，我们就以最后1颗原石一决胜负吧。坤巴先生，余辉说这块原石里面有2块翡翠，这是真的吗？1块原石有2块或者是2块以上的翡翠，这种事情确实有，但是不会太多。不过这块原石同时出现2块翡翠的几率不大。首先就是它的体积，就算它是2块翡翠原石，那么它也不可能将2块翡翠原石的体积说得如此详细。所以我们这一局赢定了。一听坤巴这话，武少君也就放心了，毕竟前面几局他们给出的答案多少都有些出入。好在余辉是个笨物，居然被他们这么容易就糊弄住。太好了，沈总，辉哥猜对啦！一旁的李文静开始激动起来，因为余辉之前说的这块原石里面有2块翡翠，黄翡一大一小，小的婴儿拳头大小，大的形状类似于一块香皂。此时武少君和坤巴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之前的那种淡定从容已经不见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最后半块原石里面什么玩意都，哪怕这样会让他们少赚几百万，他们也是愿意。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坤先生，这2块翡翠无论是从色泽、形状、大小，包括价值，跟我说的几乎都是一般无二。现在你们心服口服了吧？你急什么？今天运气好，蒙对了几次而已，我还没开始呢。哇，老公，你真厉害！今天晚上我答应给你解锁一个新姿势。这个晚上我们回家再说，我们先看看最后1块石头吧。于先生，就你还玩赌石？这种糯米种的翡翠，说句实话，你就是送给我，我都懒得要。你居然还将它买了回来，真是可笑。坤先生，你现在只是切出了一个面，你不会就说你猜中了吧？我坤巴玩翡翠已经有30多年了，尤其是在瑞城，你去打听一下，有几个不认识我坤巴的？我这就让你看个清楚。看来今天想赚1个亿是不可能了。思佳，看东西往往不能看表面，就好比一颗水晶球，有的时候搞不好掉在地下就成了一堆碎渣。糯种直径10公分，价值50万，跟我说的丝毫不差，怎么样，雨？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这块原石没有流，怎么可能会碎掉？这不可能！孙巴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眼睛里全是血丝，死死地盯着余辉。这里一定是你动了手脚。武助理，这家原石店是你们挑的，之前几块翡翠原石你们猜测的结果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我也就不计较了。现在你们输了，却反过来倒打一耙。武助理，你们要是玩不起，我也不在乎这1个亿，只要你们2个穿上背带裤，在这里来一段唱跳 rap， 大声说我输不起，这件事情就算了。余辉，你别这样说，虽然你不差这点小钱，但是对于某些人就不一样了，毕竟1000万的赌注在他来看都是很大的，更别说1个亿了。此时武少君的脸色跟菜市场卖的那种猪肝差不多，其实他也在怀疑余辉可能动了手脚，但是他没证据。至于不承认赌注，他武少君丢不起这人，他父亲更加丢不起。好在武少君就是武少君，也就是几个呼吸间，他的脸色就恢复如常了。关于这一点，余辉是真的很佩服。于先生说笑了，1个亿而已，我还不放在心上。你放心，1天之内这笔钱绝对会转到于先生账户上的。看来我低估了武助理的实力，1个亿都不在乎，是我格局小了。武少君听了余辉的话，脸上有了得意之色。不过余辉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脸色瞬间变得尴尬起来。要不这样，既然武助理这么有钱，坤先生又不服气，要不我们再玩一把？这次条件由你们开，
至于赌注嘛，就2个亿好了。其实我真的不想赢得太轻松。特么的，这还是人说的话吗？这家伙到底是屌丝还是隐形富豪？为什么2个亿在他口中可以说的如此轻松随意？不了，这玩意偶尔玩一下还是可以，一旦上了瘾可就不好。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还有点事情要做，就先走了。武少君说完，连忙快步离开了，就连坤巴他也顾不上，生怕余辉拉了他进行对赌。坤巴先生，你不是说你有100%的把握吗？现在这是怎么回事？武少爷，今天这事有些邪门，但具体问题出在哪里，我现在也想不通。不过我敢肯定，那个小子一定有问题。行了，不过接下来的原石采购计划真的不能出错了。坤巴先生，您先去休息，明天我们一起再去一趟那边购买公司需要的原石，回来再说。至于其他的，我们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等1年1度的瑞城原石公盘召开的时候，再想办法对付他。他为了找回面子，竟然花了1个亿购买了一堆破石头，只为在我面前炫耀。坤巴先生，这几块翡翠原石，你预估能切出来多少价值翡翠来？这句话就是故意说给沈思佳和余辉听的。坤巴很会配合。武少，请放心，这9块翡翠原石多了不敢说，最少让他的利润翻2倍。你是说这些料子全部切出来之后，能切出来3个亿的翡翠？这块原石料子标价500万，我现在就切给你看。余辉3人没说话，随着切割机的响起，这块料子开始慢慢被剪出。当这块翡翠料子被掏出来之后，众人确实吃了一惊。这块翡翠不算很大，不过它的成色非常不错。厉害厉害，这一块料子最少也得值个1000多万。坤巴先生不愧是点金手。武少，不是我跟你吹牛，就在华夏这一块，我坤巴说第2，没人敢说第1。也不知道昨天谁输的那么惨。那个坤巴先生，我们继续。坤巴虽然来气，但是也没办法，昨天丢了面子，今天必须找回来。于是接下来他开始解最大的那块原石。就这一块料子，足足花了2000多万。可是当他将这一块最好的料子解开之后，坤巴傻眼了，居然是黑蛋！坤巴先生，这怎么回事？原来武少君去帮公司采购原石的时候，余辉就假装碰巧遇到了2人。只要他们准备去购买某一块翡翠原石的时候，余辉就默默地发动了诅咒异能。没事，赌石哪有100%把握的？偶尔一块料子出现偏差也很正常嘛。如果赌石都能够100%的话，谁还去上班？武少君也就没说话了。坤巴说的话也是有一定道理，又拿起了第3块原石。可是之前的一幕再次重演之后，坤巴额头上出现了够大的汗珠。这次他没等武少君询问，又重新挑选另一块原石抬身。这么大的料子，这么好的品相，你居然给我解出拳头大的一块糯种！此时武少君脸色已经黑得吓人。昨天输了1个亿，如果今天这些石头再给切垮了，少说也要亏个几千万。我的钱也不是大水冲来的，地主家也没有太多的余粮了。最关键的是，以后如何在公司立足，沈思佳又会怎么看待我？钱不钱的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坤巴将最大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最后一块他认为有价值的那块翡翠原石身上。坤巴先生，这一块原石，武少不用担心，可能因为我出来这个地方有点水土不服，所以导致有些许偏差。不过这块料子的绝对放心，我敢肯定。叫坤宝。不好意思，主要是你刚刚那句话太搞笑了。坤先生真幽默，水土不服。那我们2个要不要打个赌？一听说要打赌，余辉还没说话，武少君的脸色先一步变了。坤巴先生，我们还是解释吧，打赌我看就算了。本来坤巴也就是随口一说，但是武少君这话让他的脸火辣辣的烫。别人不相信他也就算了，但是武少君居然也不相信他，这让他如何能忍？武少，这次我亲自跟他赌，钱我自己来出，你敢不敢赌？坤先生，那你想怎么玩？这块石头花1200万买的，我们就猜涨还是垮，如何？行，我跟你赌，不过这赌注嘛。昨天你赢了1个亿，那我们就赌1个亿。1个亿没问题，不过我不相信你，除非武助理做担保。你小子跟他玩就玩，拉上我干嘛？此时的武少君感觉到自己的命好苦，好委屈，好想掉小珍珠。坤巴先生，要不还是算了吧，大家都是朋友，没必要这么认真嘛，对吧？武少君苦口婆心的劝解，然而铁了心的坤巴哪里会听得进去这些话？武少，请放心，这次我100%不会输的。如果输了，这1个亿我出。那行吧，我给坤巴先生做担保，这下子没问题了吧？随着切割机的声音响起，切割片开始朝着这块原石亲吻而去。绿了，竟然是帝王绿！武少，我早就说过，让你不用担心呐，就这块料子解开，掏出来的翡翠就能够顶得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亏损。坤巴先生说的是，从这个窗口来看，这块料子最少值1个亿，加上我们还有这么多没切开的，今天是稳赚不赔了。我说2位，你们2个这么一唱一和，自说自话的，不觉得很尴尬吗？你要是再耽搁着，天马上就要黑了。死鸭子嘴硬，今天我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坤巴说完，连忙将这块料子转了一个身，从另外一边开始切了起来。这不可能！坤先生，我赢了，你还要继续玩吗？
昆巴此时的脸色比变质的猪肝都好不到哪里去，然后哼了一声，拂袖而去。昆巴先生，急！武助理，这可是你担保过的哦。武少君气得脸色发青，果然被这个家伙给坑了，然后一句话没说的走了。真是笑死我了，余辉，现在这个昆巴被气走了，我估计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猜的不错的话，接下来武少君就不会再插手原材料采购这件事情了。对了，你说这个家伙怎么这么倒霉？那4块料子，不管是从品相上看，还是从个头上看，怎么也不可能是这种结果。可能这个家伙就是倒霉，也或者坏事做多了，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余辉，这件事情不会跟你有关系吧？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料子是他自己买的，石头也是他自己切的，难不成我还会诅咒功呢？另一边，武少君刚刚挂了他老爸的电话，脸色终于缓和了一些。余辉，我不会放过你的，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此时，余辉来到了古玩店，除了黄英明天来之外，其他3个美女都在这里。师叔，咦，你们在找什么？表弟，刚刚我打碎了一个佛像，发现里面有一个像铜钱一样的东西。物品名称：金匮之腕，真品，年代：王莽时期，价值：无价。他不懂这个东西，但他懂后面的这个价值，于是没顾得上古美琪蹭啊蹭，拿出手机开始搜了一下，这一搜吓了一跳。小伙意外捡到一件无价之宝，不选择当首付，却上交国家，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奖励。老局长，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是呀，老钱说的对，这绝对是无价之宝。此时的关玉和没有说话，原来昨天余辉发现了这枚金匮之腕，第一时间就交给了关玉和，而关玉和立马通知了关文康。当他听完父亲说的话之后，瞬间不淡定了，坐在他这个位置上，怎么可能不了解金匮之腕的价值？所以他直接将这件事情进行上报，然后上面就瞬间炸了锅。再然后毫无疑问的派出了一个专门的小组，小组组长自然就是关文康了。诸位，你们也都看到了，这是无价之宝，目前整个华夏也只有2枚，都是在博物馆里。现在这是第3枚，而且品相你们也看到了，比那2枚保存的还要完好。这枚古钱币的来历我已经说清楚了，那么上面有没有什么说法？师傅，瞧你这话说的，生怕我这个小师弟吃亏似的。有大师兄在，您还害怕这个？说话的是一名30多岁的女子，叫陈树贤，是关玉和的第3个弟子，也就是余辉还没见过面的3师姐。树贤啊，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学会挖苦师傅了，对吧？师傅，我觉得你就是偏心，有了小师弟这大宝贝就不疼爱我们师兄妹了。师哥，我说的对吧？关文康面无表情的转过来看着师妹一眼，陈树贤尴尬的闭嘴了。陈树贤和他2师哥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不怕师傅关玉和，就怕师兄关文康，包括关静雅。文康，这里都没有外人，不用放得那么严肃。经过我们几个的讨论，然后跟上面申请，这是给小师弟的一些补助和奖励，您看一下。行吧，我现在给余辉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没一会，余辉就赶过来了。关文康他自然认识，另外3个人，2个和关文康差不多大的年纪，一个姓钱，一个姓赵。不过余辉对陌生的男人一般不太感兴趣，他把目光投去他那个3师姐陈树贤。师傅，我这个小师弟这目光有点不老实啊。树贤，别欺负你小师弟，他人比较老实。天，师傅护着小师弟，就连师兄也护着，好像我成了个人似的。小师弟，快给我详细说说你是怎么发现这枚古钱币的。师姐，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巧合。余辉简单的将之前的事情说了一遍。其实这件事情关玉和之前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小师弟，这是上面给你的奖励，你看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就签1个字。余辉接过所谓的文件看了一眼，嘴角直抽搐。师弟，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关于这奖励的事情，其实也没办法，一直是如此的。其实不仅是关文康感觉到不好意思，就是关玉和也是感觉到难为情。师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奖励不奖励的，我还能缺少那一点钱？如果为了钱，我也就不上交给国家了。所以这件事情，师哥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做事仅凭本心就好。奖励一共3个，其他2个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主要最后一个奖励，那就是职位。余辉现在的身份是国家文物局荣誉顾问，只要带着国家2个字，那都是重要部门。8月1号一大清早，余辉就来到了他的古玩店。今天古玩店新开张，时间缓缓到了8点，客人陆陆续续的来祝贺。让余辉感觉到意外的是，这第一个来的人不是黄光年，居然是张阳果。余辉，祝贺你新店开张，恭喜发财。张扬队长，你来我店里祝贺，怎么还穿着制服啊？没办法，我等一下还要回去值班，所以我提前来了。2人聊了一会之后，张阳果便离开了。张阳果刚走，黄光年就来了。余辉，恭喜恭喜！我先跟你说清楚，今天我打算清空你的古玩店，到时候你可别拦着我。就在黄光年刚进里面没多久，方雅也来了。这来的人就没断过，首先是林千寻，然后就是高亚麟以及梁梦环，然后沈思佳和沈思瑶也来了。他们2个人来余辉是一点都不稀奇，毕竟一个是自家婆娘，一个是小姨子。但是有一个人余辉打死都想不到，那就是武少君，身边还带了个人。余先生，恭喜恭喜啊！对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非常有名的国宝级古玩鉴定专家，叫贾仁富。贾先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在金陵城数一数二的古玩鉴定大师于辉于大师。于辉眼睛一眯，这是捧杀，先将自己捧得很高，然后再借故挑战自己或者是为难自己，这是常用的一种打脸手法。一旦让自己下不了台，那么以后这个店能不能开得下去都是一个未知数。最起码在古玩界这一块名声也算是混了。其心险恶，其罪当诛。原来是于大师，久仰久仰。我哪是什么大师，我就是刚刚才踏足这一行的，在我师傅那里学了一点微末功夫知识罢了，实在不敢当。于大师谦虚了。对了，我这里有一件物品看不太懂，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请于大师帮忙看一下，也好让这里的各位见识一下于大师鉴定的水平。好说好说，不过规矩你懂吧？于辉说的规矩，自然就是鉴定物品的出场费。此言一出，武少君心中更是鄙夷了，连这种便宜都要占。当然，他不知道这一行的规矩。那是自然。贾仁富自然不再犹豫，拿出一个花瓶放在柜台上。于大师，请。物品名称：宋代官窑双耳花瓶，残缺，暂时不可修复。描述：因底部破损，后人未修复。价值一般。于辉明白了，这个家伙果然没安什么好心。这是一件底部破损的花瓶，后来可能是经高手修复。如果说他这个是真的，那么自己的招牌就毁了；如果说是假的，那么请问假在哪里？你总要能说出来吧？这里这么多人，你总不可能信口开河吧？这就是武少君今天来的目的，拆台。贾先生，我已经看过，这件花瓶有问题。于大师，那么请问这件花瓶问题出在哪里？我问过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这件花瓶没问题。当然，我不是怀疑于大师的鉴定水平，我就是想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让我也好学习学习。请于大师给我们讲解一下。此时店里所有的人都在为于辉捏了一把汗。这是一件标准的宋代官窑双耳花瓶，不管是瓶子上的花纹或者是包浆，都可以证明这是一件宋代的物品。我之所以说它有问题，那是有原因的。有问题不代表它是假的，当然很可能也是假的。首先，所以我断定这个花瓶应该是残破的，而底部是后来续接上去。贾先生，我说的可对？于辉的这番解释，贾仁富是相当佩服，甚至想伸出大拇指给于辉点个赞。但是他今天是受人之托，是过来拆台的。于大师，你可不要信口开河，这件花瓶怎么可能有问题？我来金陵城之前，也就是大前天，特意找关文康关大师鉴定过的。关大师可是……你笑什么？贾先生，我不知道你今天来是什么目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人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你说认识关文康，那么我请问你，你知道他前天在哪吗？贾仁富不知道于辉这话什么意思，不过他可不在乎。像于辉这种小瘪三，估计也不会认识关文康。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昧着良心说话？鉴定不出来就鉴定不出来，不用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没本事就没本事，还冒充什么大师？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招摇撞骗！幸亏我今天拆穿了你的身份，否则如何？否则我就……上集说到，我的古玩店新开张，爱放屁的武少君就请人来砸我场子，还说我是个骗子。原来是关老爷子，还有陈组长，你们怎么会在这？此时的贾仁富有种不好的预感，额头上的冷汗都开始冒了出来。贾仁富，你刚刚说前天和我师哥见过面，还让我师哥帮你鉴定过这件花瓶。陈组长，是我。此时的贾仁富变得支支吾吾起来。申请了10多年，好不容易去年才被关文康给吸收进去。一旦查到他在拿关文康的名头在外面招摇撞骗，别说他会被踢出去，就是以后这个圈子他都没办法混。哼，简直一派胡言！于辉，你来说一下吧。师傅，您稍安勿躁。一句师傅，贾仁富就知道完蛋。他之前的确听过传言说关玉和今年收了一个关门弟子，没想到今天这么倒霉。贾先生，之前你说我大师兄前天才帮你鉴定过，那么我告诉你，我大师兄前天跟我在一起。至于这件花瓶，我说有问题那就是有问题，不信可以从瓶口向内看，像这种后期拼接上的一般里面都会有印子，这个是无论怎么处理也处理不好的。此言一出，作为头号粉丝的黄光年一马当先。这个老爹我真的服了，果然是拼接的。贾仁富，现在该说说你今天来的目的了吧？贾仁富哪里还敢隐瞒，将事情的始末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全说了一遍。原来武少君的父亲前几日找到他，并交给他一个花瓶，就是想让他过来配合武少君来演一场戏，目的自然就是打脸，让于辉名声扫地，最起码让他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贾仁富一开始想着这就是一件小事，何况对方还给了他一张制品，所以也就来了。好你个贾仁富，为了区区200万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你还对得起你的身份吗？淑贤，马上给你师哥打电话，将这事情原原本本的说给他听，至于怎么处理让他自己看着办。关老，请原谅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都是那个武少君呢？这时候突然才发现那个武少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溜了。原本史思佳是要报警的，最后被于辉给拒绝。一旦报警的话，像这些东西都要被带走，而且这件花瓶修复后起码价值几百万。最后贾仁富只能留下花瓶灰溜溜的离开。经过这么一场闹剧之后，于辉的生意火了，他的名气也上来了。请众人吃完饭之后，包间只剩于辉和黄光年两人。
对了，宇辉，接下来你打算做些什么？于辉没有隐瞒，将自己接下来准备开翡翠原石店的事情说了一下。宇辉，你看能不能带老哥我入个股？你也知道我就这点爱好，这以后说出去我多少也有点面对吧？哪怕是股份少一点都无所谓，重在参与嘛。再说我们将翡翠原石店开在这，就凭我的关系和人脉，那生意肯定没得说。论关系网这一块，你那个小女朋友比我这里可差远了。之前他一直在考虑一个人如何将生意做大，但是他就忘记了找投资合作。别看他现在身上的确有6、7个亿，但是和真正有钱的人比起来啥也不是。正如黄光年刚刚说的，就凭他在金陵市的人脉关系，这以后生意肯定差不了。年哥，这事我看行，我倒是有个方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拉上沈家，这样一来以我们3家的名义合伙开这个店，要开我们就开大一点的，最起码在金陵城这一块要开到最大。另外，沈家的势力范围是在京城，我们还可以在京城那边也开一家翡翠原石店。至于以后如果发展的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将江浙沪这一块的原石商业给垄断了。哦，宇辉，我觉得你这句话不错，那我们来商量一下初步的方案。第2天，于辉就来到了沈氏集团分公司。他现在来这儿的目的，自然是要来看一下那个武少君了。结果来到沈思家的办公室，没看到人，就连小秘书李文静也不在。难道又在开会？毫无疑问，只要于辉来了，这个公司的会议永远都没办法正常顺利的开下去。咦，沈总，你怎么戴了个面具开会啊？最近对空气比较过敏。李秘书难道也对空气过敏？关于原石采购这方面，原先沈总是准备安排我负责的，不过我对这边的市场不太了解，所以我想说的是，还是请沈总多辛苦一下。沈思家等这句话都等了好多天了，连忙附和了一句。武助理对这边确实不太了解，那就暂时还是由我来监管一下吧。好，那我们再说一下一个问题，关于下个月瑞城之行，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首先就是资金，然后就是这么的，难怪沈总他们今天会戴着一个口罩，原来是为了防备这个事情啊。武助理，继续说啊。沈思家提醒了一句，他就是故意的让武少君出丑，毕竟昨天竟然带人来砸自己男人场。那个，我们继续。武少君刚刚缓和了一下尴尬的气氛，又是接连3个臭屁放了出来，而且比之前更臭、更响，隐隐又有崩屎的意思。那个沈总，我突然想起来有点急事，得马上回去处理一下。您看，沈总，我也有点事。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武助理，等一下去财务部交一下罚款。散会。于辉，你这个办法真好，戴上口罩果然就没事了。沈总，你离得远还好一点，我跟他比较近，这第1波轰炸我还没感觉出来，第2波的时候我已经受到波及了。这个放屁君到底啥时候走啊？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都得中毒而死了。文静，你要实在是挡不住的话，下次就带2个吧。好吧，那我晚上再去买2包口罩，看来要做好长期持久战的准备了。于辉，我爸准备要来了。你说什么？我老丈人要来？不错，很精神。沈董好。爸，你怎么说来就来了？我现在不来，难道还要等抱外孙了再来啊？行了，又不是啥丢人的事。于辉啊，思家已经将你的事情说给我听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沈建成说的介绍，自然就是他身后跟着的一男一女，男的叫做吴华，女的叫做于敏，这2人都是做市场调查的。于辉，你就先跟我说说具体方案吧。于辉没有犹豫，将昨天下午和黄光年谈的内容详细的又重复了一遍。不怂，这么好的项目居然便宜黄光年那个老混蛋，真是踩了狗屎运了。于辉，不过你说的很对，别看这老混蛋一身暴发户气息，在金陵城这一块没他还真不行。吃过午饭之后，于辉就离开了。司长，你对于辉做这个翡翠原石生意怎么看？爸，于辉这个人从某些方面说是一个极端的结合体，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我们先说说他的优点。首先，于辉的能力非常强，更重要的是长得跟阿祖有7分像，不管是在赌石上还是在公关方面都非常出色。这从关玉和收他做徒弟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证明他的优秀。其次，他这个人性格非常好，比较阳光，有时候还不缺乏正义感，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等等。最后，他非常聪明，别的不说，就拿这件事情来说，他的大局观和远见远远超过了我。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把我都给说懵了。沈建成点了点头，他很认同沈思家这个说法，一个能被关玉和认可，这不是有能力就行，还得有品性。那你说他的缺点？他睡觉经常打呼噜。特么的，有这么夸自己男人的吗？老丈人第一次在分公司开会竟然敢不戴口罩，可下一秒，老黄，明人不说暗话，我这次从京城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你和我认识已经有几10年了，我们2个几乎很少有相同的项目，既然这次要合作，那么不妨我们将话题说开，哪怕是谁占点便宜都无所谓。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想占我便宜，可以站在明处让我心服口服。你和于辉的关系我已经听说了，我和于辉的关系你也知道，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首先我们要预算一下这方面的资金。要想预算资金，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地皮。目前符合我们建立翡翠原石交易市场的地方，整个金陵城范围内也只有浦口区那边有几块空地，正好那边还有我的2块地。我的意思就是在那边先将地皮搞下来。至于这个资金我算过，差不多要30个亿。连哥，光地皮就要30个亿，怎么会这么多？这笔钱只是预算，可能要不到，但是也差不了多少。我们的总投资约30个亿，工期的话预计2年半。余辉越听眉头皱的就越深。先不说资金的话30个亿也没问题，他现在身上差不多就有7个亿，最头疼的那就是周期，2年半的周期实在是太长了。余辉，老黄说的是全部建成需要2年半，但如果只是建立一个市场的话，是要不了多久的。那你们的意思是如何？30个亿，如果我们3人平分的话，也就是1人10个亿。目前我手头上的资金差不多有7个亿，不过在年底之前10个亿应该没问题。余辉这样说是保守着说的，他怕说的太多别人会说他夸张，不过就算这样也是下黄光年一大挺。余辉，你抢银行啊？我记得当初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你还没这么多钱吧？老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用提了，投资个10亿8亿的，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件事情是余辉提出来的，你和我也算是沾了光，但是我们占了便宜，也不能不表示一下。30亿的资金，我们3个每人出10亿，股份划分的话，你和我每人拿30%，剩下的40%就给余辉，你觉得如何？年哥，要不还是平分吧？我觉得既然合作，就应该大家都一样。余辉，老黄说的对，这世上最值钱的是什么？是一个发财的点子和门路，这些都是你提供的，所以你多拿一些也很合理。我们要建就建最好最大的，做到别人无法超越的。这次会议一直足足开了2个多小时，最后皆大欢喜。余辉啊，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一下，我听思佳说你打算过段时间去芮城那边，芮城那边还是挺混乱的，因为它靠近金三角地带，所以这安全方面一定要注意。在那边可不像在金陵城，要记住财不露白，石头要不就不解开，解开后最好就出手。另外，那个武少君你放心，他蹦跶不了多久的。爸，你放心，我会注意的。余辉现在直接改称呼，不过这个称呼可不是他要喊的，是沈建成让他喊的。次日一早，余辉就来到了沈思佳的公司，因为今天董事长要开会。思瑶，你想不想看到武少君出丑的样子？想啊想啊，怎么让他出丑？我听说这个武少君特别爱放屁，而且又臭又响，我想去见识一下。另外，你可以这样。另一边，会议室这次会议特别隆重，毕竟董事长亲自主持，所以每个人都进行了发言。余辉他是没资格进去，所以就和沈思瑶在会议室外面，所以他现在在等武少君说话。我来说几句，这是我这几天做的一个规划，大家先看一下。现在随着网络的发达，我们的经营模式要随着市场做调整，实体店在未来可能会失去很大的市场，大部分都会朝着网络发展。经过我研究，最近有种牛逼的模式叫做直播带货，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已经存在好几年了。但是直播带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低端的商品，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将珠宝玉器这些高端的商品放在直播上售卖呢？武少君滔滔不绝地说着，还别说这个提议是相当不错的。各位，经过我的调查，甚至我们可以放屁君的老毛病又犯了，最关键的是他配合着之前的那句话，尤其是没说完的最后一个字。沈思佳是第一时间将口罩戴上，沈思佳一戴上，顿时整个会议室几个人全部戴上了口罩。爸，给。我沈建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就放几个屁，至于吗？看你们一个个的成何体统。沈建成话刚说完，又是一连几个响屁，而且比之前的声音更大，气味更浓。此时沈建成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全部都戴着口罩来开会，这是有针对性、有预防性，还有远见性的。他好想戴，可他是董事长，而且狠话已经说出去，所以他不能戴。那个思佳啊，我突然间感觉这心脏不舒服，可能是早晨没吃药。今天这个会议就暂时结束吧。沈思佳哪里还不知道自己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可沈思佳还没说话，武少君却先一步开口了。既然董事长身体不舒服，不如我送董事长去。你他娘的是要送我去哪？去西天吗？哇，你们刚刚在里面玩鞭炮吗？好响啊！姐，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回办公室再说。思佳，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戴口罩？难道今天的这种事情天天发生？爸，这件事情我昨天忘记跟你说了。武少君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外号，叫放屁君。说清楚一点。爸，此人留不得，这家伙一到开会的时候必定放屁。经过这么长时间，我找到了一个规律，只要他一说话，必定放屁，而且每次放屁最少3个，一次比一次重，一次比一次响。以前基本上也就是放2次屁，可是现在应该是能力升级了，今天放了3波，很可能下次就是4波，而且之前还把屎都给崩出来了。还辛苦了我们的保洁阿姨，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所以我总该让大家每次开会都戴着口罩吧。沈建成这下子眉头皱得更深了。沈思佳说的确实有主观原因存在，但不能因为一个屁就将武少君的职位给撤了吧？等等，真的要将这个武少君给调回京城？
万一到时候在总公司会议上也这么给老子来几波怎么办？私家，他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有点水土不服，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过几天就好了，你也别太计较这些事情。毕竟我们不能因为他放屁就将他给调走吧，更不能拿个东西将他给塞住，只让他进不让他出吧。爸，你说话能不能文明一点？于辉啊，你点子多，你帮我想想办法。于辉暗暗偷笑，这问题就是他造成的，他怎么会去解决？爸，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要不下一次会议内容不重要的话，我们公司可以弄一个视频会议。当然，我说的只是小问题，如果真有大问题的话，那大家只能戴口罩了。沈建成点了点头，其实现在视频会议他们也早就在用。于辉啊，那边的事情基本上也就结束了，这边的事情你要多操心一下，毕竟我大多是在京城那边，到时候不行的话，每隔3天你我还有黄光年，我们也来一次视频会议进行沟通。反正这件事情要尽快落实。行，这边事情我和思佳会负责的。那就这样吧，我先回去交代一下事情，明天早晨我会直接去机场，你们就不用管我了。另外，我会将于敏留下来辅助你们，到时候思佳你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他的工作能力是非常强的。上集说到，爱放屁的武少君把我的老丈人活活给熏走，而这次他又想来针对我。沈总，于辉也算是我们公司的人，我的建议是聘请于辉为我们公司的董事顾问，这待遇我们可以给他提高一点，哪怕是年薪100万也是可以的吗？毕竟他有这方面的能力，你说对吧？沈思佳哪里还听不出来这家伙的意思，无非就是眼红于辉之前开出来的那一批翡翠，想让于辉免费帮他们打工，薅于辉羊毛。沈思佳觉得这个武少君的智商好像越来越白痴，想针对于辉到走火入魔了。武助理，你认为凭于辉的本事他会同意你的建议吗？文静，换成是你，你愿意吗？傻子才会愿意呢。武助理，你也听到了，你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吗？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可不可能还不是沈总一句话。武助理，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辞，我和于辉那跟公司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你觉得在于辉这里买翡翠不划算，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买，你有能力你去做，你做不好了我接手，那么你就不要没事找事。你知道你上次的事情对公司造成了多少的损失？你答应好的翡翠又在哪里？全力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还有一点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助理而不是总经理。本来想着于辉进了沈氏珠宝签了合同，那么以后就会被条条框框所限制住，结果没想到沈思佳这一次居然动真格，用如此犀利的语言来对自己，让他有点下不来台了。就在这时，于辉大摇大摆地进来。咦，这不是武助理吗？是不是来通知我们沈总去开会的？李文静直接一个没忍就笑了出来，因为武少君，开会这个词已经被武少君搞得带上了奇怪的味道。于辉，你这次去瑞城，打算带谁过去？思佳，要不你给咱老丈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安排一个类似于向导的人，毕竟我对那边不太熟悉，最好是找一个在当地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的人。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对了，要不让黄英跟你一起去吧？你带他去有2个好处，第一，他去了可以将一些消息反馈给黄光年，这样一来也算是给黄光年一颗定心丸。至于第二，以后再告诉你。自从来到金陵城主，除了一开始比较顺利之外，之后所有的一切老夫老提就故意对着他。如果说1次2次是巧，那么每次都是这样，恐怕就不是巧合能解释得通了。就比如这个于辉，这个家伙很邪门，武少君眼睛不停地旋转着，他在想着如何对付这个于辉。只要将这个于辉给解决了，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不是问题。沈建成昨天好像提到过于辉可能这几天要去瑞城，那么他去瑞城肯定是为了购买翡翠原石，这样一来的话，在金陵城武少君确实不能拿于辉，毕竟他在这里没势力，但是瑞城就不一样了。武少君的父亲曾经在瑞城待过10几年，可以说在那边他父亲还是有些底力的，想对付一个于辉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下了飞机后，于辉就带了2个人，一个黄英，还有一个想过来长见识的方丈。这次过来2个目的，第一赚钱，第二让自己体内的灵气快速成长起来。于先生，我看你现在还有点晕机，要不我们就在这边住一晚算了，明天一早再去瑞城如何？说话之人正是沈建成给于辉安排的向导，名字叫张远。远哥，让你看笑话了，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我们还是先去瑞城吧，到了那边先住下来洗个澡睡一觉就好了。那行，我们就先去瑞城吧。于辉，姐能要求也不高，弄一对成色好的镯子就行。你要是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姐可以给你福利哦。芳姐，这可是你说的，不过总得给个标准吧？一句成色好这个概念太模糊了，万一你到时候说要帝王绿，我上哪说理去？于辉，别说姐不给你机会，姐也不贪心，价值500万就行了，如何？不过话说回来，你可要注意一些，那个黄英可能是来监督你的，你别到时候狐狸没抓到还惹了一身骚。其实沈思佳让黄英过来，他肯定知道什么意思。直接给我1刀2断！恨不得老板你这些料子不行啊，我这都已经切垮了3块了。周总，你又不是第一次在我店里解石，前天你解了1块石头不就大涨吗？再说这样料子品相这么好，谁知道里面啥也没有对吧？那个轮到我了吗？就在众人为着这块料子可惜的时候，于辉就抱着1块下等料子走过来。于辉以为老板也会帮他解释，结果那家伙直接跑过去喝茶去了。
很显然，余辉购买的料子还不够资格让他来结。哦，绿了，真的出绿了！卧槽，这居然是冰种！什么时候垃圾料子也能出冰种？小兄弟，这块翡翠我要了，500万如何？小兄弟，我叫周中福，中福珠宝店就是我的产业，不知道小兄弟这块翡翠愿不愿意出手？价格好商量。中福珠宝店那可是整个华夏4大珠宝店之一，和沈氏珠宝齐名的中福珠宝，而这个周中福毫无疑问是中福珠宝店的老板。原来是周叔，好巧啊！你是方家那个小丫头。难得周叔还记得小雅，怎么周叔看上这块料子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距离翡翠公盘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公司缺材料，不仅我们公司，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缺。对了，你们2位难道已经……周叔，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于兄弟。既然大家都是熟人，那么我就出个一口价，3000万。你要是觉得可以，这块翡翠我就要了；如果觉得价格低，你也可以提一下。行，既然周先生和方姐都认识，这块翡翠就归你了。周大福眼皮一挑，自己出3000万，其实也留着让对方还价的空间。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一口就答应了，这下子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半个小时后，当余辉开出一块比之前那块还要漂亮的翡翠的时候，所有人吃惊不已。于兄弟，这块料子什么价？你说，老哥我绝不还价。周先生，这块料子我不打算出手，因为我答应方姐帮她挑一块好的料子，然后掏2个镯子，所以没关系。于兄弟，我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就是说你这次解出来的石头能不能都卖给我？你放心，老哥我绝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这次来一直担心一个问题，在瑞城这么乱的地方开出来的石头如何出手？那么现在周中福提出这种合作计划，那是最合理的。周老哥，这个没问题，等我在这边租下来一块场地，到时候我解出来的石头，你要是感兴趣就拿走。晚上，余辉洗了个澡，拿起手机准备刷一会短视频。就在这时，沈思佳就打来了。老公，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我怀疑武少君也去了瑞城。不会吧，他前几天不是跟你请假去国外吗？原本我也以为他真的是去国外，可是后来想了想，感觉不太可能，因为这时间压得太巧了，正好在你去瑞城之前他就消失了。以我对这个家伙的了解，很有可能他就是去瑞城针对你的，他们家在那边是有些势力的，所以你可千万要注意，尤其是晚上千万不要乱跑。我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晚上我能去哪里？思佳，我想你了，要不你跟我视频一下，就像那次我去斗南的时候一样。老公，还是别了，你在外面我怕你看着受不了，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花10块钱买的边角料，众人却嘲笑我是个傻子，还有人要和我打赌直播吃奥利给。朋友，就你这块边角料还划线，你真是笑死我了！你这款料子要是能切出翡翠来，我直接跪在地上给你唱征服。就是，这要是能切出翡翠，哪怕就是玻璃球大，我直播吃奥利给。万一要是真有翡翠，你不吃咋办？美女，如果这块石头要是能切出翡翠，我保证说话算话。不过嘛，这得看是谁拉的，要是你拉的，我舔都没问题。你说我这块料子里面没有翡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赌就赌，你说怎么赌？我就赌这块料子里面有翡翠，如果我输了，你可以在这店里任意挑选2块料子，如果我赢了，也是一样，你敢玩吗？在这里对赌是有规矩的，如果你一旦跟人家有了赌约，输了以后不认账的话，会被所有人唾弃，甚至以后会被这里面管理层拉入黑名单。一旦答应了对赌，那么就一定要兑现承诺。这样，我看你这个人也没啥钱，我们就赌1000万吧。另外，我再将规则改一下，如果我切出来的翡翠低于200万算我输。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敢接的话，你还是赶紧回家洗洗睡觉吧，你连吃我奥利给的资格都没有。好，我跟你玩，各位帮忙做个见证，我陈飞今天跟他对赌，就赌这一块垃圾料子切不出200万的翡翠。你开始吧。余辉没有犹豫，就对着之前划线的地方一刀砍，没一会功夫，差不多只剩下了碗口大小的一块料子。小子，别再折腾了，赶紧给钱吧。陈飞一开始还有些紧张，可是现在仿佛已经看到了1000万向他招手了。其实余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玩，他就是故意的，因为这样别人就不会。我操，绿了，真的出绿了！当一块秤砣大小的翡翠出现在陈飞面前时，这个家伙的脸色不停的变化。你这块翡翠最多也就200万，可能还不到，也就是说充其量咱们打个平手，所以这局不算。没错，陈飞他想赖账，但是又不敢赖得太狠，因为这块翡翠绝对不止200万。所谓愿赌服输，既然你答应了赌约，现在却又不认账，我看你以后是不想在这里混了。哼，谁能证明你这块翡翠值200万？各位，你们有人愿意出200万去买吗？一时间边上的人一个个都不说话，这件事情他们只是一个看看，没必要得罪人。再说这个陈飞可是有后台的，他们没必要帮着一个不认识的人来得罪陈飞。我出300万。就在这时，一个比大明星还要漂亮的女子，我出300万，你卖吗？卖，这次就让美女占点便宜了，那就300万吧。这一块翡翠按照市场价格，就算花400万去买也不会吃
看在对方帮自己解围的份上，便宜怎么也得给对方占。行，那就多谢了。这位先生，你怎么不认账就偷偷的溜了？兄弟，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刚才的事情就当是一个玩笑吧。如果这个家伙只是单纯的打赌，余辉可能也就算了，但是这个家伙调戏黄衣，这一点余辉是不能原谅的。如果回去之后让黄光年知道了，会怎么想自己？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所谓愿赌服输，当然你如果不认账，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不过我想知道你的名字和信息应该不难。今天的事情看到的不是一个两个人，你说我要是去投诉你，你会不会被拉入黑名单？小子，你确定要这么做？迂回，要不算了吧。你是我带过来的，这口气我必须得为你出。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吐沫一个钉，1000万就这么扭扭捏捏的，输不起就别玩。好，很好，小子，我记住你了，算你狠。迂回，谢谢你。我叫余辉，不知道美女怎么称呼？我叫杨颖静，你是刚来这里的吧？刚刚那个陈飞你可要担心点，那家伙可是出了名小肚鸡肠的。另一边，陈飞阴沉着脸离开了翡翠原石市场，刚刚出来就被一个人拦住。兄弟，想不想报仇？这么谁啊？刚刚那个家伙叫余辉，他之前也坑了我，所以我想和你联手一起对付他。至于你刚刚说的那1000万，我可以帮你赚回来，而且不需要你掏本钱。这世上还有这么好事？所谓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不过听这个家伙的口气，好像也跟那个家伙有仇。你说的是真的？不用我出本钱。坤巴先生，该你出场了。坤巴先生，是你。如果说坤巴在金陵城没几个人认识的话，那么在瑞城没有几个人不认识。坤巴的名气可不是盖的，那是经过实打实闯出来的。坤巴是很看不起陈飞这种人的，不过考虑到接下来的计划，还是象征性的点了点头。陈先生，为了让你相信我们的诚意，我现在就让坤巴先生带你飞，将今天亏的钱给赚回来再说。于是陈飞就像一条哈巴狗一样，跟在武少君和坤巴的屁股后面进入了翡翠市场。另一边，余辉捧着一块紫罗兰翡翠，他又不说出售，也没说不出售。那个余先生，这块紫罗兰翡翠，我想这个杨颖静估计也跟沈思佳一样，也是帮自家公司采购原石的。余辉自然是要出售的，不然这东西留在身上很不安全。你开个价吧，合适就给你了。余先生，你看我跟在你下面服务了一上午，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吧？要不你便宜点给我，让我也赚个零花钱啥的，你觉得如何？480万，你要是觉得可以就交易，你要是觉得不划算，我就自己留着。余先生，稍微便宜一些嘛，大不了我请你吃饭。400万，成交。杨颖静请客的酒店正巧就是余辉下榻的酒店，两人聊了没一会儿，也算是熟悉了。杨颖静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就连称呼也变了，基本上10句话这个女人对包了3句。不过话多有话多的好，最起码余辉在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了很多有用的消息，比如上午翡翠市场的人比较多，下午人会比较少。再比如就是有关坤巴的事情。坤巴有什么了不起的？上次还不是被余辉给打败了？你这么多嘴干什么？低调点。余辉，你和坤巴交过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个不能算交手，就是上次在金陵城遇到了他，其中有一块石头我和他产生了分歧，然后什么？然后你懂的。也就是说最后你赢了对吧？哇，你真厉害。对了，我昨天好像看到了那个坤巴。你说你昨天看到了坤巴，那有没有看到他身边还有一个年轻人，大概跟我差不多大？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长得有点像凡凡，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你认识？余辉拿出手机，点开那张武少君的照片，放大递给杨颖静看。你确认一下是不是他？没错，就是他。杨小姐，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都说过了，你可以称呼我颖静，也可以称呼我静静，别杨小姐的，这个称呼我不喜欢。行吧，静静可以了吧？你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平时和什么人接触，最好是越详细越好。站住，餐还没好，你别进去。那我不进去，我去哪？去死啊！站在这里干嘛？我没见过你这么肥头大耳的，你咋不去死啊？单手就能把一个500多斤的人举起来，此人绝对很能打。兄弟你好，我叫余辉，不知道怎么称呼。我叫陈虎，你有事？是这样的，我是来自金陵城，有正规的产业。我这次来这边主要就是想购买一些翡翠原石。虎哥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因为我女朋友她家是开珠宝店的，所以余辉将自己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其实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想要别人跟着你做事，那么首先你就让对方了解自己，信任自己。虎哥，你不用急着答应，也不用急着拒绝，你就跟着我一段时间试试看。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可以，那么你以后就跟着我，我是不会亏待你的。你也不想天天就这么送外卖吧？陈虎并没有立即答应，其实他也在思考。自从黄袍加身之后，日子是天天都不顺利，经常收到各种奇葩订单，加上刚刚发生的破防事件，余辉说的让他确实心动了。行，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我陈虎就是余先生的保镖了。很好，虎哥，这张卡你先拿着，缺什么东西你自己买，密码是6个8。
于先生，这不太好吧？猴哥，这一点你放心，就算你哪一天要离开，我也不会拿这件事情说事。有句话说得好，不成兄弟成朋友，不成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而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交朋友的。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现在天已经不早了，走吧，明天一早我们去原石市场。第二天，一进入原石市场，于辉就看到了那个周中福。周中福看到杨颖静和于辉的人走在一起，就感到有些奇怪。周中福和杨颖静自然是认识，不过他也没有多问。咦，好巧啊，没想到又遇到你了，有没有兴趣再赌一把？来人正是昨天输给自己1000万的陈飞。原来是陈先生，你想怎么玩？我们就赌这一堆原石料子，你任意挑一块，只要你能切出翡翠，就算我输。记住，只能挑选一块。于辉眉头一跳，然后看向了那一堆原石，这一看他就明白了，这堆原石和之前在金陵城看到的那批原石一样，都是被狠细的电钻开过孔检测过。电钻打孔监测，这并不是100%准确的事情，它是有误差的。就比如翡翠长偏了，所以这里面就又一小块的翡翠，不过体积都不大，但是用来打赌足够。就这么简单？那赌注是什么？那就简简单单2个亿吧。2个亿，你的人品我信不过，1000万你都赖账，更何况2个亿，你有这么多钱吗？这家店主我认识，可以让他给我担保。咦，你们老板呢？就在陈飞准备找店老板做担保时，店老板不见了，只留下一个负责人。我们老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离开了。那今天这赌约怎么办？难道要动用公司的采购资金？哼，哗众取宠，还想空手套白狼？等等，不就是2亿吗？我有，这是瑞国银行的黑金卡，里面正好有2个亿。我还是不放心，这跟你卡里有没有钱是两码事，主要是你的人品我不放心。陈飞气得想骂人，毕竟这件事情风险还是挺大的。另外还有一丝疑惑，这个店主为何会这么条有技术？不过当他看到不远处那个武少君在对他使眼色的时候，一丝疑惑又打消了。再加上昨天他们已经试验过，连续切了几块都是黑蛋。那你说怎么办？这个时候周中福开口了。这样吧，以我的为人，大家应该都很相信，不如你们2位将赌资打到我这张卡上来。行，周老板的人品我放心，你呢？周老板的人品还用你说？我先来。10分钟之后，于辉就找到了唯一一块有翡翠的原石。其实，在陈飞突然找上自己，以及店老板突然消失，再加上关于武少君的出现，于辉就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圈套。要不我再给你一个反悔的机会，别到时候你又输不起。别废话，谁反悔谁是孙子。快，第1刀下去没有，第2刀下去还是没有。边上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他们都在笃定于辉这次是推打。小子，放弃吧，没用的，这次你输定了。陈先生，要不我们再加一些赌注，如何？都特么这时候了，还敢加重？你该不会是在硬撑吧？那我还真想知道你加什么注。于辉摸了摸下巴，然后四处打量起来。只见不远处拴了一条狗，狗边上有几坨狗屎。你昨天不是说输了吃奥利给吗？要不这样，那里有几坨狗屎，谁输了谁去把它舔干净，如何？一旁的黄英一下子就想起来昨天的事情，心里就非常感动。没想到于辉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记给他报仇，于是暗暗下了决心，如果于辉要是输了，到时候他吃狗屎自己一定要帮忙分担一半。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竟然你这么喜欢吃奥利给，我就答应你。于辉满意的点点头，于是毫不犹豫的开始切着这块边角。当最后一刀切下去之后，一抹绿色顿时浮现在众人眼前。绿了，出绿了，真的出绿了！不可能，这里面不可能有翡翠的。陈飞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然后捧起那块黄豆大小的料子。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武少君不可能骗我的，我跟他又没仇。对，武少君。陈飞放下石头，转身就去找武少君，可是那里哪还有武少君的人影？陈飞，你输了。陈飞突然反应过来，现在唯一的机会或者说希望就是求这个于辉，只要于辉愿意放他一马，那么……于兄弟，都怪我，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这家老板用这些开过孔的翡翠原石骗大家的辛苦钱，现在还想来骗我。幸亏我运气好，误打误撞的碰到了这块翡翠原石里面有一块小的料，否则我今天可能就要倾家荡产。你合伙这家店的老板用开过口的石头欺骗大家，你问大家能放过你吗？王英非常聪明，他直接将周围这些人的仇恨直接给拉满。你别胡说，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是不是胡说？大家检查一下这些料子就知道了，每块上面都有针孔，而且如果各位还不相信，可以将这些料子全部给切开，里面最多只有2、3块，甚至只有1、2块，可能跟我刚刚切的差不多。至于其他全部都是黑蛋，如果我说的是错的，这些损失全都算我的。一听这话，那些吃瓜群众一个个的兴奋起来，不管这事情是不是真的，对他们没有一点坏处，于是纷纷上前查看。我操！你们看，这里真的有个小孔，只不过经过修补的，一看就是。没错，这块也有，还有这一块。金德全，你给我滚出来！我前几天一直切黑蛋，原来都是你搞的。对，我上个月在你店里亏了200亿，原来都是你搞的鬼。这家翡翠原石摊彻底炸了锅。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千人锤，这么好的占便宜机会，谁能放过？武先生，婚发先生，你们可要救我啊！我这可都是替你们办事的，现在我店弄成这样，你们得为我负责。
武少君此刻脸色变得不知道有多难看，他也没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这也太巧了吧！余辉怎么就正好挑到了那一块石头，而且还是一颗只有黄豆大小的料子。金先生，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帮你解决的。到时候你就说这些事情都是你那个负责人搞的鬼，让他做这个替罪羊，就凭坤巴先生的名号去解决这件事情，并不难，你就放心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暂时躲起来，等我们这边搞得差不多了再联系你。我现在和坤巴先生就去帮你处理。你真的打算帮他处理？我忽悠他而已。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失败了，只能再找机会了。余辉，希望你别逼我动用底牌。上集说到，武少君和坤巴联合陈飞从缅北那边弄来了一批黑弹料子，想通道扩展，结果反被我赢了2个亿。而这一次，他们竟然想捧杀我。哟呵，这不是于先生吗？真是好巧啊！原来是坤坤先生，好久不见啊！于先生，你啥时候来瑞城的？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也好尽尽地主之谊嘛。哦，快看，居然是坤巴先生！坤巴先生你好。坤巴先生，我是你的粉丝，能帮我签个名吗？一时间，坤巴顿时成了焦点。坤巴的虚荣心狠狠地得到了，毕竟这个家伙在这边名气确实很大。不过他今天来可不是来满足虚荣心的，而是要贬低自己，抬高余辉，也就是捧杀。各位，我坤巴就这点赌石技术真的不算什么。我身边这位是来自金陵城的余辉于先生。别看于先生不是什么大家族，也没啥大背景，但是他的赌石水平那叫一个地道，那叫一个美。别看于先生年轻，但是他的赌石水平已经超过了我。上一次我和于先生切磋了一番，我完败。于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除了我师傅，我还没见到有谁的赌石水平能够比他更厉害。余辉就这么听着，因为他也在吸收这里面的信息。首先他听出来了，坤巴有一个师傅很厉害。第二，坤巴不仅在捧杀自己，还将自己这次过来的目的说了一遍。余辉已经确定坤巴和武少君接下来可能就会针对这方面向他下手。哦，原来是于先生，我是昆城的肖诈，久仰久仰。于先生你好，我是陆凡。一时间，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纷纷的和余辉握手打招呼，并且还递上了名片，其中里面还有不少坤巴请的托。于先生，你没事吧？于先生，你不要紧吧？杨小姐，这个坤巴和于兄弟有仇啊？没错，他们2人有过节。余辉，我倒是有一个办法绝对行。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坤巴是用心歹毒、居心不良，目的就是叫你明面化，然后捧杀你。因为你没有背景势力，但是却有一身才华和顶级的颜值，这就是原罪。不仅如此，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麻烦接踵而来。说重点。余辉，有时候想要破局并不需要太多复杂，你只要将自己跳出这个局就行了。我们这里一共有6个人，那么我们都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比如购买。余辉眼睛一亮，他明白杨引进的意思，那就是自己看中一块石头，然后让他们几个人任意一个去购买，那么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怀疑到他身上。没一会功夫，一行人重新来到了原始翡翠市场。余辉一出现，立刻就有一大堆人围了上来。看来那个坤巴没少给我宣传。与周中府等人对视一眼，余辉也没时间理会那些人，自顾自的选了一家店，直接就这么进去了。大概10几分钟之后，就在众人以为余辉会购买料子开始解释的时候，余辉离开了，而是去了第2家店铺。这些人又连忙跟了上去，结果一直到天黑，余辉一共逛了2个多小时，也就解了一次石头，一块比较普通的粉，赚了几千块的那种。不会吧，逛了一下午，挑来挑去就挑了一块石头，而且利润才几千块，这好像跟坤巴先生说的不太一样啊。武少，这个家伙一下午都没有出手，也就最后解了一块普通的翡翠，这怎么回事啊？坤巴先生，你怕什么？他都能耗得起，难道我们耗不起？他这次来可是要帮助沈氏集团采购一批原石料子的。如果他到时候空手而回，你认为沈思家会怎么想？沈建成又怎么看待他？所以你放心，这个余辉他不是傻子。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最多他能坚持3天，3天之后他一定会忍不住要出手的。于兄弟，没看出来你也挺会演戏的吗？一下午晃晃悠悠就切了一块石头，而且还是普通货色。你没看到那一些人，他们跟了你一下午，结果到最后那种失落表情，我越看就越想笑。让他们跟着好了，我反正每天就接2块石头，保证我们这些人吃喝拉撒够了就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再说现在这种合作计划不是更好吗？大家都能一起赚钱。余辉，今天下午我留意了一下，那个武少君和坤巴就在我们后面跟着，他以为我没看到，尤其是那个坤巴，他几乎见人就在说你是什么赌石大师之类的话。于兄弟，今天下午我一共出了这些料子，去掉本金翡翠，差不多价值3000万，你看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我就把钱打给你。按照约定，余辉收取70%的利润，让给他们3成。就这下午2个多小时，他一共赚了4000多万，也就是说将本钱和让给对方的3成口，他就进账了4200万。照这么下去，1个月下来最少也得赚个20亿。第2天，坤巴还是一如既往跟在自己身边，然后捧杀他。真是太讨厌了，必须得解决了这个坤巴才行。余辉其实一直观察着坤巴，他在找机会。终于机会来了，坤巴可能也发现到了一块不错的料子，然后抱起来查看。这款料子并不大，也就几十斤重的样子。但是余辉觉得机会来了。
坤巴刚刚抱起石头，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一滑，这块石头直接掉了下去。我的脚啊！坤坤先生，你没事吧？快帮我拿开这块石头！此时的坤巴整个脚掌都被砸变形，这只脚基本上废了，就算去医院治疗好了，恐怕以后走路也会变得一瘸一拐。坤坤先生，一只脚而已，影响不大。你还有另一只脚，你放心，我现在就帮你叫救护车。于辉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电话，其实哪用得着他打电话？这家原石店老板电话早就打过。真是笑死我了！今天我终于明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什么意思了。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这么蠢的人，可惜我忘了拍个视频发朋友圈了。你们先回去，我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于是于辉就前往坤巴所在的医院，因为武少君肯定会去看望坤巴的。坤巴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你确定没有人害你，或者当时没有人推你，或者是别的？我确定没有，当时我身边没有人，可能是我分心了，再加上那块石头比较圆，所以一不小心没捧住才掉了下来，这只脚估计报废了。坤巴先生，没事的，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实在不行，过段时间我带你去京城治疗。再说脚有点残疾，影响不大。对了，你今天去哪了？电话一直打不通。武少君当然不可能告诉坤巴当时自己还在红浪的。我手机坏了，去修手机去了。对了，坤巴先生，你肚子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少，你没事吧？少，你难道要？上集说到，我让武少君请坤巴吃了一顿串西套餐，气急败坏的武少君竟然动用底牌，找了缅北的人来跟方。小子，你胆子确实够大，如果不是上面交代，就凭你这胆识，我都愿意跟你交个朋友。于辉，你赶紧走，别管我们。这两个女人是你马子吧？你有没有兴趣看一场三人斗地主？小子，我们狗哥问你话呢，你他妈哑巴了！小子，原本是打算过几天再对付你的，本来只想着跟这两个小姐姐打打牌，等我们玩够了再放出去。不过你这个小子居然想英雄救美，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我们这里一共有4个人，你随便找一个人单挑，只要你打赢了其中一个，我就放一个女人离开；你如果打赢了2个，我就全部放走，如何？行，我打。于辉打算拖延时间，等警察赶过来。至于陈虎正召集他的队友再赶来，但是这都需要时间。这4个人于辉想对付并不难，但是问题就在于2个：第一，对方有枪；第二，没办法保证方雅和黄英的安全。所以于辉要示敌以弱，在这之间找到合适的时机，趁机先解决野狗，或者将他手中的枪可以夺过来。哼，小子，我来陪你玩玩。别打了，于辉，你快跑！黄英和方雅拼命的大叫着，甚至有种深深的自责。如果他们2人没拉着于辉逛街，那么可能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小子，挺能忍的嘛。野狗看到于辉这个样子，顿时就放心了。他在武少君那里也证实，这个于辉就是个普通人，并不会武功。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既然于辉不会武功，他也就不用担心什么，接下来就可以放心的戏耍。于是把枪收了起来，朝着于辉走去。于辉眼睛一眯，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野狗怎么也没想到于辉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发难，好在他战斗经验丰富，连忙侧身想要躲过。可是于辉他的眼睛是经过变异的，可以预判。你们他妈还愣在那里干嘛？快给老子上啊！被突变的情况震惊到的3个手下太太，一个个朝着于辉冲来。就在这时，3个人影冲了过来，陈虎带支援过来。野狗，你好大的胆子！此时的战斗已经结束，于辉连忙将方雅和黄英身上的绳子给解开。于辉，方雅虽然也很害怕，但是比黄英好很多，毕竟她的阅历要多很多。好了，没事了。于先生，这个人怎么解决？交给警察吧，毕竟这是国内。就在野狗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于辉猛地踢出一脚，正中野狗要害。回到了酒店，方雅和黄英他们2个还有些惊魂未定。于辉，你先洗个澡吧，然后我帮你抹一些药酒啥的。此时的于辉脸上还有一大块淤青，肚子上肯定也是，不过有灵力的治疗，这些都是小问题。没事，这事情已经过去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洗洗休息吧。我还要去见一见陈虎带过来的3个人。于辉，我好害怕。放心吧，那个野狗下面已经被我废了，给你们出气了。如果还是害怕的话，要不你们回去拿衣服，然后在我这里洗澡，今晚就睡在我这边吧。与此同时，缅北的某个地方，龙爷挂了电话，脸色阴沉起来。火放，野狗这家伙在华夏瑞城犯的事，现在被那边的警察给抓了。不过这家伙受了伤，在医院治疗，估计没个10天半个月的出不了医院。必须将他给我带回来。记住，那边是华夏，别把事情闹大。另外，你来接手野狗的任务，这次不要节外生枝，明白吗？这名叫火凤的，是龙爷手下4位干将之一，同时还是唯一一个女性。龙爷，是不是野狗又没管住那玩意？说话之人是龙爷另一名手下，他叫山鸦。
山亚，野狗的事等他回来再说。你那边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不过对方不愿意让步，实在不行，我打算动用一些特殊手段。老五，我们差不多有10年没见了，是时候该见一见面了。这个龙爷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或者说知道的人都已经死了。不过我听说龙爷姓武，武少君也姓武，难道说？具体的我都是听说的，据说龙爷10几年前就是在瑞城混饭吃的，后来越做越大，这边自然就容不下他了。毕竟这里是华夏，所以这个龙爷就跑到了缅北那边，因为那边比较混乱，越是混乱的地方就越适合龙爷这样的人，所以龙爷的名头也就越响亮。他的生意涉及很广，有洗衣粉，有军火，还有贩卖人口等等。对了，听说他最近还在对翡翠原石矿脉下手，就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余辉就这么听着，总算听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另一边，武少君下榻的那间酒店，他见到了一个非常妖艳的女人，不过他可不敢打这个女人的主意，除非不想活了。这个正是龙爷4大将领之一的火凤。火凤姐，原来您这么年轻漂亮。原本我以为火凤姐怎么着也有30、40岁，没想到这面相才17、18。武少君，老娘可不是3岁小孩那么好骗，说正事吧，我要的东西呢？火凤姐，这是狗哥的医院以及楼层房间号，另外还有守卫的情况，我都已经摸清楚了。这个人叫余辉，也就是打伤狗哥的那个人。这人还能打吗？不确定，因为到现在我都没办法和狗哥说话。另外，昨天晚上这个余辉带了3、4个手下过去了，有一个好像叫什么陈虎。这个余辉，你确定他是第一次来这边？这次倒是干脆，武少君直接将余辉的底气说得一清二楚，就差余辉穿的底裤颜色没说了。你说此人会赌石，而且还挺厉害。此人显然是在藏拙，在金陵城的时候，他曾2次和坤巴1亿的单位资金对赌，而且都完胜坤巴。如果只是凭运气，不可能这么好运能够赢坤巴2次。而且这小子敢来这里赌石，没有真本事，打死我都不相信。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野狗我会负责，这个余辉我也会解决。没事的话你别打扰我。还有，你的房间怎么这么臭？余辉不知道他又被别人给盯上。吃过午饭，又在原石市场逛了一下午，收获不错。尤其是周中福今天特高兴，因为杨颖静那个来了，所以不在。他基本上一个人包揽所有匪控。余辉刚转身就和一个女人撞了一下，而且撞的位置不是很巧。不好意思，你没事吧？虽然是对方带球撞人，但是作为大男人，还是得关心问候一下。没事，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真不好意思，要不我请你吃顿饭吧，也算我赔罪了。这不太好吧？我们就去对面的酒店，这你总放心了吧？方雅姐，余辉这个大色鬼，放着我们2个美女不陪，去勾搭野坤了。放心吧，余辉不是这样的人。怎么就不是这样的人？你没看他刚刚那眼神，就盯着那个狐狸精的西瓜看，仿佛他能看穿似的。真没出息，也就比我的大那么一点点而已，当心下垂。哼！方雅确定了，这个黄英吃醋了。唉，看来小黄英也沦陷了。黄英啊，余辉就算好似好像也跟我们没啥关系吧？谁说跟我们没关系？思佳是我同学加闺蜜，我这次来就是负责盯着她的。放心吧，余辉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你想啊，就算余辉年华日草，起码也会背着我们吧？可是刚刚你看他有吗？我猜余辉8成有的其他目的。这男人做事，我们女人别去多问。男人是不太喜欢聪明的女人的，越是聪明的女人，有时候往往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糊涂一点其实挺好。好了，这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嚣张的赌石顾问输我3000万，不但出尔反尔赖账不给钱，居然还反咬一口骂我是小人。你就是坤巴说的那个比他还厉害的赌石大师。张先生说笑了，我哪是什么大师？我和坤巴先生相识，而且关系还不错，所以坤巴先生故意抬举我罢了。我就说嘛，赌石哪有这么容易？没有个几10年的功夫，哪能成为大师？余辉看出来了，这个叫席美萍的和周中福可能处于竞争关系，但是明面上2人的关系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不然也不会在一起吃饭。从这个饭局的气氛上看，火药味很重。周老板，你刚刚说让这位余先生大喝，这有点说不过去吧？我们2个可是一直在对饮，你现在让别人帮喝，好像有点欺负人呐。西总，我可喝不过你，别人都知道你是2斤白酒起步，我是半斤白酒归西，你让我对饮，你这是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行，这位余先生大喝也行，不过先说好，我要是赢了，新开的商业街那边的地盘归我，你就不准再开分店了。余辉听明白了，与其说是酒局，不如说是一个赌约。信，如果余兄弟输了，我周中福说话算话。我好像还没答应吧？不过问题不大，他进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于是4瓶白酒就摆上了桌。席总对吧？我首先确认一下，这瓶白酒喝下去你不会有事吧？通常说这句话的只有2种人，要么是装叉，要么就是真的很能喝。余先生，你这是看不起我们女人吗？席总别误会，主要现在国家对喝酒控制的有些严，听说有个什么叫连带责任的，我就怕您喝伤了身体啥的，我到时候不也跟着倒霉了吗？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能吹牛的人。于是二话不说，端起一杯酒，直接一饮而尽。席美萍喝完，还将酒杯倒过来给余辉看了一下。
于先生，该你了。于辉肯定不会一口一杯的喝，因为他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于是他直接拿起一瓶白酒，身体开始运转灵气，像喝矿泉水一样。差不多1分多钟，一瓶白酒见了。于辉喝完之后，示意喜美萍继续。喜美萍今天算是遇到个狠人了，让他对着一瓶白酒直接吹肯定是做不到的。其他人更是用吃了屎的表情看着于辉，这酒要不是他们自己带过来的，甚至都要怀疑酒里面掺的是水了。习总，我觉得这样不公平。您之前已经喝了差不多半斤酒了，现在再喝1斤的话，就相当于是1斤半了。所以我觉得于先生应该多喝半斤，或者是习总少喝半斤。说话之人正是那个董事顾问张二哈。张先生，不如这样，我跟你喝，我喝1斤，你喝半斤。我之前可是已经喝了1斤，这一瓶下去就等于2斤，怎么样？张二哈偷偷瞥了一眼喜美萍，当他看到喜美萍看向自己的时候，狗躯一震。自己喝醉了又如何？到时候这个于辉将这1斤喝下去，那么就能够给喜美萍创造机会。这样一来，喜美萍一高兴，肯定会对自己另眼相看，说不定还可以。张先生不会不敢喝吧？喝就喝。于是这个二哈打开一瓶白酒，眼睛一闭，直接一口喝了下去。可刚刚喝完就开始呕吐，顿时遭到了所有人的鄙视。我喝完了，该你。于兄弟，还是算了吧，别喝了。没事的，我真要喝起来自己都怕。于辉说完，直接端起酒就开始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然后体内的灵气一直在运转，正好将刚刚喝的酒给稀释掉。这哪是喝酒啊，分明是在喝水。此时的喜美萍一瓶白酒还剩下1杯没喝，而于辉已经喝了2瓶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输了。于先生厉害，我喜美萍心服口服。周老板，那条街归你了，我不会去开店了。习总，那我这次就胜之不武了。不过打赌就是打赌，我也不会矫情。喜美萍笑了笑，她现在对周中福兴趣不大，她反而对这个于辉非常感兴趣。于辉先生，我们能加一下联系方式吗？说不定我们以后能有合作机会。可以。次日一早，于辉和以往一样来到了原石市场，火凤照常出席，直接过来挽住于辉的胳膊，根本没有在意黄英那种要喷火的眼神。周老板，喝酒我的确不行，不过这赌石嘛，我还真没服过谁。要不你让昨天那个什么于辉过来一趟，我们比划比划。原来是二哈先生，昨晚还好吧？于先生，你来的正好，我想跟你比试一下，不知道你敢不敢？没兴趣。于先生，你不会怕了吧？二哈开始用起了激将法，至于喜美萍没有阻止，很显然他是想用这个二哈来摸摸于辉的脸。还有火凤，火凤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了这么一次机会。那你有多少钱？于辉，我们习总可是……你想跟我玩，那就得拿出你的资产。你若是没钱就直说，别妄想着借机下单，到时候赢了算你的，输了让别人买单。你这点小伎俩我看得太清楚了。二哈老脸一红，还别说，他就是这么个意思。但现在自己的小心思被别人揭穿了，二哈也不好不站出来表态了。当然是我跟你来比，我这张卡里有3000万，赢的一方得到对方的翡翠和3000万，你敢不敢？习总，麻烦你做个见证人。喜美萍眼皮一跳，她看出了于辉的心思，这家伙要拉自己下水。行，我来做担保。那你的赌资呢？别说3000万，就是3个亿，我周中福也愿意给于兄弟担保。各位，今天中午我请客，大家都别拒绝哈。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今天你就见到了。15分钟后，于辉挑了一块价值30万的石头，而二哈挑了一块石头价值98万。这块石头个头很大，于辉看了一眼，这家伙运气竟然还不错，里面的翡翠差不多值个500万左右。于辉，赌约说得很清楚，石头只买1块，你买个这么小的，到时候可别后悔。谁后悔还说不定呢。随着切割机开始整，二哈很小心的开始，因为他现在也算是赌身家，差不多用了半个多小时。绿了，出绿了。看这颜色，这绝对是大涨。怎么样？就这一刀下去，10年的功力，你顶得住吗？看着连线都不画直接切的于辉，二哈随即露出嘲讽：哈哈哈！就你这业余的水平还敢赌石，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绿了，又出绿了。好浓郁的料子，不会是帝王绿吧？不对，这不是帝王绿，我操，竟然是祖母绿！一时间现场炸了。祖母绿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帝王绿很接近，没一会功夫，一块只有婴儿拳头大小的祖母绿翡翠就出现在众人眼前。这块祖母绿我要了，我出5000万。5000万你就想要？我出8000万。怎么样，张先生，愿赌服输，给钱吧。二哈此刻的脸色就跟吃坏了肚子拉出的绿屎一样。于先生，我开个玩笑玩玩而已，没必要当真吧？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很熟吗？从昨天你就在针对我，我都懒得搭理你。今天你还来，你是打算输了不认账还是怎么地？我们又没写协议，证据呢？我还说我们赌了3个亿，你信吗？大家信吗？按照赌石界的规矩，最多被翡翠市场拉入黑名单，但是和3000万相比，二哈很显然选择了3000万。要知道他奋斗了10几年才赚到，怎么可能愿意拿出来给你喝？习总，我们走，不用搭理这种小人。二哈不仅赖账，居然还反咬一口于辉是小。
这下子现场顿时嘘声一片。席美萍此时脸色非常难看，3000万对她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可是这个二哈是自己带过来的，而且也是自己担保的，现在出尔反尔赖账，她的脸算是丢到家了。你给老娘滚！二哈被席美萍一声滚骂的有些懵逼，自己可是他公司首席的董事顾问，平时都是客客气气的，今天居然让自己滚，于是黑着脸抱起自己的翡翠就想离开。就在这时，抱着翡翠的手一滑，我们走吧，3000万加一块翡翠而已，我还不看在眼里。于先生，请稍等。其实我跟这个二哈不熟，不过既然之前我已经答应了作为担保，那么肯定要愿赌服输的。这是4000万支票，也算是我们输的赌资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既然席总他气，那我也不能不表示一下。这样吧，我帮你挑一块石头，能回本多少就看你自己的了。席美萍眼睛一亮，她赌对了。火凤就一直在边上看，此时他的眼中全都是小星星。于辉绝对是赌石大师，用武少君的话说，绝对比坤巴厉害。这个女人为了骗我去缅北把我腰子，竟然在水里放了迷药，然而她却不知道我有透视能力，可以看穿一切。火凤，我觉得你缺少一些跟你很搭的首饰，就凭咱俩这关系，我送你一套吧。既然你喜欢火红色的，我就送你一套火红色的首饰。此时的周中福和杨颖静还在那边捡着石头，这边上只剩下方雅等。方雅姐，于辉对这个女人有想法。你忘记于辉跟我们说了，这个女人有问题。我估计于辉现在是想打入敌人内部，探探虚实。我看是想捅入敌人内部还差不多。当一块碗口大的火凤挤出来的时候，火凤惊呆了，这种事就算坤巴也不可能做得到。于辉，你是怎么做到的？运气好而已，送给你。火凤这一刻有些五味杂陈。其实女人被感动，有时候往往就是男人那一刹那的贴心。一旦这个地方被触动，那无数的情感就会爆发。于辉，谢谢你。于辉，我也要首饰。我刚刚给了你那一块可是祖母绿，你拿回去做几样首饰，送给你妈一套，另外再帮我送给关静雅一套，这样总行了吧？那可是祖母绿，你打一辈子螺丝都赚不到的钱。就在这时，席美萍走了过来。于先生，收获如何？还行，席总这是来邀请我吃午饭的吧？是啊，午饭时间也到了，顺便想跟你谈谈合作。此时，武少君正在和火凤吃着饭，火凤也不知道怎么就一直摸那块红薯。火凤小姐，为何这么久了还没有对于辉下手？现在此人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身份个个不简单，如果再不动手，我们就没有机会了。你急什么？这个于辉有用，龙爷看上了，我要将他带回去。你的意思是龙爷要亲自对付他？火凤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了武少君一眼。总之这件事情你别管，我会负责就是了。武少君点了点头，然后他又想到了一件事情。火凤小姐，于辉身边有2个女人，一个叫方雅，一个叫黄英。上次野狗就是在这2个女人身上吃了亏，难道你不打算为野狗报仇？这家伙果然没安好心，竟然在自己面前打同为女人的坏主意。看来得让这家伙在医院里好好躺一段时间，正好跟坤巴好歹也有个伴。行了，这事我知道了，最近注意一下，这里挺不安全的，尽量少走动为妙。我还有事，没事不要联系我。出了门口，火凤拿起了电话，然后一个号码拨了过去。让人去给我安排一下那个武少君，让他去陪坤巴待一段时间，稍微惩罚一下就行了，做得干净点。然而立马跟席美萍谈完合作的于辉，正好巧不巧看到了武少君。武少君出了车祸，伤势不太严重，但是毁容了。火凤原本只是让手下将武少君打一顿，然后送去医院住几天，结果这家伙这么倒霉，搞成了现在这样。这要是传到龙爷耳朵里，可不好交代啊！你说你在我脸上缝了9针，还说我会破相，我这脸可是比鸡哥还帅，我不管这些，多少钱都行，绝对不能破相，一点点都不行。武先生，你这一条伤痕又宽又深，别说我们医院，就是京城那边估计都没办法，现在只能先治疗，等以后想办法去整形医院再看看了。武少君从小就对自己的容貌感到骄傲，如今却告诉他毁容，这如何能够接受？武先生不必气馁，我们的龙爷脸上也有一道伤疤，那可是威风凛凛。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个伤，我觉得你得回京城治疗，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实在不行就去国外。我听说泡菜国那边对这种伤疤的修复技术非常好，要不你去试试？对，我要先回京城试试，然后再去国外。火凤小姐，那个撞我的人，你一定不能放过，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行，你赶紧订机票吧，这边的事情我会处理的。自己倒霉，跟老娘有什么关系？还想报仇？于辉收到火凤的消息后，就来到了他下榻的酒店。此时的他正盯着红酒，里面竟然有迷药的成分。武少君受伤的事情最终传到了龙爷那里去，于是龙爷就给火凤下了命令，让他必须尽快将于辉给带回去。为了保险起见，也有那一抹被赠了红翡的温柔。火凤打算用最温和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不知道于辉的透视眼是万能的，可以看出各种物品的信息。
余辉，来，我们碰一杯。余辉只用了不到10秒钟，喝进胃里的药效全部被他的灵力给化解。余辉，男人喝酒怎么能这么一小口呢？你要是一口干了，我就给你那里一下，如何？行，不过你得跟我一起喝。火凤一咬牙，想着等余辉晕倒了，可以马上去服下解药，于是率先将自己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余辉也没有犹豫，直接咕咚一下，一杯红酒全被他喝了下去。余辉，我迟早都是你的人，我们先喝酒，只要你再喝一杯酒，你想怎么样都行。我余辉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从来不主动去招惹任何一个人，但是总有些人打我的主意。一开始那个武少君，后来又来了个坤巴，然而我来到了这边之后，他们两个还紧追不舍。其实我真的不算是一个坏人，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人渣。可是他们居然找来了一个叫野狗的，还绑架了我身边的人。我对我的朋友一向很好，别人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其实你应该都看得到，比如那个周中福，还有那个杨颖静，我都是尽最大的能力带着他们两个发财。而相反，只要是我的敌人，我同样毫不客气的进行反击。比如野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火凤仿佛听出了些什么，但是他的头现在有点开始晕了。最关键的是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火凤知道自己的药效已经开始发作。怎么他一点事都没有？等等，余辉，别这样，不如我们先吃饭吧。我喜欢吃素，有2个大馒头就行了，管饱。余辉，老娘要赶了你。上级说道，武少君派缅北过来的人被我收拾之后，这次竟然派个女人来打我腰子。摸清楚了吗？火老大已经摸清楚了，走廊上有2个，房间里还有1个陪护，解决起来非常简单的。做得干净利落一些。龙爷交代过了，别弄出人命。家人带出来之后，你们连夜送回缅北去。火老大，你不急着回去吗？我还有其他事要处理，回去后转告龙爷，就说我遇到了一个比坤巴更厉害的赌石大师，我会想办法将此人带回去的。于先生刚刚收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就在半个小时前，那个野狗被人给救走了。余辉脑门一飞，暗骂一声自己是头猪。既然火凤出现了，他就应该能够想到这件事情。于先生，这个火凤是龙爷的4个得力干将之一，这个女人比野狗要难对付许多。野狗就是疯狗，敢打敢拼，一般都是冲在前面当炮灰的那种，但是这个火凤不一样，她比较适合暗杀。据说她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暗器，这次来还故意接近您，不用想都是来对付您的。要不要我们先下手为强，将她给咔嚓掉？你说的很对，她不但暗器多，凶器也挺厉害。这个女人暂时不要动，我相信这个女的接下来肯定还会主动找上我的，而且短时间内我不会有事的。这个火凤我还想利用一下，至于怎么利用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了再说。逛了1个多小时的翡翠市场后，杨颖静突然脸色有些煞白，还在冒着汗，所以余辉就把她送回了酒店。你没事吧？要不我送你去医院？没用的，每次都这样，已经10几年了，一般都是第1天痛的比较厉害，第2天就好多了。有时候我在想，要是不来这玩意该有多好。我可以让你10个月不来这个。杨颖静一愣，随即也反应过来了。余辉，没看出来啊，你还是一位神医啊！可惜啊，就算你是一位神医也没用。难道你想闯红灯？恐怕就算你敢闯红灯，你也不能药到病除。一句神医让余辉想起了自己的灵力，貌似应该管用。静静啊，其实我真的会治病，我会一种按摩手法，对这个非常有效，你要不要试试？杨颖静确定余辉这是想占他便宜，不过自己都这样了，估计也没啥便宜好占的了，除非这个家伙有特殊癖好，顶着红灯硬来。行，那你快点吧，我有点扛不住了。你干嘛？你不会真的想闯红灯吧？按摩要贴着肚皮，隔着裤子你按摩一个给我看看。咦，真的不疼了？余辉，你是怎么做到的？行了，你休息一会吧，我先走了。等等，余辉，刚刚你都看到了什么？静静，那你认为我能看到什么？一只小熊，还是你那几根调皮的窜出来的小可爱？不准说了，你个臭流氓！4日一早，余辉一来到翡翠市场就遇到了杨颖静，看来应该不疼了。余辉，昨天我不在，你今天就将昨天的原石给我补上。补上个屁！昨天害得我都少砌了好几块石头，你还好意思说补上？我补上你一脸！余辉，这么巧啊，我们又见面了。来人正是火凤。火凤小姐，这么巧，你也是来购买翡翠原石的吗？这是余先生女朋友吗？真漂亮。其实火凤对赌石并不感兴趣，不过他今天来就是看余辉会不会赌石，不能总听武少君那个家伙一面之词。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要自己验证。余辉还是和之前一样，遇到好的石头就让杨颖静来购买。火凤就这么看着，差不多看了2个小时，他就看明白了，这个余辉绝对是个赌石高手。每次只要余辉左手比划出一个 OK 的手势，那么杨颖静就会付钱购买，然后解释。火凤心中狂喜，这就是他需要的赌石大师。余辉，我要是有你这个本事，我才不会什么细水长流浪费时间，我直接一次性赢到位。这就跟切石头一样，有些人切石头慢慢切，然后还磨啊蹭的坤毛啊，要是我就一刀下去，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余辉被这个女人的话给逗乐了。不过经过几天的相处，余辉发现这个女人确实是这样的性格，简单干脆，不喜欢拖泥带水。
我认为你这话说的不对，一上来就用力过猛的人走不了太远，因为一上来就过度关注结果，那每一个细微的阻碍都会成为你心灵的重负，它会不断的消耗你的身心，所以要慢慢来，不急不躁的干，反而更容易坚持。我们在战术上要全身心投入，在战略上要保持超然超前，方法上要深入实际，心境上要学会抽身观望，切记慢慢来才能高效，因为沉稳的步伐胜过急躁的冲刺。火凤就这么听着，感觉这话总有那么一点怪怪的，但是他又说不出个所以来。如辉，下午我们去干嘛？那是下午你干嘛，而不是我们干嘛？你看这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如果你要是愿意带我去你住的房间，我倒是很乐意做一些我们都爱做的事情。火凤敢确定余辉就是在调戏他。没看出来啊，看你长得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家在缅北，你要是有胆量就跟我回家，到时候随你怎样都行，如何？这只狐狸精终于露出尾巴了。没错，火凤说得很清楚，他家在缅北，那么这意思就很明显了，也终于搞清楚这个女人为什么接近自己，就是为了骗自己去缅北。那么目的是什么呢？脑中出现了一些猜测，不过余辉决定先利用一下。真的吗？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等我将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先说好，到时候一定要随我。火凤心中一喜，余辉上钩了。至于余辉说的这些事情，无非就是在这边多赚一点钱，这完全没问题。再说火凤也不敢太急躁，到时候被对方看出破绽来就功亏一篑。他是一定要将余辉带回去。两人吃过午饭，余辉借故有事回到了酒店，他要将这件事情跟陈虎他们交代一下，正打算回房休息，就看到杨颖静坐电梯上来。余辉，要不要来我这边坐坐？好啊，你有事？静静啊，我觉得你有 C 加，你说我猜的对不对啊？ C 加 D 加的跟你又没关系，反正又不是你的。这个可说不定，孤男寡女的在一个房间，只要你给机会，我不就可以拥有了吗？余辉，你要是真敢这么做，我倒是觉得你像个爷们，不然就是光说不练假把式。这家伙不会来真的吧？主要是今天被火凤搞得有些烦躁，原本他打算去找方雅的，结果杨颖静送上门来了。余辉，别这样，我还没准备好。我在赌场赢了1000万，美女老板不仅要我留下一只胳膊，还要将我的淀粉肠做成标本。次日一早，余辉在原始翡翠市场全神戒备，就连几日不见的陈虎都出现了。我的小男人，你怕什么？昨晚那古镜哪去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对着红毛怪的金波说捅就捅，完整的一件法器硬是被你弄破了，你当时的勇气哪去了？那个，昨晚可是你自己说的，只要我喝下那杯酒，你随我怎样都行的，你不会不认账吧？再说你又没有反抗，全程自愿的。我倒是想反抗，关键是能反抗得了吗？中午我闹一件，否则有你好看的。于先生原来喜欢这一款啊，果然有品味。习总说笑了，那种女人我惹不起。余辉，这是昨天的物品清单以及价格，你看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这边就负责打款。没问题，打款吧。我估计还在这边待上的几天，希望合作愉快。还是那家酒店，还是那个房间。我的小男人，我以为你不敢来了呢，还不错，比我想象的够爷们。说吧，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别玩那些虚的。我这个人也是有些手段的。我的小男人，你所谓的手段指的是外面站的那个，还是指你招来的那30几个雇佣兵？又或者说你本身的实力还没有完全暴露？我的小男人，你也别这么紧张。我要是真打算用强，你那30几个人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龙爷的强大是你无法想象的。虽然说对这一块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付你还是轻而易举的。只不过大家都怕麻烦罢了。那你说吧，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这个人不喜欢墨迹。很简单，我们龙爷最近得到了一条原始矿脉，他需要一个赌石专家帮他查看这个矿脉的一些数据。原本我这次来有3个目的，第一是救走野狗，第二是来请坤巴过去，而最后一个目的，我相信我不说你也知道。但是现在坤巴在医院躺着，而且你比他更厉害，这下子你明白了吧？余辉的确明白了，不过他想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龙爷居然占领了一条矿脉，这意味那里有无数的翡翠原石，最关键的是便宜。我跟你去了之后，龙爷不会嘎我腰子吧？如果是这样，那我肯定是不会去的。大不了以后我就不来这边了，我就一直待在金陵城那边。毕竟金陵城那边可是我的地盘，就凭我的力量，就算龙爷是一条真龙，也要给我盘着。你放心，龙爷不会赶你腰子的，他可是很重视人才的。再说我也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小男人送死，对吧？行，你告诉龙爷，比起嘎我腰子，我们可以更好的合作。也许你不知道，我准备投资近65个亿，在金陵城建造一个超级大的翡翠原石市场。目前有京城的沈家，还有金陵城的黄家，我们3家已经达成了协议。一旦我那个原石市场建立成功，将会整个华东最大的原石交易市场。瑞城这个地方你比我清楚，就算龙爷有矿脉，那也只不过是在别人碗里抢饭吃。但是跟我合作就不同了，这将是捞取巨额财富的直通车。我要的是这样的合作，所以我的意思你明白吧？此话一出，火凤心里就是一惊。如果余辉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这个信息绝对是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我会跟龙爷反馈的。那你什么时候跟我去缅北？7天后吧。如果说事情谈拢，我可以跟着你一起过去。行，我现在就去联系。这公事谈完了，我们是不是该谈一下私事了？比如你提供店面，
我提供几个亿的资金，然后我们一起投资。我的小男人，你真是坏死了！先说好，以后我要跟着你。第二天，余辉跟火凤在一家地下厂子待1个多小时，赢了差不多1000多万。小凤凤，你说我们接下来继续赢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要不要我们将这些筹码给输掉一半？好不容易赢的，干嘛要输回去？难道你嫌钱多？你要是嫌钱多，就给我留着，将来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买奶粉喝。算了，我们还是走吧。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可不想节外生枝。不过就在这时，几个西装革履、很像是打手一样的人来到了余辉面前。这位先生，我们老板想跟您谈谈，请跟我来。行，那我先将筹码给换了。请。一进办公室里，余辉见到了所谓的赌场老板。让余辉感觉到意外的是，这个老板居然是个女人。你会签数？不会。那你的意思就是你很能赌了？其实我不太会玩，我只是运气好而已。或者说你手下的那些人太笨。那要不我们俩玩一局如何？你今天一共赢了1000万，我们就赌1000万。你要是赢了，带钱走人；你要是输了，我要你1只手。你算什么东西？就凭你这些手下？就凭这些东西够不够？我赌你不敢开枪，除非你这家厂子不想要了。想跟我玩也可以，我输了给你1只手，我赢了，你陪我打1碗扑克牌。你要是不敢玩，就让这些人赶紧滚蛋，别在老子面前装叉。你要是敢玩，就别墨迹。对了，你先说说你叫什么吧。你可以叫我蒲桑隐。我们玩3把骰子，第1局你摇我猜，第2局我摇你猜，最后1局我们一起摇，比大小。余辉哪里会摇头？不过这没关系，因为他有外挂。来者是客，你先吧。万一你赢了不认账咋办？蒲桑隐一愣，因为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输。你放心好了，我这人说话算话。如果你能赢了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人，或者我们再加一下赌注，不仅我是你的，这家厂子也可以是你的。但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我也不要你的胳膊，将你的淀粉肠留下来，我要做成标本，挂在厂子大厅里供客人观赏。怎么，你怕了？我害怕是肯定的，因为我怕你的刀会崩。哼，真会吹牛。行了，那就这么决定了，你开始吧。146 11点大。余辉用透视眼看了一下自己的点数，竟然没错。这小牛听得还挺准。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再给你1次机会，让你猜1次。你竟然敢玩我！你这手枪在哪里搞来的？样式挺好看的，不错，正好趁手。现场所有人，包括蒲桑隐，全都愣住，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余辉是怎么做的。他们只看到蒲桑隐拿出手枪指着余辉，可是下一秒手枪就到了余辉的手上，就连蒲桑隐也只是感觉到自己手里突然一松而已。你们几个都收起来，我要是抢你们的东西，你们手里的玩意儿早就没了。看来我是小看你了，不过这赌局还没结束，你是不是？此时的头钟早已打开，因为3颗骰子点数变，原本是146 11点，现在变成了246 12点。蒲桑隐也只发愣了1秒钟，也就释然了。余辉是个高手，想要改变一下骰子的点数，确实不是啥问题。厉害，那么现在该我了。行。蒲小姐真厉害，3个骰子居然能摇出19点出来，佩服佩服。蒲桑隐眼睛一眯，他可以100%的肯定，眼前这个色鬼刚刚一直盯着自己胸口看，自己出千，按理说对方根本就发现不了才对。这种地方竟然会有这么厉害的高手！唉，你赢了，这个场子是你的了。我对场子没兴趣，不过我对你比较感兴趣。所谓愿赌服输，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你不会反悔吧？这位小姐，你就不吃醋？正好我有点吃不消，多一个人帮我分担一下也好。还有，你们能不能快点？我还想看一下实战直播呢。这男的变态，这女的也不是正常人。好，你跟我来。蒲桑隐也是干脆之人，直接拉着余辉进了休息室。余辉敢发誓，他真的只是想调戏一下这个蒲桑隐，结果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当真了。许久未见的坤巴竟然想套路我买下他不看好的原石料子，就不知里面竟然隐藏极品翡翠。余辉，爽完了就过来看看我们这把压什么？余辉，我都输光了。又赢了！我说你们厂子不行啊，一晚上功夫就被我赢了3000万。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正是好长时间没见的坤巴。坤巴喜欢赌，正好最近这段时间总是待在医院里，也确实憋得慌。这个坤巴赢了这么多，就没发现到他出钱。他确实有些本事，主要是他的身份不简单，所以我们也不敢怎么样。他差不多是1个月会过来一趟，每次过来赢个几千万就走。你拿一个头套来，我去会他。没一会功夫，余辉就戴上了头套，然后就来到坤巴这边。你是哪位？坤巴先生，不知道愿不愿意跟我来一局？哼，你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出来，有什么资格跟我玩？不是我不敢真面目示人，因为就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有这个本事让我摘掉面罩。如果坤巴先生能够赢我，哪怕只能够赢1局，我就将这个面罩给摘开。不知道坤巴先生敢不敢？当然，如果坤巴先生不敢玩的话，那也无所谓，柜台就在上面，请坤巴先生去兑换筹码离开吧。
我有什么不敢的？再说这些筹码，反正是我赢过来的，我们就一局定胜负。那坤巴先生想怎么玩？很简单，我们比点子，看谁的点子小谁就赢，如何？没一会功夫，2副新的头钟和骰子就送到2人面前。坤巴先生，请。哦，不愧是坤巴先生，果然厉害。就这一手赌术，堪比发哥啊！一时间，那些吃瓜群众开始拍起了马屁。坤巴最享受这种被众人恭维的场景。小子，该你了。余辉缓缓拿起头钟，开始没有规律的摇晃着，摇晃的动作跟一个初学孩子摇一样，完全没有任何欣赏价值。没想到今天运气这么好，居然碰到这样的逗逼来给我送钱了。坤巴先生，按照惯例，我不得不提醒一下，给你个机会，要不要加注？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别墨迹，赶紧开吧，要加注也是下一把。我今天就是打算来白嫖的。我操，我没眼花吧？这种技术不是只出现电视或者电影上的吗？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余辉头钟里的6颗骰子此时全部叠加在一起，就像一根香烟一样，点数只有1点。你出老千！坤巴先生，你也是赌场老手了，难道规矩你不懂？我怎么出千了？难不成我还能控制骰子自己一个一个叠加上去的不成？所谓捉贼捉赃，捉奸拿双。别说我没有出千，就算我出千，你有证据吗？各位，不知道你们可看到我出千？如果有的话，尽管指出来，这一局我就认输。坤巴也是被气不了，结果将赌场的规矩给忘了，于是哼了一声，一瘸一拐的拂袖而去。余辉，你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教教我？静静，一个点我是摇不出来了，不过我可以弄出来2个点，如果加上火凤，我可以弄出来4个点。2点、4点，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次日一早，余辉刚刚来到原石市场，就看到一瘸一拐的坤巴。坤巴先生，好久不见啊！这个扫把星怎么还没走？最近一直没啥收入，所以坤巴就想着去赌场赢一赌。结果半路杀出来的蒙面赌王，那么那里就不能再去了。现在唯一剩下的赚钱来路，自然就是翡翠原石。结果这才刚刚来到原石市场，就看到了这个晦气的家伙。于先生，你怎么还没有离开这里？也就这几天了。对了，坤巴先生，昨天晚上在赌场跟蒙面人对赌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我正好在不远处，当时人太多，我没有挤进去，看得不太清楚。你看错了，我这腿受了伤，今天才刚刚出院。昨天我在医院躺了1天，根本就没出去。我就说嘛，据说昨天晚上那一把玩的挺大的，得有好几千万。坤巴先生怎么会傻乎乎的跟人家玩那么大？坤巴脸上异常难看，被人当面骂大傻子，自己还不好还嘴。那个，我还有事，我去那边看看。逛了没一会，余辉看到了坤巴。怎么说呢？坤巴真的是挺厉害的，这家伙只赚了半个小时，居然就找到了一块极品翡翠原石，而且还是玻璃种。坤巴先生，你的眼光真毒！这块翡翠原石是我昨天就看上的，但是我资金不够，所以就没有购买。今天我特意带走了资金过来，没想到就被坤巴先生给捷足先登了，真是可惜啊！这个家伙基本上一出面就没好事，现在又嫌怂恿自己买，那就说明这块翡翠原石肯定是有问题的。坤巴眼珠子一转，决定试探一下这个家伙。于先生，既然你如此看好这一块石头，要不我让给你如何？余辉正打算拒绝，突然看到坤巴眼神中猥琐神色，怎么看怎么像一只老狐狸，于是计上心头。那感情好，我直接来付钱。爷，我的银行卡呢？余辉的样子很假，这让坤巴看出来了，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想要买的。看来猜对了，想跟我玩？哼，于先生，慢慢找，别着急。那个，我今天可能忘记带。没事，于先生，我帮你看着，你可以回去拿码。我敢保证这块原石绝对不会被任何人给买走。坤巴今天就跟余辉杠上了，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终于找出了银行卡，然后购买下了这一块翡翠原石。于先生，不如现在就切了吧，我很想看看这一块原石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余辉原本是打算解开的，因为这样可以恶心一下这个坤巴。但是当他看到了一旁的喜美萍时，他有了一个新的主意，想试探一下这个女人的魄力。习总，这一块翡翠原石有90%以上的可能会切出玻璃种翡翠来，预估价格为2个亿，我现在1个亿直接卖给你，你要不要？可以说余辉和坤巴之间的那些把戏他都看在眼里，可现在余辉居然要将这一块石头以1亿的价格卖给自己。余辉这是把自己当成三傻子。静静，你要不要？开玩笑，他是来赚钱的，可不是来赌运气的。我要，可我没这么多钱。如果说这里唯一对余辉最看好的人，肯定就是火凤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此时他都要站出来。好，就凭你这句话，今天这块翡翠的利润分你1半。一时间，所有人都围了上来，一个个睁大的眼睛看着坤巴、杨颖静、奚美萍。在这一刻，他们3个人的想法既然出奇的相似，那就是这块翡翠最好是切口。如果真的切涨了，别人会怎么看待他？不过杨颖静和奚美萍的想法要比坤巴善良一些，坤巴肯定希望余辉最好是亏的血流。
咦，这颜色难道是？我操，竟然是玻璃中翡翠，这品质差一点点就达到了帝王绿的标准啊！奚美萍此时心里五味杂陈，如果之前用1亿来买下来，最少得赚1.5个亿，甚至还会更多。可结果，当然后悔的不仅仅是坤巴和奚美萍，还有杨颖静。西总，2.5个亿不二价，要的话立马转账，不要的话我就卖给别人了。行，我要了。凤凤，卡号给我，我给你转一半。我要你钱干嘛？你人都是我的。不过你真的感动到我了，我决定了，今天晚上随便你来。咦，坤巴先生，你还在啊？不过今天真是感谢你了，居然将这么一块好料子让给我了。今天中午我请客，希望坤巴先生不要推辞。看着余辉这个小人得志的样子，他就想一巴掌抽过去。不了，我还要去医院换药，改天聊。好了，我们继续。杨颖静有些心情低落，她害怕她和余辉的关系已经产生了裂痕，就因为自己之前的摇头，所以杨颖静就选择了离开这里了。但其实余辉真的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他就是临时起意测试一下大家的魄力了。前往缅北的我，竟然遭到曾经的仇人报复，却因祸得福，意外觉醒了空间1米。龙爷真的要跟那个叫余辉的合作？狗爷，这是千真万确，火凤已经过去了10几天了，根据最新情报，也就是这2天时间，火凤就会带着那个余辉过来。这个余辉居然让我做不成男人，那我就让他做不成人。狗爷，你千万别冲动啊！这事情是龙爷亲自交代的，而且对这个人特别重视。一旦这件事情要是被龙爷知道啊，别说是我了，恐怕就是狗爷你也担当不起啊！侯三，你的命是我救的，对吧？侯三一听这话，连忙点头。龙爷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和我的仇人合作，这是不顾江湖道义。那么我凭什么要服他？你现在去黑龙寨帮我送一个消息过去，就说我野狗愿意跟他们合作。另外再召集一帮兄弟，天亮以后我们就动身。这次我一定要灭掉这个余辉。所谓的黑龙寨，就是龙爷最近正在对付的敌对势力，两边都在抢一条原始矿脉。很显然，野狗已经跟对方有了勾结。这是要背叛龙爷的节奏，这消息要传出去，就算是100条命都不够赔啊！狗爷，万万不可啊！黑龙寨不是龙爷的对手，被灭也只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没必要为了这件事情犯险。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够啊！黑龙寨的实力的确要差一点，但是你别忘了，一旦我带着人加入进去，那么这实力就差不多了。如果我顺手再将火凤给灭了，到时候你说谁强谁弱？侯三直接张大了嘴巴，他简直难以相信野狗的胆子居然这么大。行了，你赶紧去办，等这件事情成了，到时候给你一个大队长也不是什么问题。另一边，龙爷的大营，龙爷已经得知了野狗的行动。野狗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居然敢背叛我！我要将他碎尸万段！龙爷，野狗叛逃，带着100多人去偷袭火凤和那个余辉去了。我估计他们的人不会太多，如果我们不去接应的话，到时候恐怕……山亚，你现在立刻马上带着本部人马速速前去营救野狗，死不死不要紧，火凤和余辉绝对不能出事，听明白了吗？此时的余辉正身处一个立体空间里面。第一次意外是透视，第2次是诅咒，这一次竟然是空间异能。原来余辉遭受到野狗的袭击，一颗手雷朝着这边扔了过去，余辉条件反射了一爆，然后将其压在身下。醒来之后就感觉到自己身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发财了，这次真的发财了！这要是装翡翠原石得能装多少啊？余辉，你醒了，你别动，你后背有伤需要静养。张超和蛮牛怎么样了？放心吧，他们2个没事，都在隔壁房间养伤，估计等一下就要过来了。余辉，你当时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要不顾自己的性命来保护我？其实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你，因为我不想留下遗憾，不想在以后的生活中缺少了你。因为没有你，我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失去了色彩。我甚至知道这次过来很危险，但是为了你，我毅然决然的过来了。哪怕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会皱一下眉头，因为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情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2年半。余辉说的情真意切，火凤那是听的是泪眼婆娑，所以这一刻他沦陷了。老公，你对我真好，我火凤发誓，以后永远只对你一个人好。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来人50多岁，脸上有一道疤痕，正是刀疤龙爷，后面还跟着4大手下之一的山压。小子见过龙爷。余先生果然好胆识，好本领，而且还懂得怜香惜玉，英雄救美，佩服佩服啊！龙爷客气了，我跟火凤小姐是朋友，火凤这段时间对我也是挺有照顾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自然要护得火凤小姐周全。好，我就喜欢跟余先生这样的人交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另一位得意手下，他叫山压。余先生您好，以后还请多关照。原来是山压大哥，小子还要多谢山压大哥昨天的救命之恩。几个人客套了一番之后，这初次见面也算是结束。余先生，今天这时间也不早了，再加上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你就在这里安静的休息。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谈。火凤，待我好好照顾余先生。如果余先生有什么要求，你都要满足他。余辉，这是已经蘑菇炖鱼鞭。小凤凤，你觉得以我需要吃这玩意来补吗？如果我不是后背受了伤，我能够让你3天3夜下不了床，你信吗？
也别给我吹牛，之前我帮你把尿的时候还软趴趴的，你肯定是需要大补，别啰嗦，快给我全部喝下去。感觉如何？味道不太正，说不出来的一股怪味。活该，这东西就是这个味。哎呀，你居然有反应了！你这身体能行吗？我怎么就不行了？倒是你行不行啊？黑熊老大，我觉得现在是反攻刀疤龙的最好时机。刀疤龙的防御分布我是一清二楚，只要我们多带一些火箭弹，直接摧毁他的基地，基本上就可以把他拿下了。此时黑龙寨的首领黑熊也是挺郁闷的，50多人交给了野狗，总共111人出去，回来的只有17人。如果说干掉了火凤，那么也不算亏。可问题是火凤活得好好的，那个叫什么余辉的也不知道嘎了没有。野狗啊，这件事情不急，等明天我们开个会议讨论一下。毕竟刀疤龙的实力你也知道，确实要比我们这边强一些。如果防守我们还有足够的把握，但如果是进攻的话，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伤亡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研究一个万全之策。野狗此时心里一阵暗骂声。这个废物真他妈胆小，难怪起家比刀疤龙要早，如今混的还不如刀疤龙。黑熊收敛，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以我对刀疤龙的了解，最多只要3天时间，他就可以重新完成布防。一旦让他重新完成了布防，我带来的所有信息都将会变得一文不值，尤其是那个余辉，必须得除掉。所谓猪队友碰上了猪队友，不提余辉还好，一提到余辉，黑熊的第一个反应是野狗这家伙肯定是想借用自己的势力去报私仇。黑熊最终没有听取野狗的计划。于先生，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练了一夜的枪法，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进步？还行，基本上还挺满意的。于先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局势你也知道了。既然于先生愿意过来，就说明于先生是带着12分的诚意想跟我合作的，而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但是合作之前，我们还必须得将麻烦给拔除掉，所以于先生还得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不过于先生你放心，如果于先生喜欢美女，我们寨子里多的是，看上谁直接说一声就好了。如果于先生觉得无聊，可以去我们的后山那边，我们后山目前还有许多原石堆积在那边。如果于先生有兴趣，可以随便解着玩，解出来的翡翠就当是我送给于先生的见面礼了。通过这一次的死里逃生，他深深地认知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实力能决定一切。随着自己等级的提高，他需要吸收的灵气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他要来这个地方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龙爷，你说的这个我自然明白，我也非常感谢。不过这次的事情是因我而起，虽然说这家伙是听武少君的话来对付的我才将他那玩意给废掉。既然龙爷也是带着诚意想跟我合作，那么这件事情我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虽然我的势力很弱小，也就30来个人，但是我也想出一份力。我们只有将黑龙寨和野狗彻底消灭了，才能安心的合作。所以我想听一下龙爷的意思。于先生够意思，佩服。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急，这2天我们正在重新布防。野狗这个家伙忘恩负义，居然叛逃，那么我们这边的情况对方肯定会非常清楚。等我们这边重新布防好了之后，再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直捣黑龙寨。这第一次的谈话那是非常的顺利，最后就连2人之间的称呼都改了，龙爷变成了龙哥。龙哥，小弟会一些浅薄的整容手段，像你脸上这道伤疤，你只需要给我3天时间，我不敢说能让你恢复如初，但是恢复个7、8成还是没问题的。哦，此话当真？我最少有7成的把握，就算成功不了，但也绝对不会严重。不过我这个身体估计也还需要几天时间恢复，所以2、3天时间还是需要的。于兄弟，我相信你，2、3天时间我等得起。那个山鸭，等一下将我那82年的牛鞭送给于兄弟，正好给于兄弟补一补身体。黄英，余辉有没有说这堆翡翠原石解出来后大概值多少钱？余辉的意思是，如果将这些翡翠原石全部解开的话，少说也值40多个亿，也有可能还不止，因为他说的是最低。40个亿，最少可以1年不用购买翡翠原石了，甚至就连今年的公盘都不用参加了。对了，黄英，余辉在那边待了这么久，有没有在外面吃快餐？没有啊。他这几天算是想明白了，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那是方雅对自己千叮咛万嘱咐的。真的没有，你不会故意瞒着我吧？其实也没事，这男人嘛，在外面有些需要很正常的，偶尔吃一顿快餐我也是能理解的。上次余辉跟我说过有个叫什么杨颖静的，你对这女人了解吗？认识，但也不是太了解。这个人有点爱占便宜，反正我不太喜欢这个女人，余辉好像也不太喜欢。还有那个火凤，不知不觉间黄英就上当了，好家伙，没一会功夫就将余辉在那边认识的几个女人全部说了一遍。等黄英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沈思佳心里恨恨的想着，余辉在外面肯定沾花惹草了，尤其是这一次，居然跟着那个叫什么火凤的去了缅北，回来一定要给他好好上一下政治课才行。思佳，我打算过几天出一趟远门。出远门？你要去哪里？暂时我还没有确定，不过我想去京城那边看看，然后可能再去国外走走。当余辉来到所谓的后山时，看到眼前的一幕，嘴角直抽搐。这里的翡翠原石还真不少，而且品相都是非常好的，有的上面还有许多鸟屎，甚至还有不少藤蔓爬在上面。这堆放的也太随意了吧！
真是暴殄天物，这要是在华夏那边，绝对是被人当成宝贝疙瘩一样收藏着，就算是需要堆放，也绝对是堆放在仓库里。于是连忙将自己看中的几块原石给收拾，然后吸收剩下原石里面的灵气。他感觉就要突破，开始冲击第5重境界。此时的余辉正输送着灵气给龙爷整容。龙哥，现在感觉怎么样？余兄弟，除了有些痒，还有一些疼之外，其他的好像没什么感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虽然我不敢肯定恢复到什么样子，但是肯定要比之前强很多。3天之内尽量不要流汗，也不要洗脸，3天之后差不多就可以了。先生，陈虎他们来了。龙哥，我的手下来了，我进去安顿一下。山亚，你送一些好酒好菜过去。我这2天不太方便出去走动，但是余兄弟的人马一定要照顾周到。跟了龙爷17、18年的山鸭一下子就听出来这句话里有2个意思。首先，这招待是肯定的；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监视。于先生，我们这个地方有人监视。这个不用担心，换成是你，你也会这么做。如果没有派人过来监视，那反而是有问题的。他们监视说明对我们不放心，这样一来我们的把握就更大了。对了，武器都安排好了吗？此时的陈虎已经按照余辉的命令去购买了一批武器回来，这些武器都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先进的那一种。再然后就是毛雷，还有2挺重机枪。有没有测试过威力如何？除了迫击炮，其他的我们都进行了测试，总的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好了，我们先回去吧，然后商量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龙爷就会攻打黑龙寨，到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协助，记住是协助。余辉特意将协助这2个字重复了一遍，他相信这些人会明白的。这第2部分，那就是尽可能的抢占物资，别的我们可以不要，这武器弹药能抢多少就是多少。至于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占领黑龙寨。余辉，这恐怕不行，龙爷肯定不会同意的。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而且我也不需要占领，只是借用。你总不可能让我的人整天待在龙爷的地盘吧？就算我愿意，龙爷他放心吗？那么我们以租用的方式让龙爷给我们一个栖身之所。如果龙爷不放心的话，我们只需要一半场地也可以。总之我这些人需要有一个落脚之地。火凤不再说话了，因为余辉说的的确有些道理。他们少说也有几十个人，那么几十个人总归要有个落脚的地盘。好了，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会有人送过来酒肉，你们不用客气，只管放开了吃就行。不过你们要记住，在我的部队里不是不准饮酒，但是要有一个度。对了，我听说龙爷有4个得力手下，可是我怎么只看到有3个？以前我也这么听说过，也曾经问过龙爷，但是龙爷并没有告诉我，所以这第4个人其实我也不知道。不仅是我不知道，包括野狗山鸭他们2个也不知道。可能这就是龙爷的一张秘密王牌，谁都不知道这一个人是谁，也有可能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只是龙爷虚构的。也就是说，龙爷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也就是所谓的杀手锏。火凤，我听说龙爷也姓武，对不对？龙爷的确是姓武的，但是名字没有人知道。至于他和武少君肯定是有一些关系的，不然没有那么巧2个都姓武。我曾经无意中听龙爷提起过，他欠京城某人一个人情，这个人是不是武少君的父亲，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肯定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关系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密切。小凤凤，那你是愿意继续跟着龙爷，还是愿意来到我这边？余辉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火凤认真的思考了一会，他缓缓开口。我听你的，你要让我离开我就立即离开。不过在这之前我倒是有一些我的个人想法，如果我继续保持现在这个身份，起码在最大的程度上可以帮助到你，就比如信息互通有无方面，我就可以第一时间将重要的情报告诉你。另外我可以作为中间人的身份传达一些2边的想法和合作意向。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龙爷他老了，而且没有后代，这就导致了另外一种情况，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是说龙爷没有儿女？这点基本上是肯定的，我跟了龙爷10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家人孩子，甚至连女人都没有。如果是有的话，不可能我10几年都没有一丝察觉，而且我怀疑这个龙爷是个阴阳人。你确定？这个我不太确定，不过确实有很多疑点。首先，龙爷从来不要下人服侍他洗澡，然后就是不好色，再好看的女人他都不感兴趣。此话一出，余辉就开始回想今天上午给龙爷医治脸上伤疤的时候，发现胡子竟然是假的。想到这里，余辉打算确认一下，别人没办法确认，但是他可以，因为他有透视。余辉，我听说我离开这几天，山药给你送了2个小萝莉，你竟然给拒绝了，这是为什么？这还能为什么？为了你呗，主要是我看你这几天在外面肯定很辛苦，所以我一直给你留着，等你回来让你一次性吃个饱。余辉，我知道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洞，不如我们……余辉不等火凤说完，就拉起他往山洞走。龙爷，他们那边现在正在烧烤，就是我送去的那些野味，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喝着酒，纪律有点散漫。听着山鸭带回来的消息，龙爷就放心了。像现在这样就很好，他们一共也才30多个人，那么掌控起来就不会有问题。山鸭呀，
那你说他们这些人该如何安排？一直待在我们军营也不是个事，这时间久了既不方便，还存在一个安全隐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龙爷，我们马上不是要攻打黑龙寨吗？那么我们不如作为一个人情，将黑龙寨送给余辉他们。他们只有30多个人，而且人生地不熟的，无论怎么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另外，余辉他是要离开的，这些人只不过是为了跟我们合作才会留在这边的，所以他们壮大不了，那不如让他们住在黑龙寨那边。这样一来，也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屏障，省得其他人惦记着黑龙寨。山鸭说的和余辉的想法如出一辙。如果余辉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感谢山鸭的8辈祖宗，简直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山鸭，那你说这件事情，我如何跟余辉去说？如果我直接说出来，他会不会认为我想赶他走的意思？龙爷，这件事不如交给火凤来处理。火凤跟这个余辉的关系相当不错，如果让他来负责这件事情的话。山鸭说到这里不说了，其实他这句话里面存在着挑拨离间的意思，就是挑拨火凤和龙爷之间的关系。龙爷是何许人也，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山鸭的意思？山鸭，你派人将火凤给叫过来，就说我有事情跟他说。巴龙，你不要欺人太甚，你现在带着人撤回去，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我今天让你有来无回。黑熊，你就是一个卑鄙小人，暗中害死了黑龙，想取而代之。今天我就要为黑龙兄弟报仇。龙爷一开口就是污蔑，给黑熊头上扣屎盆子。有时候真相并不重要，打仗讲的是名正言顺，要有个借口，不然传出去不好听。刀疤龙，你别血口喷人，我大哥黑龙明明就是你派人暗杀的，现在还想来图谋我们黑龙寨，你休想挑拨离间。弟兄们准备，只要是拿下这个刀疤龙，我让他做大队长，再赏他10个美女。龙爷也知道磨嘴皮子只是浪费时间，所以手一挥，开始进攻。战斗很快打响，双方不停地开着炮。第一轮的战斗炮对攻，很明显龙爷这边的实力，毕竟余辉这边还有10门坦克。一时间黑龙寨被压抑，不时的传来惨叫声，战斗是非常激烈，双方互有死伤，唯一区别的就是多少。老公，你好了没有呀？进攻快结束了。正在发动总攻。余辉此时并没有开枪，因为不到开枪的时候，如果他现在开枪，别人很容易就会发现，所以他在等双方的炮弹全部补充，然后开始狙击。时间又过去了大概1个半小时，炮声终于停止。龙爷大手一挥，山鸭带着人缓缓推进，顿时枪声大作，双方展开了互打，两方的人不停的有人中弹，战斗非常惨烈。12点钟方向发现敌人。弟兄们，别给我顶住，我们正在指挥战斗的黑熊声音戛然而止，眉心处出现了一个品，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大哥凉了，弟兄们快跑啊！黑熊一卡，剩下不到200人的队伍再次开始乱，开始四散逃跑。于飞，你不得好！火凤，你这个人！于兄弟，这次多亏了你呀，不然我们想打下黑龙寨可没这么容易。龙哥，我可没出什么力，我就是炸掉了他们的军火库，可惜那么多武器弹药都被我给毁了。余辉当然不会告诉龙爷，他早已偷偷把黑龙寨的粮仓和军火库里的武器和粮食全部收入空间。不就是一点军火吗？这玩意儿哪有弟兄们重要？只要我们灭掉黑龙寨，这以后赚钱的还不是和在地上捡金子差不多？野狗，你可有什么话说？龙爷，要杀要剐，您给个干脆。我野狗从不后悔自己做的事情，我只希望龙爷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给我个痛快，然后挖个坑给我埋了。有没有墓碑啥的不重要。拉到后山挖个坑给我埋了吧。龙爷，黑熊被我一枪爆头，黑狼在追击战中也被兄弟们所斩杀，整个寨子逃跑的人数大概70-80个。火凤想说什么，却被余辉给制止了。余辉还正在想着如何不赢，毕竟他今天干的事情已经不少，将对方的军火库给炸了，又将野狗给带了回来。如果再让这个龙爷知道黑熊和黑狼都是他的，那么接下来自己这些人就危险了。果然，龙爷眉头一皱，不过随即换上了一副很满意的表情，顿时将山鸭一顿夸奖。山鸭这下子就更加嘚瑟。余辉，你不告诉龙爷那个黑熊和黑狼是你嘎的，是不想太出风头对吧？这只是一方面，如果我说是我嘎的，山鸭会不会很没面子？而且黑熊脑袋里的那一颗子弹是我的狙击枪子弹，这点是很容易辨认的，包括黑狼的也是。那么我说出来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将山鸭给得罪了没有一点好处，这叫得不偿失，反而将自己给暴露出来。另外一点我不说出来，山鸭还要欠我这份人情。你的意思是山鸭知道人是你嘎的？山鸭只能说不算聪明，但不能说他傻。如果说是傻子，他在这种地方也活不到这么多年，所以我有80%的猜测他是知道的。山鸭兄弟，你这是？于兄弟，今天的战斗兄弟们都是辛苦了，我这给兄弟们送一点酒肉过来。另外我还要的感谢一下于兄弟。居然真的被这个家伙给猜对了，你们几个跟我来吧。火凤很聪明，连忙带着这几个抬着食物的人离开。
他将这个空间留给了山鸭和余辉。于兄弟，今天对不住了，我将干掉黑熊的功劳算在了我的头上，多谢于兄弟没有拆穿我。余辉故作震惊，山鸭兄弟，你搞错了吧？我明明亲眼看见你一枪直接命中了黑熊的脑袋，现在为何要这么说？就我这个枪法，怎么可能嘎得了黑熊？当时我躲在一棵大树上瑟瑟发抖，更别说开枪了。既然余辉都这么说，山鸭自然要有所表示才行。于兄弟说的是，不过我还得感谢你。对呀，于兄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如果有需要的话，尽管跟我说，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满足于兄弟。余辉等的就是山鸭这句话。山鸭兄弟，虽然这一次我们拿下了黑龙寨，但是你也看到了，我的兄弟有不少人受伤了。这子弹，还有这迫击炮的炮弹，我这边几乎都打光了。另外那一群人我也看过了，这以后我们要驻扎在黑龙寨，总归需要一些人手来帮忙打扫卫生、做饭啥的。你看能不能在龙爷面前帮我说说好话，给我留一部分人下来，我也不多要，500人就行。这都是小事，弹药啥的那就包在我身上好了。至于留下来500人，这个也没问题。等下我跟龙爷说一声，你直接去挑选就行。时间缓缓过去2天，龙爷拿过镜子一看，脸上顿时浮现了满意的笑容。这个笑容被余辉捕捉到了，就刚刚那一笑，就像某一个女人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美丽一样。于兄弟真是神了，就你这个本事，要是去开一家整形美容医院，那生意绝对是爆火的很。龙哥，开医院才能赚几个钱，哪有原石生意赚钱？对了，于兄弟，你为什么不先在瑞城那边开一个店呢？龙哥，你咋不早说呀？哈哈，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呀。你先将这些原石拉过去撑一下，应该是足够了。到时候先将瑞城那边先做起来，然后作为跳板再去金陵城那边发展。所谓好戏不怕晚，你完全来得及。龙哥，我决定了，我要尽快回去。另外，我要将火凤给带走，火凤负责这件事情再合适不过。对了，龙哥，你和京城的5家是？我以为你一直不想问呢，没想到你小子终于还是憋不住了。放心吧，我的确出自武家，不过和武少君的父亲武则坤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武则坤的爷爷和我的爷爷是兄弟，这里面多少是有点关系的。不过这关系已经很淡了。我之所以要帮助武则坤，那是因为我欠他一个人情。这话还要从20多年前说起，因为某些原因我被家族排斥，也就是混不下去了。是武则坤给了我一笔钱，也就是因为这一笔钱，我只身来到了瑞城，然后开始做生意，慢慢的壮大起来，也才有了如今的实力。其实我也知道武则坤并不是真的想帮我，他也就是想让我离开京城罢了。虽然我不太讨家族喜欢，但毕竟姓武，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情还是要还的，所以我之前那么做也算是还他一个人情。至于以后的事情，那就不关我的事了。龙哥，有些事情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具体啥事我不好明说，你心里有数就行。余辉说的是指的是山鸭。首先刀疤龙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么自己提醒一句，就相当于将自己的立场摆在了刀疤龙这一边。第二个原因，余辉巴不得刀疤龙和山鸭2个互相猜忌，因为只有他们内部产生矛盾，有了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他的山寨才可以稳定。你放心，这件事我自有分寸。龙哥，之前说好的事情就这么定了，我打算3天后离开这里，到时候可能我就不过来打招呼了。等我那边搞好了之后，我再通知你发货，货款你放心，我们一次一次结清，绝对不会存在拖欠的情况。当然，如果我那边真的有资金周转不灵的话，我也会提前跟龙哥这里打个招呼，这一点请龙哥放心。次日一早，余辉带着火凤离开了这里，向着祖国的怀抱而归。老公，你终于回来了，走，我们去休息室，我有生意跟你谈。另一边，沈思瑶和母亲甄玉娇逛完了街，就来到了沈氏珠宝。就在这时，办公室里隔着门，隐隐传来了奇怪的声音。沈思瑶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感觉到奇怪，就想过去开门看看，结果被甄玉娇制止了。妈，你这是干嘛？我姐在里面惨叫，可能身体不舒服，我们应该去看看。瑶瑶，别乱说，你姐夫可能回来了。在哪？我姐夫在哪？哎，沈思瑶自然不是傻子，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难怪刚刚觉得那种声音怎么那么熟悉，貌似之前在别墅里。妈，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姐夫，你回来啦！余辉自然一眼就看出来和沈思瑶站在一起的中年女人应该就是自己的丈母娘了。妈，不错，真不错，我们思家真是有眼光。妈，你们来多久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回来有半个多小时了，刚刚去外面转了一圈，刚刚来到这里。那我们去吃午饭吧，正好大家都饿了。咦，姐，你这腿怎么啦？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你问那么多干嘛？刚刚不小心被东西戳了一下，不行啊。小小姐，我听了你的话，几乎早中晚我都有喝豆浆和牛奶，而且木瓜我也吃了不少，可为啥我这个还是这么一点点呀？小蝶，我觉得你那个就挺好。其实我这烦恼是挺多的，有时候东西就在脚底下，我都看不到，不敢跑步，这一跑步说不定就会飞出来，也不敢坐公交，一坐公交就会有人过来占便宜。我打算等我有钱了，得去一趟泡菜国整形抽脂。余辉刚刚踏入店门口，就听到了这么一句话，心里顿时一惊。
整你妹！小小，我跟你说，你别去瞎折腾，天然的东西是最好的。你要是瞎整，到时候你指定后悔。表弟，哥，你回来啦！小小，我刚刚听说你要整容，要不我来帮你整？表弟，我妹妹不需要整的，挺好看的。这是你们2个的礼物，拿着吧。余辉给2人1人1份礼物，其实就是玉器，毕竟别的不多，就是这玩意多。谢谢表弟，谢谢哥。表弟，你看看，东西都被卖完了，就剩下几个架子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到时候货架都给人搬了。还有那些充了会员卡的人，有些人都不高兴了，有的甚至要求退会员费。我答应了他们1个礼拜后，绝对有货能补上。另外，我还答应了他们下次过来购买第1件盆栽，我们多让他们1折。行，这个到时候再说。随后，余辉来到了后面，他最关心的就是那一株鬼兰。不过很显然，这鬼兰被包小小照顾得非常好。表弟，你这光看又吃不到，又有什么用？小小，这你就不懂了。有些美它只能够欣赏，你不可以去亵渎。我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只关注于一些美好的事物。能被我看上超过1分钟的东西，那绝对不简单。通常这种东西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最好是能把玩一下，深入研究一下。包小小听出来了，余辉这是在开车，但是他没有证据。小小，要不和上次一样，你给我那个一下，我保证就一下。你看我都给你带礼物了，你不应该回包我一下吗？包小小有些为难了，主要是他有些不好意思，这么直接没有那种偷偷摸摸的刺激。那先说好，就那个一下，你可不准过分。那来吧。小小，能帮我一个忙吗？心雨姐，有什么事吗？这位是心雨姐，这就是我们老板余辉。表弟，这位是。一番介绍后，余辉也算是明白了。他记得方雅之前跟他说过，说自己隔壁的店面租给了一位美女，开什么宠物店啥的。心雨姐，你说找我干嘛？我想清理一下仓库，不过我搬不动，我想找你帮忙抬一下。郭新宇说完，还偷偷瞥了一下余辉，很明显他找到了比包小小更适合的人了。那我去吧。于先生，我听小小说你去了外地，是今天刚回来吗？是的，我今天上午才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我店里的东西都卖空了，不回来不行。余辉刚说完，突然一只杰瑞窜了出来，而此时的郭新宇正好端着一杯水，一看到杰瑞，条件反射的大叫一声，然后手里的茶杯一抖，这一抖不要紧，差不多有半杯的水就倒在了自己身上，而且正好是胸口位置。这个水是从饮水机里倒的，此时的温度最少也有80多度，直接倒在胸口那是非常烫的。怎么样了？要不要紧？此时的郭新宇脖子以下一直到胸口那里都是火辣辣，而且还泛出红色。于先生，我得去医院一趟了，不然等一下会起泡的。不用这么麻烦的，正好我也是医生，我帮你治疗一下就好。你这里有医药箱吗？那于先生，请跟我来。于是余辉就跟着郭新宇来到了他的休息室。郭新宇很是不好意思，不过还是一咬牙，主动的褪去了上衣，然后一边涂抹药膏一边开始按摩，顺便将灵气注入进郭新宇的体内。郭新宇一开始感觉到余辉的咸猪手在摸自己，心中是很生气的，正想反抗，就感到一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你别误会，我不是要占你便宜，我会一些气功，我这样可以让你的疼痛缓解，然后再配上药物治疗，基本上像你这个烫伤睡一觉就好了。我相信你，你弄吧。整个治疗时间也就差不多20分钟，因为主要是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对方就要怀疑了。好了，你感觉一下。咦，真的一点烫伤的痕迹都没有了。我先出去了。于先生，这次多谢你啊，不仅帮我干活，还把杰瑞给抓住了。如果不是你，我这个烫伤以后可能会留下疤痕。大家都是邻居，这些都是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你放心，刚刚的事情我是不会说出去的。多谢于先生了，要不我晚上请你吃饭吧？吃饭就不必了，而且我今天刚回来，我丈母娘还在这边，晚上我得招待她。对了，你这个店里怎么不请一个员工啊？此话一出，郭新宇脸上就是一阵黯然。余辉知道自己肯定问错话，也就不再说话。小小，隔壁那个郭新宇你了解多少？郭新宇差不多是上个月最后几天搬过来，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她老公好像是出车祸死了，因为有了一笔赔偿，加上之前也是在给别人照看宠物店的，所以拿到了这笔赔偿之后，又将家里的房子给卖了，然后才开了这一家店。不过很显然生意不是很好，估计也就能够勉强维持，至于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余辉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询问，他也想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店连个员工都没有。小小，你别跳了，我承认你的很大，行了吧？你再跳的话都要蹦出来了。我乐意，我高兴。说说吧，今天遇到什么好事了？每天看你回来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要不就抱怨店里的盆栽没了，要么就抱怨表弟还不回来。今天咋这么高兴？你是说表弟回来了？那他怎么没到我这边来？可能因为我那边比较急吧，你也知道我那边盆栽都卖空了，他今天一下午都在搞盆栽，估计明天上午还要去搞，至于到这边估计还得往后缓一缓。小小你这个手镯，
表弟送我的，这可是极品天空蓝，这个可值钱了。苏小柔和蒲美琪二人对视一眼，眼神里也有着羡慕之色。放心吧，表弟竟然送给我了，那肯定也少不了你们两个的。你们两个就安心的洗白白的等着表弟就行，只要你们两个将表弟给伺候好了，那好处肯定是大大的哟。小小，难道你今天被表弟给那个了？难怪你这么高兴回来一蹦一蹦的，是不是在练习深蹲这个姿势啊？我跟你说，安全措施要做好哦，要是不小心出暴击了，到时候你也只能成为二奶了。哼，不理你们了，我明天就勾引表弟去，然后让表弟把你们两个都开除。吃过晚饭，洗完澡，于辉和沈思佳来了一场友谊 PK 赛，然后沈思佳就说到了黄英。你说黄英离开了金陵市，那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去哪里我真不知道，很可能只有黄英父母知道。这次你们去瑞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于辉将瑞城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当然他只说能说的。沈思佳其实早就看出来了，黄英对于辉有那方面的意思，然后这次出差可能这种意思也加深了。为了逃避，黄英只能选择以这种方式。老公，你弄回来的那一批翡翠原石我已经解开了一部分，目前已经套现4个亿了，还有一块做上标记的是不是帝王绿？没错，他现在的空间里可不止一块帝王绿的翡翠，要知道他将刀疤龙和黑龙寨的原石全部翻了个遍，这帝王绿怎么说也能搞个几块。老公，那我们明天去将那块石头解开如何？虽然最近我解开了不少高档的翡翠，但是帝王绿还是很稀缺的，你看。明天不行，你也知道我盆栽店那边的东西都卖空了，后天应该是没问题的，正好我也该去古玩店那边看看了。老公，我感觉你现在比以前厉害多了，有时候我都差点坚持不下来。你跟我说你在外面是不是偷吃快餐了？还有你这技术是跟谁学的？居然还会那个？思佳，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像你说的在外面乱搞的话，就让我变成太监。不准你胡说，那东西属于我的，你没有这个权利对他诅咒发誓。你不承认我也知道，你们男人就这点出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说没有？那你说那个火凤是怎么回事？其实吧，那是误会，我真的跟他。你别解释了，就我还不了解你。不过我先跟你说好，快餐偶尔吃一下，改善一下口味可以。我又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男人和女人在那方面确实不同，这我确实能够理解。毕竟这在外面一待这么长时间，是个男人他都受不了。不过我话要说清楚，快餐吃多了没营养，真正养胃的还是正餐，而且要按时的吃，更不准将快餐给带到家里来。你在外面偶尔吃一些快餐我不干涉，但是你不可以在家门口乱搞，明白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思佳，你真好，为了报答你，这次就由我来帮你。当于辉来到了他的古玩店，3个女人眼睛就跟饿狼盯着绵羊一样，甚至都开始流口水了。你们想干嘛？我可是正经的良家少男，你们可不能打我主意。表弟呀，你累不累呀？我帮你按摩一下。表弟，你这腿3不3，我帮你捏捏腿。师叔，这是上好的大红袍，是我在爷爷那里拿过来的。于辉哪里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所谓无事献殷勤，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了3块玉器。小雅，你回去跟你爷爷说一声，我明天过去看望他。师叔，黄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可能是出去散心，也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这件事情不用太在意。那这工资和社保要不要给他继续交？小雅呀，黄英这1个月才多少工资，加上社保才需要多少钱，以后就一直给他交下去就行。于先生，你来了。郭老板，我听小小说，你那店里生意不是太好，是不是这样？可能这边宠物店太多了，我现在基本上只能保证一个收支平衡，但是想赚钱的确很难。郭老板，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你这边现在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许我能够帮得上忙也说不定。他过来就是想在于辉这里取经的，毕竟于辉一个花店能够将他的盆栽价格定得那么高，而且还全部销售一空。如果说这没有窍门，郭星宇是打死都不会相信的。是这样子的，我这边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这属于新店，基本上没有老客户，只能靠自己慢慢经营。另外一个就是我这边的品种比较单一普通，我卖的宠物跟其他店里的宠物几乎都重叠了，那么就很难从其他人手中将生意给抢过来。基本上现在就是面临着这样的2个问题。郭老板，我倒是有个提议，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什么提议？我出钱投资你的店，我只需要53%的股份。至于这53%的股份需要多少钱，你说一个数，然后将你的店和我的盆栽店并在一起。这个店还是你来经营，你和包小小共同管理，你们2个可以互相协助帮忙。至于你说的品种过于普通，你想要什么样的宠物，我去找人想办法帮你弄过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不想要我的投资，还坚持你的想法，想一个人做起来的话，这个我自然也不能勉强。你觉得怎么样？郭星宇陷入了沉思当中，真要是被于辉给收购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以后对这家店就没有掌控权了。以后这个店怎么发展就是于辉说了算，这一点郭星宇是不太能够接受的。于先生，谢谢你的好意。说句实话，我不太舍得将我辛辛苦苦开的店转让出去，毕竟为了开这家店，我付出了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的心情。总之，这个店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这个孩子有出息也好，没有出息也罢，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分享。
这就是个人的思维问题了。其实于辉如果要接手这家店，想让这家店火起来，真的很简单，主要就是觉得这个死了丈夫的女人不太容易，想出手帮一下而已。不过他也能理解对方的想法。那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介绍一些生意。于辉，你不地道啊，回来了居然不告诉我。我就是故意不告诉你的，你知道我回来就忙死了，要是让你知道我那些事情就没办法做了。我就喜欢你这性格，有什么说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含蓄一点。师傅，最近身体可好啊？我也就这样了，能吃能睡没啥问题，可就那些医生总是不让我干这干那的。你这次离开有1个多月了吧？跟我说说都干什么去了？于辉一边开始说的这次的经历，当然这里面有一多半是假的。第一是因为没必要说，第二是因为不能说。不错啊，不过你古玩方面的知识也不能撂下，今日我再来考考你。貌似他已经好久没碰古玩了，本来他热爱古玩就是假的，就是想捡漏赚钱，现在有了更好的赚钱方向，对于这个古玩自然就是不怎么看重。于辉，你来看看这个。爱放屁的武少君在泡菜国整容回来又想搞事，我反手一个诅咒让他自由飞行。年哥，黄英这是真不怪我，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我就算是对任何人有想法，也不会对黄英有想法的。再说就凭我们这关系，你认为有可能吗？于辉呀，我自然是相信你的。其实吧，黄英这丫头的心思我懂，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突然间有一天好像就转变了。其实我知道她对你有意思，这原本是一件好事，我也是乐于促成。但是说到这里，黄光年也不好意思说了。于辉，我的意思是，黄英以前对你虽然也有好感，但那绝对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这次从瑞城回来之后，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你不会是跟他那个了吧？他最多就是开启透视瞅一眼，其他的可什么都没做，这个黑锅他可不背。年哥，我敢对天发誓，我没有对他做任何事情，甚至很多时候我还特意的回避。黄光年这下子糊涂了，他还以为黄英和于辉2人在瑞城因为空虚寂寞冷啥的，一不小心擦枪走火，然后由于沈思佳的原因，2人又没办法在一起，所以黄英才会选择出去散散心啥的。那你分析一下，事情总会有一个起因的。要说起因，可能就是因为武少君派人绑架那一次。武泽坤，武少君，老子跟你没完。年哥，这件事情9成9是武少君干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据。不过我已经帮黄英报仇了，武少君的脸也被我搞破相。再说这里是华夏，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一些，有什么事以后我会处理的。按你这么说，我看也是8、9不离十。黄英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你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都讲究英雄救美，这美女爱英雄，我看黄英就是这样。于辉一阵苦笑，他从来就没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你要说他是色狼，他还承认。武大少，好久不见啊！于先生，你来了。我听说你去国外搞什么毕业啥东西的，这都快2个月了吧？你这假请的够长啊，感觉跟我时间差不多。幸亏你是男的，你要是女的，别人还以为我们2个一起私奔去瑞城了呢。对了，上次我在瑞城还真看到一个和武大少长得很像的一个人，差点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后来一想不对，武大少去了国外，而且也不会把瑞城最大的医院变成化粪池。于先生说笑了，那种事怎么可能是我干的？于辉，还有这事，你快跟我说说是谁这么恶心？于是乎，于辉开始说起那天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胡乱说着，反正事情的本质都一样，区别在于扩大宣传。于辉，这一点我不得不批评你一下，以后一定要看清楚，这误会了可不好。人家武助理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这话题到此为止，千万别在公司里传开。还有文静，你也不能乱说，否则……李文静连忙点头，她听出来了，沈思佳这是要自己干坏事。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具体等明天开会再说。武少君说完就离开了。于辉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明天要开会。还别说，这国外的整形技术还行，武少君脸上的疤痕真的不太明显了。不过就这点伤，换成我来治疗的话，保证可以做到100%还原。于辉，你不吹牛必会死啊！有本事你吹我的，顺带帮我把那里也还原了，我让你天天体验一下第一次的感觉，如何？思佳，你这话就不对了，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拿汽车来比，虽然功能都一样，但是体验不一样。就算你喷上光彩夺目的漆，也改变不了它主人开过它的事实。只要是自己的车，就算掉了漆也是喜欢的。如果你刻意的去修补，反而就不完美了。沈思佳一下子反应了过来，这家伙竟然把自己比喻成汽车。于辉，你信不信我这辆车不让你开了？就算闲置报废也不给你开，我让他熄火，你信不信？对了，思佳，这武少君又打算玩什么幺蛾子啊？别提了，我也没想到他会来。还提出什么线上带货销售渠道，说他要负责这件事情，而且这方案已经得到了总部大多数股东的支持。明天还说开会讨论这个事情，要成立一个直播精英小组，随他折腾吧。成功了利益是大家的，失败了他一个人顶包与我无关。各位，这个计划我构思了整整半个月，可以说已经相当的成熟了，而且投资并不大，无非就是设立一个临时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将由我和沈总共同牵头。另外，我们要找一位专业的解释师傅。沈思佳皱了皱眉头，因为之前武少君说的是自己负责，现在却在会议上直接宣布了自己会参与，也就是说这是武少君在用这种方法
绑架沈思佳。如果沈思佳同意，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创造相处的机会。武助理，最近我这边工作比较忙，考虑再三这件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因为国庆将至，我这边有太多的事情。沈思佳找了一个借口拒绝。然而武少军早有准备。沈总，这件事情具体的不用你做什么，你只需要牵个头就行，有空偶尔过来关注一下。沈总不会不看好这个项目吧？就在众人开始讨论的时候，放屁君突然丢出了3颗核弹，而且这3个核弹最少有30万吨当量的那种，甚至可以明显看出丝丝黑气漂浮在空气当中。沈思佳和李文静连忙戴上口罩，这还多亏了今天早上于辉提醒，不然他都忘记了。其实忘记的可不止沈思佳，几乎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忘记，毕竟武少军已经有1个半月之久没有出现过，所以他们几个都没有准备口罩。武少军此时那叫一个尴尬，他已经好久没有放屁，所以他将这件事情也给忘了，或者说他以为自己不会再放屁。沈总，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能不能？现在是重要的会议时间，任何事情都可以缓一缓。刚刚武助理提出让我牵头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既然是武助理提出来的，就应该武助理亲自执行才对。不过武助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现在有些为难，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这件事情沈思佳牵头是有好处的，所以有几个人还是站在武少军这一边的。沈总，武助理的方案挺好的呀，这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是啊。武少军再次丢出3个毒气弹，而且这次隐隐的还带出了一股屎臭味。这样啊，我考虑一下。特么的，再考虑一下我就要归西了。好吧，这次不仅仅是毒气弹，还有黄色化工原料被喷了出来。我觉得沈总说的对，沈总这边事情确实多，的确不适合再参与到这么一个项目中来，所以我不赞成武助理的这个提议。对，我也不赞成。我也是。沈思佳还算是比较顾场，瞥了一眼武少军屁股后面，黄黄的一片，很是恶心。那好吧，武助理你也听到了，既然大家一致认为我不适合参与，那我就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散会吧。沈总，这样不行啊，这放屁君在公司，我们公司有无名日啊。谢经理，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他放屁太臭就赶他走吧？他父亲毕竟是公司的第2股东，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就算是我也没办法。沈总，以前放几个屁我们也能够忍着，可是现在总是放屁带窜稀，这实在是顶不住啊。这一次除了武少军之外，所有的部门经理全来，一个不少。他们这些人过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将武少军给赶走。沈思佳心里直乐，看来今天他的计划算是成功了。现在所有人都巴不得放屁君赶紧离开。各位，其实我也是很头疼的，不过这并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我们大家……沈思佳开始暗示众人，大致意思就是写一份报告让所有部门经理签署，然后自己这边再向总部申请把武少军调回去。众人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纷纷点头同意。接下来就是开始执行计划。武少军此时心情那是非常愉悦的，因为他父亲武则坤要过来给他撑腰了。因为现在事情发展已经脱离了轨道，所以武少军只能用这种方法。于是心情愉悦的他开始在公司闲逛。就在这时，他看到公告栏上面一条信息，这是一条处罚公告，而主角正是于辉。内容如下：于辉作为总经理的司机，经常迟到旷工，对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多次劝说无效后，现决定辞退该员工。另一位旷工次数太多，将给予处罚，本月工资扣完为上限。特么的，于辉这小子，这1个月总共才上了2天班，2天时间加在一起，估计还不到2个小时，还扣工资，扣个坤吧。这还没完，武少军居然又看到了一份公告，这一份公告居然是他自己的，内容如下：武少军作为公司管理层，无故缺勤长达1个半月，期间没有任何请假手续，给公司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考虑到武少军是总部安排过来的，现决定暂时停掉一切职务，因职位特殊，所以决定最终等总部商谈后出具处罚结果。武少军脸黑如墨，而且看公告的人可不少，甚至有人还在边上指着点点小声议论着。武少军此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沈总，这位武先生要见你。沈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沈总，武先生说的是停职这件事情。武助理，公司文明规定，无缘无故旷工3天就得开除，如果有特殊原因，也要事后提供所有相关报告和证明。你这请假1个礼拜，然后直接旷工1个多月，期间没有打任何一个电话，事后也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资料，所以我是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来办的。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不满的话，完全可以向上级反映，你可以自己上诉，反正我这边是公事公办，一切都是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来。武少军被对得哑口无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思佳这的确是公事公办，而且理由是非常充分。武少军如果想要提供证据，其实也不难，只要将自己出了车祸的事情以及住院治疗的相关证明拿出来就行了。但是这样一来，他去瑞城这件事情将会被直接曝光出去。沈总，我的事情先不谈，那么为何这个人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还在这里？武少军仿佛一下子抓到了一个重大把柄似的，心里得意坏了，自己也就算丢了一下脸而已，
等明天他父亲来了，沈思佳还是得妥协。那么抓住余辉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他是被开除了，怎么了？沈总，开除的人是要立即离开公司的，那他为什么还待在这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余辉的确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不过他是我男朋友啊。公司并没有规定总经理不可以让家属来自己的办公室吧？我可是记得你妈隔三差五的去总公司找你爸的，包括我妈也是这样的。要不你跟你爸反映一下，就说以后家属不可以去公司，你看行不行？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下班时间都到了。思佳，我都丢了这么一份高薪工作了，你不是说下班后带我去吃顿好的来补偿我的吗？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那我要吃河蚌。讨厌。老公，你说武泽坤要是来开会，武少君万一突然不放屁窜稀了，那咋办？放心吧，我找张瞎子算过命，这武少君他老爸肯定难逃厄运的。不过你们也要跟着受罪了。首先，这个武泽坤来开会，你们戴着口罩肯定不行，到时候他肯定会说的，所以这是一个难题。沈思佳一想也是，就算要戴，也是要等武少君放过屁之后才可以。有办法了，我和文静多带一些棉花，将鼻子给塞起来，这样起码能挡住一大半毒气。等到我们坚持不住的时候，恐怕武泽坤率先坚持不住了。而且按照正常的会议座位顺序和气体的流向，我这边受到的波及会迟缓一些。第二天，武少君看着沈思佳带着所有高层在公司大楼门口等着他的父亲，他终于体会到了一把狐假虎威的感觉。欢迎吴董莅临公司视察。思佳啊，不错，分公司在你的领导之下，这业绩是节节攀升啊。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武泽坤首先把沈思佳夸赞了一番，其主要目的就是接下来为处理武少君的事情做铺垫。吴董抬举了，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思佳啊，关于少君的事，这一点的确是做得很过分，他已经被我狠狠地斥责了一顿。不过这确实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当然这事后没有说明原因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这次来呀，是希望思佳看在叔叔的面子上就不要计较嘛。还有，我听说你男朋友是叫余辉吧？咱这么大的公司，你男朋友在这里帮你开车，就算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尽人意，也用不着开除这么严重。再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的，开车来回跑，叔叔我也不放心。听说一句话，让你男朋友继续来上班。吴董说笑了，我也就是例行公事而已。既然吴董已经出具了合理的证明，再加上武助理确实有特殊原因，这停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吧，等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再出一份通告解释一下。至于我的司机这件事情，我得和他本人沟通一下，不知吴董觉得如何？武泽坤满意的点点头，于是又夸奖了沈思佳一番，肯定了他的工作，然后就一起去了会议室。各位，公司是大家的，所以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团结一致，别因为屁大点事来攻击别人，这样不好。尤其是故意小题大做，将一些很常见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给无限放大，这样更不好。我这次来就是配合沈总的。武泽坤很会说话，他矢口不提沈思佳的问题，反而还说他是来配合沈思佳的。其实只有沈思佳知道武泽坤为什么这么说。武泽坤看着敲打的已经差不多了，可以让他儿子发表一下讲话。少君啊，你来说一下你之前提到的计划，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别人是谈虎色变，这些人是谈屁色变。其实他们都想拿出口罩戴上，但是看到沈思佳都没戴，一个个的又不敢了，只能默默祈祷武少君这次能够坚持住，别再折磨他们了。要不是因为公司待遇不错，有些人都想跳槽了。此时的余辉在外面一直在看着，当武少君站起来那一刻，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武少君此时意气风发，不过并没有立即演讲，而是夹了夹某个地方，感觉应该没问题，这才开始。各位，我还是继续昨天的话题，如今是网络时代，实体店是越来越不好做，金银珠宝首饰属于贵重商品，尤其是价值几万元以上的商品很难推动销售。但是我们可以从小而美的商品开始，比如几百块钱的、1-2千块钱的。虽然说这些商品的利润不高，但是只要数量提升上来，那么也是很大的一个商机。有时候量大了，反而能赚更多。哪怕一件商品我们卖出去只赚10块钱，那1000件、10000件呢？武少君滔滔不绝地说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少君这个转换运营方式的思路是很正确的。武泽坤不停地点着头。我的儿子还是那么优秀啊！各位，我的建议是由我和沈总一起牵头，共同来创造。就在这时，久违的放屁声出现了，而且这一次声音还特别响亮。武少君此时尴尬的要命，而武泽坤被这几个屁给震惊到了。不过这还没完，接下来的毒气弹才是最要命的。只用了3秒钟，整个会议室里都弥漫着一股尸体腐烂的味道。武泽坤有些明白为什么所有高层会联名要求将武少君给调走了，这尼玛太臭了。好在他现在还能忍。我的意思是，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沈思佳。沈总怎么还不戴口罩啊？沈总，你快戴啊！你戴了口罩，我们就可以跟着戴了。
但是沈思佳好像一副认真听课的好学生一般，因为刚进会议室之前，两人就往鼻孔里面塞了海绵。其实关于这一点，沈思佳是有点不地道的，他应该提醒一下众人的，不过他就是不提醒。沈思佳就是要利用这些人来反感武少君。少君，你坐下来说。这一坐下来，武少君感觉确实好多了，于是也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继续说着。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计划？主要是……这么我受不了了。有了第一，就有第二，然后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忍，就连武则坤也跑过来。武则坤脸色非常难看，一部分原因是被毒气给呛到，另一部分原因是被气到自己英明一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小小的一个会议室里差点中毒而亡。最关键的是，这个放毒气的还是自己。就在武则坤刚刚恢复过来一点时，一群人敲响了沈思佳的办公室。沈总，这工作我干不了了，我要离职。这尼玛3天2头，这样谁受得了啊？沈总，我也要离职，我是来工作赚钱的，我不是来玩命的。对，我们也不干了，或者给我降职都行，我去下面打螺丝，这样就不用开会了。各位，你们先回去工作，这件事情我会和吴董商量一下，在今天下班之前我会给一个准确答复。如果到时候诸位还不能满意，那么我就同意各位离职，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这些人还是很听沈思佳的，如果武少君在这里，他们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如果能够将武少君给调走，那么他们谁都不愿意走，毕竟做上一个公司的高管可不是那么容易。那行，我听沈总的。吴董，这下你明白了吧？真不是有人故意针对武助理，你也知道我跟武助理是同学，而且我们两家关系又这么好，我怎么可能故意打压他排挤他？但这种放屁窜稀的现象是每次开会都发生，再这样下去公司里的高层估计都走完了。我不知道武少君是怎么跟你汇报的，可事实就是像今天这种情况，我们会议室每次开会都有视频记录，如果吴董有兴趣的话，可以查看一下监控录像，这样就知道我们有没有撒谎了。武则坤还是相信沈思佳说的话的，毕竟像今天这种情况他可是亲身经历过的，也就是说之前沈思佳联名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武少君隐瞒了事实。思佳啊，我认为少君很可能得了一种后天性的疾病，所以这个工作肯定是不能做的，所以我打算将他带回去。不过你这边得先将他复职，然后等我回到京城后再发布一份调令，先将他调到总公司去再说，毕竟……行，吴董要怎么做，我会配合的。武则坤点点头，然后又交代了几句之后也就离开了。他待在这里也没有脸面，太丢人了。老公，你知道吗？武则坤的脸都黑成锅底了，这次算是彻底解决麻烦了。这个武少君终于被调走了，而且就连武则坤估计都不会来了，因为太丢人了。不行，今晚必须得庆祝一下。行，我也好久没请他们几个吃饭了，那就晚上一起吧。文静，给于辉弄一份入职报告，职位嘛就是保镖兼司机，我们要以返聘的形式进行，为了弥补之前的失误操作，这待遇翻倍吧。晚上于辉邀请了他的员工来到了酒吧包间聚餐，刚出了洗手间，他就遇到了一个熟人，一个差不多已经有几个月没见到的柳如梅。柳如梅也有些意外，她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于辉。于辉最近还好吧？我过得挺好的。爷，上次我不是听你说要结婚了吗？分手了，他已经换人了。一句他换人了，于辉几乎秒懂，自己当初不也是被换的那个吗？这样啊，不过没关系，你长得这么漂亮，很快就能找到更好的，时候也不早了，失陪。于辉，等一下。于辉，我们从头再来好不好？于辉就算脾气再好，这下子也忍不了了，因为他一个透视就确认了柳如梅孩子的卧室都塞满了。柳如梅，我们俩分手马上都快1年了，你的姘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再说我现在的女朋友是沈思佳，说句不太好听的，你无论从哪方面能够跟她比，你别每一次在别人那里受了伤之后，就想着在我这里求安慰。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是保护神，更不是难民收容所，一切都是你自找的。还有，你这怀孕应该有3个月了吧？当初给我戴了绿帽子还不嫌够，现在还想让我给你做接盘侠？你可以不计后果的随便玩，毕竟劝你一句还要被说下头难。但作为女人，请你别这么恶毒。于辉，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此话一出，柳如梅连忙捂住了嘴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今天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进这里来吃饭，因为我现在看到你之后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好了，以后我们就是陌生人了，就算见了面我都不带鸟你的。